夫君寿终正寝后，我滴水未进，为他守灵7期49日。我撑着病体打理相府的一切，睡时只有盖着他的外袍才得以安眠。过去的40年，世人皆说我和相爷沈琦间谍情深，市井街坊流传着我们只守白头的恩爱故事，我也一直这样以为。直到沈琦死前上书的奏折流传开来，那奏折情意切切，请求在他死后同白月光、赵绵绵合葬于老家，族谱立赵绵绵为原配，我为继室，就连我生下的一双儿女都记名在赵绵绵名下。40年来，我竟是另一个女人的替身，一时间，我从风光无两的丞相夫人成了遭人耻笑的老双妇，就连死前我也没能摆脱这耻辱。没想到在睁眼，我竟重生到和他初见那年。妩媚愣着干什么？给沈公子见礼呀！眼前的人粗布麻衣青衫，难掩一身风骨，一如当年初见。小女见过沈公子，绵绵小姐有礼了。沈琦拱手行礼，我睁大双眼，心下微颤。女儿家闺名不会轻易告诉外人，如今的沈琦为何知道？绵绵两字从舌尖划过，眷恋又缠绵，一如上一世抵死缠绵后，沈琦温柔地唤我绵绵。这一刻，我知道沈琦也回来了。他的语气缠绵，眼神却平静而疏离。四哥撞下沈琦，我家老幺漂亮吧？这可是我们柳家的宝贝，我母亲拼死生下来的。听说沈兄还未娶妻，我一瞬间血液倒流，指尖发白。前世就是这样的调侃，让我红了双颊，从此满心满眼只容得下一人。沈琦长得实在好，陌上人如玉，君子世无双，学问也是真的好。四哥的学问可进3甲，被四哥认可的沈琦有状元之才，前世也没辜负我的期望。沈琦在殿试之后，被当今圣上钦点为当朝状元，骑马游街，一时风头无两，满天如花雨的荷包。我羞涩地把亲手绣的荷包也扔了出去，荷包落入沈琦的怀里，也落入了我的心里，也是当初的荷包，在临死的那几年压得我喘不过气，没有片刻安宁。回忆被打断，就听沈琦道：“柳兄，莫要开玩笑，沈某家里已有未婚妻，这一世赵绵绵没有死吗？也是了。沈琦回来了，怎么会舍得让赵绵绵死去呢？”我的细小慌乱，并未引起沈琦的重视，毕竟上一世我对他一见钟情，非君不嫁，他只当小女儿的羞涩。想到家中的未婚妻赵绵绵，沈琦拱手道：“绵绵小姐，告辞。”沈公子，告辞。我垂眸，掩盖住眼底的情绪，希望这次别过后，此生再无交际。小姐，这沈公子好清俊啊，比三皇子还好看呢。小姐也好看，如果小姐和沈公子成婚，日后孩儿一定如神仙公子一般。芍药低声道。啪，清脆的巴掌落到芍药脸上，我厉声道：“沈公子已有婚约，谁教你说这种话？”接着我又对另外一个贴身丫鬟茉莉道：“去找母亲身边的梁妈妈来，将她发卖出去。”上一世我同沈琦成亲后回刘府小住，芍药趁着大哥醉酒爬上了他的床，从此家宅不宁。大嫂海氏被他害得一尸两命，现在我回来了，第一件事便是整治身边人。时间转眼来到殿试之后，长春楼的雅间里，我临窗而立，看着身骑白马缓缓而来的沈琦，头名状元，一如前世那般，端地是君子无双，让道路两旁的许多女子为之疯狂，荷包如同漫天花雨。小姐，四少爷过来了，你看。海棠指着楼下，咱们四少爷比状元郎还受欢迎呢。当然啦，咱们四少爷是户部尚书的嫡子，姑姑是宫里的贤妃娘娘，那个沈状元只是寒门出身，中猫胡同的状元，长得好看有什么用？海棠翻个白眼，我微微一笑，快把给四哥准备好的荷包拿来。看见四哥骑马过来，我伸出手，将前程似锦的荷包用力扔了出去。不知为何，沈琦的马突然站定，一阵风吹过荷包，落入沈琦怀中。沈琦抬起头，目光里带着疏离和我看不懂的情绪。微愣片刻，我扬起笑脸，挥舞着手臂，四哥，给你的荷包，荷包给你的。街道上人声嘈杂，沈琦皱眉，四哥一把抢过沈琦手里的荷包，沈兄，这是我妹给我的。四哥扬扬手里的荷包，揣进了怀里。沈琦微微愣神，却没放在心上。高头大马和马背上的人渐行渐远。小姐，咱们回府吗？海棠看着在窗口发呆的我问道。我突然出声，海棠，你觉得沈状元怎么样？长得挺好看的，可好看又不当饭吃。沈状元那是状元啊，有学问的。你一个小丫鬟也敢评判？秋月厉声道。让他说，我轻声道。每隔4年就有一个状元，有什么稀奇的？无非是沈状元长得好看了些。奴婢还记得4年前的状元郎，也是个寒门出身，现在还在翰林院编书呢。听我爹说，咱们老爷还是3元及第呢。哼，状元有什么了不起？海棠抬起下巴，我解下身上的荷包，扔给了海棠。赏你的。沈琦是有才能，10余载的寒窗苦读，学富五车，从编书的翰林一路到首辅大臣，京城中人谁不说一句我会演是猪？可谁又知道我受的搓磨？沈琦的爹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百姓，大哥二哥都是种地的壮大汉，大嫂二嫂都是寻常百姓家的女儿，大嫂性格泼辣，二嫂偷奸耍滑，我人小面子浅，免不了受委屈，又不敢闹得太难看，让沈琦难做，便时常泣哭。沈琦10余年寒窗苦读，沈家一家子也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我感念沈家父母不容易，感念沈家大哥大嫂供沈琦读书的恩情，不忍翻脸。而沈琦的后院也只有我一人，真正做到一生一世一双人，相敬如宾，恩爱有加。哪知道65岁的沈琦死后，我变成了全京城的笑话。沈琦死前曾上书皇上，请求死后同原配赵绵绵合葬于幼阳老家，跟我所生的一双儿女都记名在赵绵绵名下。所有人都说，原来柳尚书府的嫡女天之娇女也不过是替身，一个商家女的替身。我那一刻才明白大嫂二嫂眼中的鄙夷来自哪里，身份高贵又怎样？还不是替身？彼时的皇帝是沈琦一手扶持上去的，私下里叫沈琦为太傅。我在宫中闹过，吵过，凭什么我辛辛苦苦生下的一双儿女变成一个死人的儿女？可回答我的是一张圣旨，我的丈夫，我的孩子都在另一个女人名下，族谱上发妻赵氏，既是柳氏，可笑。从前的相濡以沫都变成了利剑，刺穿了我的心。我把自己的名字从沈家族谱划去，既然是一个笑话，便及时更正吧。海棠得了赏钱，嚷嚷着要请我吃馄饨。前世在我最难的时候，是海棠一直陪在我身边。3文钱1碗的馄饨，上一世海棠也带我来吃过。你们看，沈状元郎把花送给未婚妻了，是沈状元回来了，真是郎才女貌啊！
别挤别挤，让我看看能配得上沈状元的女子长什么样子。我握着筷子的手一顿，从馄饨碗里抬起头。是了，这是猫胡同，这里房租便宜，进京赶考的学子一般都租住在这里。上一世匆匆一见，我便倾心。四哥也对沈琦推崇备至。父亲问我可愿意，我红了双颊，羞涩的点点头。我倾心相付，便让四哥以谈论学问的名义约沈琦住到了母亲陪嫁的庄子上。庄子依山傍水，来回有马车接送，条件极好。后来我出嫁，那个庄子也成了我的陪嫁。再后来，那庄子成了沈琦侄女的陪嫁，庄子再不是柳庄，而换名沈庄。我顺着众人的声音望去，只看见层层叠叠的背影。这是什么地方？又臭又脏。海棠，你真是坑人。秋霜捏着鼻子道。老妇人有些手足无措，不停地用围裙擦着手。小姐，老妇人做饭是干净的。大娘，不用理她，我吃的很好吃的。我收回视线，朝老妇人笑一笑。哎，喜欢就好，喜欢就好。老妇人擦擦手。大娘，沈状元住在这个胡同。我下巴朝胡同里扬了扬。是啊，这胡同住着好几个举人老爷呢。4年前的江状元也住过的，现在还没搬走呢。这不沈举人又考上了状元。海棠很快吃完，看见里3层外3层的人群，忍不住问道：大娘，这沈状元的妻子长啥样啊？漂亮不？这2天才来的，远远瞧着挺耐看的。老妇人紧张地擦着手，讨好道：肯定不能跟你家小姐比。海棠仰起头，骄傲道：那当然，我们家小姐可是柳尚书的嫡女，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馄饨很好吃，我却失了吃馄饨的心情，起身登上刘府的马车。沈琦被一帮学子簇拥着出来。沈状元不醉无归，陈某请沈状元吃酒。我撩开马车帘子，正好看着沈琦拱手道：各位兄台，以后都同朝为官，为国效力，这顿应该由沈某请客，请诸位仁兄不嫌弃。沈琦的声音很好听，清朗温润，可后来随着沈琦官位越做越大，清朗的声音日渐冷冽。他怨我不敬婆母，可是晨昏定省我不曾少过1日，哪怕是在病中，他母亲生病也是我衣不解带的照顾。他怨我处理不好妯娌关系，可是他的大嫂李招娣吃的穿的都是我给的。李招娣的3个孩子，2男1女，娶妻是我相看的人家，生子是我安排的稳婆奶娘，女儿的嫁妆都是我出的。二嫂的两子，大儿子沈图以刘府的名义走私贩盐，是我出面砸银子捞出来的。二儿子沈南科考不顺，是我便请名师教导。多谢沈状元，走，咱们去天香楼，不醉不归。我落下轿帘，就听沈琦温柔地说道：绵绵，你同我们一起去吧，可好？好，琦哥哥。娇娇弱弱的声音有几分弱柳扶风的韵味。车帘晃动，一张白嫩同我有2分相像的脸一晃而过。赵绵绵正好也看见了马车上的我。琦哥哥，那个马车上的姐姐好漂亮，她是不是在看你？沈琦顺着视线看过去，便拨开众人，向着柳家马车走来。可是柳小姐？疑问句带着肯定，还有2分不耐烦。见过沈状元，我声音清冷。赵绵绵追上来，轻拉着沈琦的袖角。琦哥哥，你认识车上的小姐？就听沈琦温柔地回道：一个同窗的妹妹，见过一面，不熟。我吩咐道：回府。众人应是，4个大丫鬟分别立于马车两侧，车夫拱手，请沈状元让一让。沈琦微微皱眉，侧身让开。有人道：沈兄，这是谁的马车？好生气派。沈状元还认识如此人物，以后飞黄腾达指日可待。另一人道：你看这马车4角包着金，上面挂着琉璃风铃，上面还挂着柳家字样，这是柳尚书家嫡女的马车。前兄怎么看出来的？这马车是柳尚书嫡女及笄时宫里贤妃娘娘送的。李某也听说了，这马车刀砍不坏，火烧不燃。众人一片唏嘘。前世的此时，我已经同沈琦敲定亲事，故而没有参加长公主举办的春日宴。但这次我决定去看看。长公主谢玄曾经被先皇送去与北国太子和亲，后北国动乱，太子身死，长公主带着女儿回到故土。皇帝感念长公主为国联姻，年轻守寡，长公主的女儿赐姓谢，封宁安县主。我和大嫂海氏的马车刚到长公主府，谢安宁就迎了出来。正说着话，三皇子谢灵渊和秦楼也到了。他2人上一世和沈琦关系莫逆，谢灵渊的母妃是我亲姑姑，他和沈琦关系好是因为我叫他表哥。秦楼和沈琦关系好，只因为他和谢灵渊关系好。行礼寒暄过后，我道：殿下，秦学士，我们姐妹先行一步，就不打扰了。等我2人刚一同进入内院，大门口停下了一辆寒酸的马车，来人男子一袭青衫，正是新科状元沈琦，牵下来一名身穿粉橘色裙装的女子，身边带着一名13、14岁的丫鬟。一下马车，赵绵绵就被眼前宏伟的公主府所震撼。琦哥哥，这里真漂亮。沈琦满目柔情，不出几年，我也会让绵绵住上这样的院子。春日的凉风把沈琦的话一字不落地吹进了谢灵渊和秦楼的耳朵里。秦楼和谢灵渊都微微皱眉。长公主府乃是归皇家所有，等长公主仙逝，谢安宁出嫁也是要收回的。其实沈琦想住就住的，他们不知道的是，上一世这长公主府后来给了我，沈琦跟着我在里面住了40年。沈琦拉着赵绵绵上前给三皇子见礼，谢灵渊牵起嘴角，沈状元真是壮志凌云，年轻气盛啊。前世谢灵渊可谓是沈琦的伯乐，2个人是君臣更似兄弟。谢灵渊常常到沈府蹭饭，2个人相谈甚欢。谢灵渊一生无子，还有过要过继我儿沈良辰的心思，只是最后与礼法不合才作罢。故而此刻沈琦扬起笑容，听闻三皇子赴宴，沈琦特意前来。赵绵绵有些紧张，小心翼翼跟在沈琦身后。三皇子，这是沈某未婚妻赵绵绵。沈琦回头，目光温柔，绵绵给三皇子行礼。赵绵绵作为商家女，不会宫廷礼仪，便微微屈膝服礼道：小女赵绵绵见过三皇子殿下。你叫绵绵？谢灵渊突然出声。赵绵绵低头垂目，是小女赵绵绵，春雨绵绵的绵绵。谢灵渊哈了一声，抬步就走。秦楼目有所思，拱手道：沈状元，沈夫人告辞。秦大人无需多礼。沈琦拱手并未躬身。秦楼是翰林学士，行走殿前。沈琦只是新科状元，刚入翰林院，对于上级前辈，沈琦并未躬身，反而脊背挺直。沈琦不觉得自己有错，上一世他在翰林院只任职不到3月，便升至翰林院学士，给皇上拟定圣旨，常伴皇帝左右了，一时风头无两，顺风顺水，故而沈琦仅用的是平级礼仪。秦楼微微皱眉，沈状元告辞。沈琦带着赵绵绵进了公主府正门，被公主府的嬷嬷拦了下来。这位夫人。嬷嬷说完，发现赵绵绵并未梳夫人发髻。这位小姐，请跟老奴来，夫人小姐们都在内院。沈琦停下脚步吩咐道：嬷嬷，这是我的未婚妻，好好照顾她。
沈状元，老奴只负责接待宾客。嬷嬷态度冷淡疏离。沈琦有些不悦，上一世长公主死后，谢安宁回到北国，这个嬷嬷就去了我身边，对她很是恭敬。看到沈琦甩脸色，嬷嬷毫不在意，冷声道：“这位姑娘请吧。”赵绵绵轻轻拉着沈琦的衣袖：“琦哥哥，绵绵没事，你放心吧。”沈琦轻轻点头，交代道：“长公主很是随和，兵部侍郎之女李小姐李约薇人很好相处，你进去就跟在李小姐身后就好。柳尚书之女柳绵绵有些娇惯，如果她让你受了委屈，要告诉我。”老嬷嬷翻个白眼，不等赵绵绵，直接往内院走去。赵绵绵咬着唇，提着裙子跟了上去。赵绵绵刚进内院，便与我和谢安宁打了个照面。这宴上所有人她都不认识，只有那日在猫胡同见过我一面，便上前对我行礼道：“柳家小姐好。”我微微一愣：“赵小姐好。”赵绵绵的手紧紧握着帕子，有些手足无措。今日出行，她已经穿了最华贵的衣裳，可是同这些世家闺女比起来，甚至不如她们身边的丫鬟。不知道绵绵可否同柳小姐同行？谢安宁停下脚步，问道：“你也叫绵绵？是跟谁来的？为何以前从未见过你？”赵绵绵垂着头，低声道：“小女赵绵绵，春雨绵绵的绵，同沈状元一起过来的。小女是沈状元的未婚妻。”谢安宁微笑道：“绵绵，好巧，她同你名字一样。”我垂眸掩饰着眼底的情绪，是好巧，巧到上一世我做了她的替身。赵绵绵抬起头问道：“柳小姐，你也叫绵绵？”我淡淡道：“春眠不觉晓的眠与沈夫人的不同。”谢安宁惊呼：“绵绵，她有几分像你呀？”我点头，是我同沈夫人有几分相似罢了。绵绵还是这样谦逊，她能有几分像你，是她的造化。李月薇从院外进来，高声道：“她挤开赵绵绵，你们这是要去哪？”赵绵绵红着眼眶，被挤到一边，看着一众贵女从旁经过，没有一个理会她的，突然就有些委屈。长公主府的花园修建得很好，花也开得极好。几个人正说着话，就看见嬷嬷匆匆往花园走来。县主，几位皇子过来了，长公主叫县主回去。什么？他们怎么会过来？这可是春日宴，他们都有正妃了，怎么还来凑热闹？说着话，安宁县主不自觉地看向我，看来户部尚书的位置格外令人眼馋。我也皱着眉，太子未定，这浑水我是不打算淌的。谢安宁回去后，许多贵女听见皇子们驾到，也匆匆赶回主院。只有李约薇和我一样，对几位皇子无感，和我一起留下。她从腰间摸出一把软剑，说是新学了一套剑法，杀人于无形，可敌千军万马。我知她素来跳脱，陪着她一同笑闹。忽听见有脚步声来，有人出声道：“绵绵怎么在这坐着？可是有什么好看的？”我同李约薇起身行礼，参见大皇子、二皇子。我心下明了，恐怕这两个皇子今日是为我所来的。我跌跌迟迟不站队，这二人都想搏一把。这公主府我许久不来，绵绵表妹可愿意陪大表哥走走？大皇子谢灵溪话音刚落，二皇子便笑道：“绵绵表妹若是不想走，也可坐下来一起说说话，也是好的。”我还没想好如何应对，便看见安宁县主带着一群贵女向这边走来。李约薇的庶妹李如不等那一众贵女，便快步上前来，含羞带怯的行礼：“小女兵部侍郎之女李如，见过两位殿下。”在场之人谁都能看得出李如是何心思，却也没有点破，只在大家提议游湖时纷纷赞同。看着众人都上了船，我往后退一步，并不想上去，可轻轻一瞥，发现另一边一众男子正在往湖边而来。沈琦跟在谢灵渊身边，嘴上说着什么，神情极其愉悦。比起游湖，我更不想再跟沈琦有交集，真是前有狼后有虎。船慢慢往湖中间划过去，大皇子、二皇子正在和一众贵女相谈甚欢。像李如那样的庶女和小官家的嫡女偏多，毕竟皇上身体康健，有底蕴的世家大族不会太早站队，但是嫁个庶女倒是无妨，就像我们柳家嫁柳青儿。赵绵绵见到岸上的沈琦，想起她说李小姐很好相处，便问李月薇：“李小姐，你可以让船家划回去吗？我想回去找人。”李月薇蹙眉：“请问你是谁家的小姐？令尊刚回京述职吗？是哪位？船上有大皇子和二皇子在，我们是做不了主的。”赵绵绵咬着唇，他的父亲只是一个小商贩，开了2间铺子，资助了沈琦的束绣费用，一来二去的定下了两人的婚约。哪知沈琦一飞冲天，赵绵绵突然有些心慌，这京城的贵女何其多，沈琦长得又太好，人还有才华，走在三皇子身边丝毫不逊色，会不会有人同他抢？赵绵绵看着我，那一日在猫胡同相遇，也许就是我有意沈琦，所以过去看他的。李小姐，那河边跟三皇子相谈甚欢的沈状元是我的未婚夫，我们从小定的娃娃亲。李月薇也是听说过沈琦的，新科状元沈琦，人长得俊朗，又有才能。他娘也动了心思，找人一打听沈状元的家世，便歇了心思。李月薇对我道：“沈状元我知道，听说跟你四哥关系不错，是吧？绵绵，齐哥哥人缘很好，许多人都向他讨教学问的。”赵绵绵与有容焉，我微微一笑，声音里带着凉意，道不同，不相为谋，应该不熟。上一世谢灵渊死后，四哥就同沈琦渐行渐远。后来有一日，四哥问我要不要和离回家，我气呼呼地赶走了四哥。许是那时候四哥就知道什么吧。船上有人提议作诗，说笑间，李月薇却不知被谁推了一下，落入水中。我和谢安宁跑到船边，打算把李月薇拉上来。就在这时，不知道被谁撞了，我和安宁县主也掉进了水中，船身摇晃，又一声扑通，赵绵绵也被撞下了水。大皇子第一个跳入水中，二皇子也紧随其后。看着冲我游过来的两人，我脚下使劲用力，假装被水流冲远了。可毕竟男子的体力要好一些，眼看马上要抓住我了，我心一横，憋了口气，消失在水面上。我在水里吐着泡泡，马上就要坚持不住了。只见水下一个身影冲我游了过来，嘴对嘴给我嘟了一口气，便拽着我的手使劲往上拉。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只听谢灵渊道：“晕过去。”知道是真表哥，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回了一句：“好嘞。”脑袋一歪，晕了过去。谢灵渊游到岸边，接过他身边内侍递过来的披风，把我裹了个严严实实，直接抱着走了。大皇子恨恨地拍打着水面，而我四哥作为一介书生，求水的速度没有谢灵渊快，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妹妹被表哥带走了，还没等伸手一捞，一个身影就缠在自己身上了。低头一看，是安宁县主，只能拖着安宁上岸。李月薇在水里发现赵绵绵会求水，便在水里借力抓着赵绵绵的衣服，假装被赵绵绵救了，带出水面。赵绵绵微微一愣：“李小姐，你救了我，侍郎府必有重谢。”李月薇低声道：“哦，好。”
其实不用谢。赵绵绵看出来了，李略微恐怕比他还会求水。沈琦此时拨开众人冲了过去，绵绵，你怎么也落水了？落水的不是柳绵绵吗？怎么是你？他慌乱地脱掉外衫，把赵绵绵裹进去，回头厉声道：“送我们去监家院。”什么？老嬷嬷气急道：“沈状元，你再说一遍！”沈琦被吼得一愣，随即反应过来，现在的监家院还住着长公主，不似前世，是他沈家的别院。带我们去客房。沈琦搂着赵绵绵的肩膀道。嬷嬷随便指了一个小厮，你带沈状元和这位姑娘去客房。又对李略微行礼道：“李小姐，请跟老奴去监家院梳洗一番。”看见谢灵渊把我抱回监家院，大嫂海氏都想扇自己一个大嘴巴子，她都已经能看见贤妃难以压制的嘴角了。还有谢安宁，京城世家谁敢娶这个北国公主？这下好了，他们上书府赶了。海氏狠狠地瞪眼四个。而另一边，一个小丫鬟面无表情道：“公子，你说请什么？御医？奴婢请不来御医呀。”赵绵绵抱着膀子，哆哆嗦嗦坐在客房的椅子上，身上的水滴滴答答。沈琦满脸心疼，府医呢？叫府医过来，就说新科状元沈琦有请。小丫头仍旧低着头，沈状元，我们府里没有府医，主子生病都是请御医的。赵绵绵冷得牙齿发颤，这位姐姐可不可以给我取件干净的衣服，或者给我生个火盆？小丫鬟点头，好，你等等，奴婢去监家院问问。没多久，小丫鬟迈着小碎步回来，手里拿着一套襦裙，这是我们县主的，请小姐换上吧。淡粉色襦裙绣着大片的芍药花，芍药花的绣线里掺了金丝。赵绵绵有些爱不释手，去内室把衣服换上了。虽说是一件半旧不新的襦裙，仍旧比她身上的好太多了。齐哥哥，你看绵绵漂亮吗？从内室出来，赵绵绵转了一个圈。沈琦满脸宠溺，漂亮。绵绵，你先在这休息一会儿，我去监家院看看。齐哥哥，你是去看柳小姐他们吗？不知为何，赵绵绵心很慌乱。沈琦皱着眉，不是，我去看看三皇子，有些事要和三皇子谈谈。赵绵绵脸上有了笑模样，齐哥哥，我在这等你。沈琦揉揉赵绵绵的头，对着小丫鬟道：“你去取些吃食来，桂花糖蒸栗粉糕和核桃酥。桂花糖蒸栗粉里放些黑蜂蜜，核桃酥里放些西蜀蜜枣。”小丫鬟抬起头，脸上有了些许表情。沈状元的口味和柳小姐一样啊，奴婢这就去取。今天厨房特意备了刘小姐爱吃的糕点，你们也算有口福了。赵绵绵心里慌乱，咬着唇，眼睛里噙着泪。听说京城的达官贵人愿意绑下招婿，难道沈琦也有意，还是柳小姐家有意？他心下慌乱。沈琦却没察觉赵绵绵的异样，这几样糕点他上一世吃了许多年，已经成习惯了。沈琦轻车熟路地走到监家院，被告知三位皇子已经回去了。那柳绵绵呢？她也回去了吗？嬷嬷皱着眉，这沈状元怎将世家小姐的闺名随便叫出口？刘小姐已经回柳家了。沈状元想见柳家嫡女，请给柳尚书送拜帖，恕老奴直言，刘小姐是京中贵女，不轻易见外男。嬷嬷在心里寻思，这状元好像一届不如一届了。沈琦有些不悦，沈某想见一见长公主。沈状元稍等。嬷嬷转身进了内室。半刻钟后，嬷嬷从内室出来，抱歉沈状元，我们县主感染了风寒，长公主殿下在照顾县主，恐怕没空见你。沈琦皱了皱眉，转身就走。内室里，嬷嬷进来回报，殿下，沈状元走了。老奴冷眼看着沈状元，有些不悦。长公主冷哼一声，不知所谓，本宫还活着呢，竟然肖想公主府。在门口发生的一幕，沈琦不小心说出的话，早有人禀报给了长公主。公主，她不会想娶县主吧？长公主手一顿放下给谢安宁喂的姜汤，不能吧？她可是有未婚妻的。老奴也说不好，她对咱们公主府很是熟悉。老奴觉得沈状元有些怪异，处处透着邪门。沈琦回到客房，赵绵绵正拿着糕点仔细地吃着，看见沈琦回来，她举起手里的糕点，齐哥哥，你尝尝这糕点好好吃，比猫胡同刘寡妇卖的还好吃。吃，小丫鬟忍不住笑了一声，这一声嗤笑尤为刺耳。沈琦厉声道：“跪下！”赵绵绵被沈琦突如其来的一声吓得手一抖，看着地上的糕点，面露心疼。小丫鬟抬起头，沈状元，你在跟奴婢说话，嘲笑主子，掌嘴。先前的不顺让沈琦的坏心情在这一刻爆发了。小丫头满脸不可置信，沈状元，你让奴婢掌嘴？奴婢是公主府的丫鬟，不是你沈状元的下人，沈状元没有资格惩罚奴婢吧？沈琦面沉如水，怎么，本官说话不好用吗？这是来自首府大人的气势，不要说一个丫鬟，往日沈琦脸一沉，宫里的小皇帝都抖一抖。沈琦眼里的暴风骤雨，有着上位者的威严。赵绵绵吓得一抖。沈琦厉声道：“你叫什么名字？本官今日就向长公主要了你。我不信因为一个丫鬟，长公主会得罪本官。一个寒门状元也要在我公主府耀武扬威吗？来人，请沈状元出去。”一道盛怒的声音传来。容嬷嬷，沈琦看见来人也有些吃惊，此人上一世他是见过的，是皇帝身边的老人，出宫容养，没想到在长公主府。沈琦被这一句寒门状元点醒，是了，他现在还不是上一世的首府大人，于是收敛心神，对着容嬷嬷一拱手，转而牵起赵绵绵道：“绵绵，咱们回家。”赵绵绵看着桌上的糕点有些不舍，咬咬牙拿出帕子，把糕点倒在帕子上包了起来。沈琦没有说话，眼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嫌弃。我被三皇子谢灵渊救上来，而下水准备救我的四哥，却把安宁县主捞了上来。谢灵渊红着耳尖与我说：“如果你愿意嫁我，表哥就去请旨；如果你不愿意的话，表哥就给你准备嫁妆，送你出嫁。有表哥在，保你一世无忧，保你夫君高官厚禄。”我想起这样的承诺，的确在上一世实现了。他做了皇帝，一路提携沈琦，可惜上一世他活得太短。谢灵渊的母妃是我姑母，正妃娘家是个小官，表哥和父兄一样护我。这一世我不想爱人，只想爱自己，嫁给别人还不如嫁给表哥谢灵渊，轻松一辈子，什么心都不用操。所以我毫不犹豫答应了。而另一边，天刚亮，沈琦就醒来了。大雨过后，猫胡同充斥着鱼腥味和鸡屎味，没有泥土的芬芳和花草的香气，让沈琦有些不适应。赵绵绵和丫鬟睡在隔壁的屋子，还没有醒。沈琦有些渴，倒了一杯水，冰凉入骨。柳家的庄子上，后来的沈府茶壶里的水永远是温的。上天总是眷顾我的，绵绵没有死，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沈琦自嘲笑笑，破烂发霉的墙角，掉皮的墙面，瘸腿的桌子，屋子里肆意攀爬的虫子，房梁上的老鼠，这些都让沈琦厌恶，但他相信这些都是暂时的，以他的才能，不久便可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时赵绵绵的小丫头却过来说赵绵绵发热了。沈琦走进赵绵绵的屋子，这间屋子比他的那间稍小一些，一张木板拼成的床和一个箱子就是全部的家具。
齐哥哥，水。沈琦回屋倒了一杯水，水一入喉，赵绵绵打了一个寒战。齐哥哥，我想喝点热水。沈琦和赵绵绵没有烧水的炉子，平日里都在刘寡妇家烧水，一壶水3文钱。好，你等等。沈琦出门，敲响了刘寡妇的门。开门的是一个身材短小、面有胡须的男人。男人看清来人，切换成了笑脸。哟呵，沈状元有何贵干啊？男人身上的气味在这清晨尤为突出，让沈琦有些不适。帮我烧壶热水。沈琦提过去3文钱。什么钱不钱的？沈状元真是客气。嫣红给沈状元烧壶热水。哎，正好有一壶热水，沈状元先拿回去吧。刘寡妇披着衣服出来，看见晨曦中的沈琦，一时看愣了神。清贵的沈琦与这猫胡同格格不入。刘寡妇递过盛水的壶，要我说啊，沈状元都已经当官了，怎么还住着猫胡同呢？跟沈状元的身份不配呢？是不配。沈琦没有伸手去接，放下就好。刘寡妇把壶放在地上，嗤笑靠在男人身上。沈琦面露嫌弃，把3文钱放在了男人手里。回到屋里的沈琦给赵绵绵倒一杯热水，扶着赵绵绵坐了起来，慢点喝，一会大夫就来了。齐哥哥，不用给我请大夫的，我们没有多少银子了。怎么会没有银子了？你不是带100两银子过来吗？沈琦微微皱眉，上次齐哥哥请同僚去酒楼，那个酒楼的饭菜好贵，花了50多两银子，前几天又交了房租，还有租马车，林总银子就不够用了。看着沈琦皱起的眉头，赵绵绵伸手抚平。齐哥哥，我再写信跟爹爹要一些，你不用担心银子的事。不用，我有办法，你不必担心。沈琦拍拍赵绵绵的手，柳泽恩跟我关系尚可，我一会找他借一些。听见姓柳，赵绵绵皱起眉头，柳泽恩跟柳绵绵不知为何同叫绵绵，会让他不自觉的比较。沈琦毫不在意道，是柳绵绵的哥哥，户部尚书柳尚书的第4子。上次咱们吃饭的天香楼就是柳夫人的陪嫁，当然天香楼后来变成了沈家的产业。听着沈琦用熟人的语气对柳家的事如数家珍，赵绵绵的心慌的不行，他决定马上写信给他爹娘，让他们来京城，他要马上成亲。翰林没有上朝的资格。沈琦在馄饨摊吃过早膳，便前往翰林院，下了一夜雨，路上难行。到了翰林院，沈琦的靴子上都是泥。翰林院的门口，柳家马车缓缓而来，小厮放好马凳，柳泽恩踩着马凳一跃而下。泽恩慢行。柳泽恩回头发现是沈琦，便拱手道：沈状元，春雨绵绵，道路难行。沈琦提起官服，恰好露出自己沾了泥的鞋子，面露为难。柳泽恩有些莫名其妙，无妨，马上就入夏了，夏天好，鞋子湿了一会儿就干。前一世，柳泽恩这人很是慷慨，只要他沈琦有困难，柳泽恩便会鞍前马后。沈琦只好又道：家门口附近有些低洼，恐怕夏季一遇暴雨更难行。柳泽恩恍然大悟，沈兄住在京郊的庄子上吗？我家京郊也有个庄子，虽然远了些，但是风景宜人。住猫胡同，沈琦是怎么也说不出口了。沈某想木修时去拜访柳大人，柳泽恩想到他爹因为他没照顾好妹妹，被3皇子救了，还不小心报了安宁县主，县下都没给过他好脸色，便拒绝道：不方便，不方便。你如果找我爹有事，就写拜帖放在门房吧，自有门房会通报的。沈琦一愣，曾经他去刘府从来不用通报，想到赵绵绵的病，沈琦决定先在柳泽恩那拿些银子。泽恩兄，不知可否？只见一内侍急匆匆跑过来，哎呦，柳探花，长公主和陛下都等着你呢。柳泽恩一拍脑袋，照我今个就应该告假。沈兄，有事一会再说。柳泽恩提着100就开跑，内侍在后面追。想到家里的赵绵绵，沈琦决定破例等等柳泽恩。可是这一等就是1小天，中午也没顾得上吃饭，柳泽恩也没回翰林院，沈琦只能找上一世跟他关系还不错的秦楼。秦兄，沈琦很自然地坐在秦楼身边。秦楼不爱与人亲近，便侧身挪动一下。沈状元，可是有事？声音里处处透露着不熟，让沈琦有些不适。我说过，同在翰林院，秦楼叫我沈兄便可，自来熟。沈琦长公主门口大放厥词，让秦楼很是不喜，对前辈没有一丝恭敬，让秦楼更不喜。平日里温暖如玉的秦楼冷了脸。沈状元，可是找秦某有事？这语气，沈琦微微一愣，随即反应过来，此时的秦楼同他不熟，上一世同在翰林院两人相谈甚欢，以后更是时常约棋。只可惜后来秦楼不顾他的劝诫，非要出任地方官，遇见流民暴动，死在了任上。沈琦面露可惜，拍拍秦楼的肩膀道：秦兄，手谈一局。秦楼不想下棋，今日皇帝心情不大好，秦楼午后刚跟皇帝下过棋，跟皇帝下棋学问很大，不能赢又不能输的难看，还不能让皇帝看出来，要恰到好处，要意犹未尽，这个度就很难掌握。秦楼现在只想靠到时辰回府休息，便拒绝不了，今日有些累。沈琦恍然大悟，秦楼怕输，上一世秦楼可从未赢过他，哈哈，可是秦兄怕输，无妨让你两子。秦楼冷哼一声，不用。小厮摆好棋盘，汉白玉的棋子，触手升温，半刻钟后，秦楼逐渐落于下风，他步步为营，沈琦攻城略地，毫不示弱。秦楼皱眉深思，这沈琦棋路老道，不像是20多岁的人，且好似对他的棋路了解颇深。就听沈琦语气熟稔的笑道：让你两子。秦楼眼里厉色划过，不必，在黑白格里下了一子，步步为营的局面瞬间改写。沈琦震惊地抬起头，一连几个时辰，两人从天亮下到天黑。秦楼拿出手帕擦擦手，谢沈状元赐教，今日到此为止吧。秦某还要回府，起身离开，不带一丝犹豫。棋盘上白子转守为攻，大获全胜，杀得黑子片甲不留。沈琦拨乱棋盘，汉白玉的棋子掉落地上，好个秦楼，此人不成不可相交。沈状元，我家主子的棋盘。秦楼的小厮去而复返，看见地上摔裂的棋子，气道：沈状元，这乃汉白玉的棋子，是前朝流传下来的，当今圣上所赐，价值连城，你居然随意毁坏，这如何跟我家少爷交代呀？沈琦不为所动，一个汉白玉的棋子罢了，在他的印象中，家里有许多棋盘，和田白玉、墨玉的比比皆是。小厮捡起地上的棋子，好几颗都磕坏了，声音里带着哭腔：不行，沈状元，你得跟我走一趟，替奴才证明不是奴才摔裂的，这棋子就把奴才卖了也赔不起。沈琦满脸不悦，站起身便走，去我府上取汉白玉的而已，让我夫人
人陪你一副和田玉的便是。走出翰林院，肚子里咕咕作响，才把沈琦拉回现实。什么汉白玉的棋子，他现在石头棋子都没有。沈琦不知不觉中走到了尚书府门口，朱红色的大门，门口的石狮子旁边站着2个小厮。请问公子找谁？小厮拦住沈琦，找岳柳尚书。沈琦差点把岳父2字脱口而出。小厮打量着沈琦，太陌生，他都没见过，长得这般好，难道是哪个世家公子？看着鞋上的泥巴，身后也没有马车，腰间连配饰香囊都没有，翰林编修的官服，又不像是世家公子。小厮客气问道：公子可有拜帖？可约了时辰？公子贵姓？姓沈，沈琦，沈状元。我想起来了，沈状元曾经跟4少爷来过府上，可是今晚同4少爷有约。旁边年长的小厮拉了他一下，笑道：沈状元，今日我家家主和主母一早就去东院刘府，现在还不曾回来。如果沈状元没有要事，请明日再来。柳泽恩呢？可在？沈琦又道：4少爷去了长公主府，现在还未归。小厮态度恭敬：那你们家小姐呢？不知为何，沈琦想问一句。小厮脸色微变，回沈状元：我家小姐在病中，不能见客。沈琦点点头，他相信只要我听见他在门口，必然会亲自相迎，毕竟我满心满眼都是他，只是这一世他要选择幸福了。沈琦转身离开，年轻的小厮低声问道：狗哥，老爷和夫人没出去啊？4少爷也在府里呢，你为啥骗沈状元啊？你知道芍药怎么被带走的不？年轻的小厮摇摇头，年长的小厮低声道：扫院子的小英说芍药就是提了一句沈状元，就被3皇子带走了，一家都带走了，听说整去挖煤了。这沈状元指定有毛病，要不咋不让说呢？谁家好人打听人家没出阁的小姐啊？以后老爷不发话，咱们不能放他进去，他的拜帖咱们也不能收。沈琦回到帽胡同，天已经彻底黑透了。赵绵绵喝了药还未睡下，看见沈琦回来便迎了上去。琦哥哥，怎么回来的这样晚？沈琦看见鲜活的赵绵绵便笑了，有些公务，回来晚了让你担心了。赵绵绵接过丫鬟递过来的茶杯，放到沈琦身边。1日未进食的沈琦一口就喝完了茶杯里的水。刚下过雨，井水有些浑浊，烧开之后也并不好喝。我喜欢喝玫瑰花露水，用蜂蜜和玫瑰花瓣腌制的，甜丝丝的，甚是好喝。多年的习惯，沈琦也有些改不掉。这泛着土腥味的水在嘴里翻腾着。沈琦咽咽唾沫，家里还有吃食吗？赵绵绵摇摇头，我让丫鬟去买一些，很快的，我回去看书去了。今日有些莫名其妙的心烦。沈琦起身，赵绵绵拿出帕子，帕子里包着一块核桃酥，是昨日在长公主府里吃剩倒过来的。琦哥哥，你先吃块糕点垫吧垫吧。沈琦本想拒绝，可身体很诚实，还是拿过来放进了嘴里。昨日下雨，糕点有些潮了，熟悉的味道充斥着味蕾。沈琦有一瞬间的愣神，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楚到不明白的情绪。小丫鬟很快回来了，2菜1汤，还有2个饼子。赵绵绵给沈琦擦了擦筷子，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多心，赵绵绵觉得沈琦越来越有官威，越来越讲究了。看着沈琦慢条斯理的吃饭，赵绵绵托着腮道：琦哥哥，你吃饭很好看，慢条斯理的，跟婶子他们都不像。赵绵绵曾经在沈琦家吃过一顿晚饭，饭桌上咳嗽的吐痰的，一边吃饭一边说话，唾沫满天飞。饭吃到一半，沈琦的大哥居然把鞋脱了，满屋子的味。还有沈琦的大嫂给孩子擦完屁股手都不洗，就去摸饼，还挨个摸一遍。还有二嫂盛碗汤，指甲都戳进汤里了，指甲盖里带着陈年老灰。赵绵绵看着沈琦温文尔雅的样子，心里甜滋滋的。他爹说的对，果然沈琦哥哥是不一样的，他像世家公子一样，规矩极好，跟在土里刨食的人不一样。沈琦放下筷子，这是谁家买的吃食，以后不要去了。菜心有些发苦，炒鸡蛋用的油不够，并不好吃。小丫鬟低声道：是前进士娘子给的，没要钱，不好吃。老爷咋还都吃完了呢？一点没剩。赵绵绵瞪了小丫鬟一眼，嗔怒道：快回去给我铺床去，不许瞎说。小丫鬟走后，赵绵绵躺在沈琦的床上。琦哥哥，天气冷，绵绵给你暖暖床。沈琦点点头，前世虽未纳妾，他也是有几个暖床丫头的。沈琦拿起一本书，想着上一世发生的事，他是有大气运的人，重来一世，他抢占先机，首辅、位列3公，甚至是异姓王爷，真是前程似锦。沈琦嘴角不自觉的翘起，看着沈琦心情颇好的样子，赵绵绵也笑道：琦哥哥，这个前进士怎么还没有官职啊？我看他天天在家，他不能为官吗？思绪被打断，沈琦没有不悦，反而笑道：前进士是3甲的同进士，只能出任地方官，这地方官也是有讲究的，要等2甲的挑完，前进士想去好地方，就要上下打点的。他出身寒门，恐怕没有打点的银子。赵绵绵面露担忧，这样吗？可是琦哥哥也出身寒门啊。想到沈家的情况，赵绵绵叹口气，我在金惠府遇见秦楼的时候，他正因为汉白玉棋子被沈琦摔坏，掌柜的说无法修复而苦恼。我伸出手摸摸棋盘，面露怀念。上一世有个老翁用这棋盘跟我换了一顿饭，我知这棋盘价值不菲，给了老翁1000两银子和1辆马车。在沈琦死后，我被嘲笑的那些年，常常就是拿它来自己同自己下棋。想到这里，我对秦楼道：秦大人，小女有个法子想试一试，也许能修复这棋子。就在这时，门口进来2个人，赫然就是沈琦带着赵绵绵。看见我，赵绵绵左脚踩右脚，哎呀一声跌到了沈琦的怀里，然后又慌乱的抬起头，柳小姐也在呀，琦哥哥带我来买首饰。那就不打扰沈状元和沈夫人了，真是晦气，出来买个首饰还能碰见他俩。我抬脚要走，海棠3步并2步走到我身前，对着沈琦道：两位请让让，别挡着门，我们要过去，还状元呢。当众搂搂抱抱，海棠态度恶劣的想让我给他加月钱。赵绵绵从沈琦怀里直起身子，面露委屈。沈琦听见海棠的话，皱着眉，面露不悦，对着我道：你怎么把他带在身边？茉莉呢？语气中带着上一世的熟忍不耐烦和质问。赵绵绵抬起头，不可置信，指尖发颤。果然琦哥哥同柳小姐很熟，他们在他没来京城的时候做了什么？我要被气笑了。沈状元喜欢茉莉姐姐。海棠接着说道：你要是喜欢茉莉姐姐，就去府里提亲，虽然你寒门出身，好歹是个状元，够上我们尚书府，还是勉强点，我们小姐也会成人之美。茉莉姐姐同不同意就不知道了。我一个没忍住，用帕子捂着嘴痴痴笑起来。柳小姐，你这丫头别具一格，是有大智慧的。
秦楼眉眼皆是笑意，秦兄也在此。沈琪皱着眉，眼神在我和秦楼之间流转，好像捉奸的丈夫，带着愤怒。在此已久，昨日沈状元摔坏秦某的棋子，今日特来修缮。秦楼挑眉，听小厮说，沈状元要赔秦某一副白玉棋子，今日可是来选的。秦楼小厮高声道：是，昨日沈状元让小的去他府邸取，小的打听了一圈，都没打听出来沈状元府邸在哪。什么白玉棋子？齐哥哥不是带我来买珠花的吗？赵绵绵也顾不得心中酸涩了。我出声道：原来沈状元是来选棋盘的，我记得金惠府有一副杨枝白玉的棋盘，是把掌柜的。是，有。掌柜的笑得见牙不见眼。我挑眉，那还不快去给沈大人取来？沈大人兰芝玉树，可是今年新科状元，配得上最好的金丝楠木的盒子，一整块杨枝白玉雕刻成的棋盘，四角包着金边，白字是白玉，黑子是墨玉。棋盘打开的瞬间，赵绵绵一阵心惊，不由得拉住沈琪的衣袖。齐哥哥，沈琪和我皆是一愣，这棋盘是我前世的嫁妆之一，沈琪很是喜爱，我一直以为白玉棋盘是母亲的嫁妆，后又传给了我，原来不是啊。沈琪面露怀念，多谢绵绵，又改口道：多谢柳小姐，不客气，齐哥哥。赵绵绵甜蜜一笑，秦楼拱手道：多谢沈状元，掌柜的给我包起来。掌柜熟练的包好，对着道：沈状元，晨会3200两，收您3000两。您看我是给您送府上去，还是送马车上去？赵绵绵惊讶出声，就那一点金子就值3000两吗？你们不会合伙坑人吧？掌柜冷了脸，这位姑娘，我们店铺童叟无欺，价格公道，你可以在整条街上比较，我们金惠府最实惠。绵绵，你怎么看？沈琪突然出声。赵绵绵摇头，沈哥哥，我看不行，这小东西哪里值3000两？3000两买一处小宅子不好吗？赵绵绵抬头发现沈琪脸色不好，便自觉地闭上嘴。海棠翻个白眼，小姐回不回府？奴婢手都酸了，别看热闹了。我笑道：掌柜，包几朵珠花送到柳尚书府去，适合海棠的也挑几朵。海棠嘻嘻笑起来，谢小姐。掌柜的，我喜欢粉色的珍珠。说完，我带着海棠准备走。沈琪出声道：绵绵，柳小姐请慢。还没等我回话，海棠眉毛一挑，沈状元，不会没银子付账，想让我家小姐给你付钱吧？我轻咳一声，海棠，不许瞎说。赵绵绵又急又气，柳小姐不要误会，齐哥哥叫的是我，不是你。我点头，带着海棠登上柳家的马车。金惠府内，秦楼拱手道：多谢沈状元，掌柜的，棋盘送去秦家。秦楼走出几步，又对掌柜的道：柳小姐要的珠花，记我账上。掌柜喜笑颜开，亲自给秦楼送上马车，转过身对沈琪道：沈状元，这边结账，晨会3000两。沈琪冷着脸，我明日把钱送过来。掌柜的笑道：好咧，那沈状元，沈夫人还看珠花吗？小顺子，把新做的珠花拿过来，让沈夫人好好挑挑。沈琪没说看也没说不看。赵绵绵看见小厮端过来的珠花，伸出手挨个拿起来看，真好看。齐哥哥，你说哪个好看？沈琪有一瞬间的恍惚，脱口而出：都好看。绵绵喜欢就都包起来吧。赵绵绵惊喜道：真的吗？掌柜的都给我包起来。10几件珠花，有粉色小米珠的编织成的牡丹花，也有白色小米珠编成的百合花，还有几朵绒花，中间的花蕊是用绿豆大小的黄水晶做的，不算名贵，胜在一丝精致。小顺子比猴都精，一看这两位的穿着，便没有拿昂贵的，算盘啪啪作响。晨会106两8钱银子，抹个零头，收沈夫人106两银子，100多两银子。赵绵绵看向沈琪，沈琪不知道在想什么，喊了声柳安。刚进门的小厮有些莫名其妙，怎么才进来就有人喊他？抬头一看，是跟四少爷来过府里的沈状元。柳安问道：沈状元，叫我有事？沈琪如梦初醒，看着眼前年轻的面孔，不确定道：柳安。柳安面露疑问，沈状元居然知道我的名字，可有事？沈琪眉头舒展，果然柳绵绵今生还是对他一见钟情，放不下他。秦楼空有个家室罢了，绵绵怎么会看上那种只会下棋的男人？语气中带着几分笃定。柳安，可是你家小姐让你来的。柳安看看沈琪，又看看赵绵绵，莫名其妙。他转身对喝茶的掌柜道：掌柜的，我们小姐说定一套红宝石头面，要割血红的，每颗石头要鸽子蛋那么大的。掌柜站起身道：敢问小哥，柳小姐做什么用？是自己带还是送人？我让白师傅画好图纸给柳小姐送去。宋安宁现煮的，现煮喜欢精致的，小姐说让掌柜的看着办吧。柳安回道：保准柳小姐满意。掌柜的喜笑颜开，小姐交代的事情办完了。柳安起身离开。上一世的柳安是沈琪的小厮，很是得力，对沈琪也是恭敬细心。如今柳安的态度让沈琪皱起眉头。掌柜给小顺子使个眼色，小顺子上前道：沈状元，这几件首饰您还要吗？赵绵绵拽拽沈琪的衣袖，她真的很喜欢，以后再赴宴她也可以带着，配上从公主府拿回来的衣服，一定更好看。沈琪看向托盘里，成色不好，款式也不够精致。她的印象中，柳绵绵从来没戴过这样的珠花，或者说柳绵绵很少戴这样的细小的珍珠或者绒花，除非特别精致的。这样的珠花，别说柳绵绵了，就是她大嫂二嫂都不愿意戴。沈琪皱起眉，这些都不好，跟你不配，珍珠大小不一，光泽度也不够，这做绒花用的丝线也不好。赵绵绵拿着珠花的手一顿，悻悻地放下珠花。掌柜的站起身吩咐道：小顺子，重新拿一些出来给沈状元过过目。小顺子重新挑了3朵格外精致的，赵绵绵眼前一亮，伸出手迫不及待地插到发髻上。好看吗？齐哥哥，
沈琦面露温柔，好看。赵绵绵也笑得温柔，心想难怪爹爹说做了官就有银子，其哥哥才做几天官就能买3000两的棋盘了。想到以后自己就是大官夫人了，他抬起下巴吩咐道：“这2只也给我包起来。”陈慧150两。小顺子伸出手，赵绵绵拿珠花的手一顿，什么？这3只就150两，这10几只才106两。沈琦宠溺一笑，无妨，你喜欢就好。掌柜的，明日我来给你送银子。掌柜的冷了脸，伸手拦住沈琦：“沈状元，小本买卖概不赊账。”赵绵绵气道：“你怎么说话的？我其哥哥是当官的，在翰林院当差的，能差了你这珠花钱吗？这京城一块砖头掉下来，都能压死5、6个4品官员。”掌柜的指指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没有买东西不给钱的道理。沈琦面沉如水，拿下赵绵绵头上的珠花，啪的一声扔在托盘里。绵绵，我们走。柳泽恩打着哈欠从马车上跳下来，就看见疾驰而来的沈琦。柳兄早。柳泽恩轻装简行走在前面，小厮抱着书。沈琦看着这个上一世的四舅哥，想起上一世他对自己的慷慨，便道：“春日宴同三皇子相谈甚欢，不知柳兄和三皇子最近可有空？沈某做东，请2位天香楼一聚。”柳泽恩皱着眉，跟表哥相谈甚欢，没看出来啊，便道：“改日吧，最近有些忙。”柳兄在忙什么？沈琦被拒绝有些不悦，毕竟几10年了，没人敢拒绝他，忙着婚事呗。柳泽恩咧嘴一笑。沈琦恍然大悟，柳兄的婚事定下来了。陇西崔氏的确是好人家。柳泽恩停下脚步，面露不悦。什么崔家？沈状元，你别败坏崔家小姐的名声。你不是同崔家14娘定的亲吗？沈琦脱口而出。柳泽恩往左一步，同沈琦拉开距离，厉声道：“谁同你说的？我同沈状元也算同窗旧友，切莫败坏我与崔家小姐名声。告辞。”沈琦呆愣在原地，怎会如此？上一世柳泽恩对他极其欣赏，甚至为了与他相交，不惜将自己的亲妹妹柳绵绵介绍给自己。不过53刻，翰林院学士张栋大人拿着一份拟好的赐婚圣旨，安宁县主封安宁郡主，赐婚于翰林院编修柳泽恩。钦天监算的良辰吉日是8月初8。柳泽恩刚坐上马车，没走多大会儿，小厮敲响了车厢。少爷，沈状元在路边等您呢。柳泽恩撩开帘子道：“沈状元，可是有事？”柳兄，我有事同你说。张栋已经拟定了圣旨，是你的赐婚圣旨。柳泽恩冷了脸，偷看上级文书，对上级不用敬语。这小地方出来的沈琦，胆子是真大呀！他要是敢直呼张大人名讳，他爹就得一巴掌呼死他。其实怨不得沈琦，沈琦上一世长达近30年的身居高位，那种优越感和官架子，一时半会也改不回来。虽然已经小心了，但是不经意间带出来的不敬更让人生气。柳泽恩拱手，谢沈状元关心。刘某已经知晓。车厢里光线暗，沈琦并没看出柳泽恩的不悦，又道：“安宁县主并非良配，那种血脉不纯的人，怎可为妻？”柳泽恩当即落了脸，面如寒霜。回府，沈琦看着远去的马车，俊眉紧锁，好言难劝该死的鬼，我已经仁至义尽。他日，谢安宁回北国，跑不了你一个通敌卖国的名声。尚书府和长公主府的婚事就这么定下来了。接到圣旨后，谢安宁得知自己如愿以偿，又哭又笑，大病了一场。长公主把嫁妆单子越写越多，越写越长，要不是公主府是御赐的，她100年之后要还回去的。长公主都要把公主府写进去了。长公主府的嫁妆单子一家再加，让我娘不得不拖着病体起来操持4哥的婚事。看着娘日渐消瘦，我跟着嫂子海氏操持起家中事宜。婚嫁之事对我来说手到擒来，毕竟前世沈琦一众侄子侄女的婚事都是我出银子出力操办的。今日我从外面回来，刚下马车，便见门口的沈琦。柳小姐请留步。沈大人有事。沈琦拱手行礼，沈某想见一见尚书大人，或者三皇子殿下。这些天处处碰壁，沈琦不得不收起锋芒。我冷脸道：“我父亲今日不在府上，三皇子在自己府里，沈大人可以去三皇子府瞧瞧。”沈琦已经去过了，送了拜帖，送了文章，甚至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国策，皆石沉大海。上一世的伯乐三皇子并不理他，沈琦莫名有些慌乱，他3步并2步上前挡住我的去路。绵绵，不知可否为我引荐下三皇子？绵绵2个字在沈琦的口中说出，温柔至极，带着余温。我厉声道：“沈状元，请叫我柳小姐，不要让沈夫人误会。”沈琦清风俊朗的脸上出现一丝纠结，他声音有一丝沙哑道：“我和赵姑娘自幼定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沈某年少就出门求学，与赵姑娘毫无感情。”沈琦知道他这么说太对不起赵绵绵，可是通天路似乎比他想象中的长，比前世难走。翰林院众人有意无意的排挤，恶臭的猫儿胡同，每天2碗的馄饨都让他不适应。他相信他的绵绵能理解他的，他可以娶她做贵妾，给他更好的生活。而我虽然傲慢一些，善妒一些，可很好拿捏。他的爹娘和哥嫂马上就要入京了，猫胡同住不下那么多人，夏季闷热难忍，冬季寒冷入骨。大嫂和二嫂常年劳作，身体不好，他还需要一辆马车。深思熟虑后，沈琦打算走上一世的老路。虽然委屈了赵绵绵，不等我说话，沈琦苦笑一声：“沈某告辞，还要去书斋送抄写的书籍。”赵姑娘看上2朵珠花，沈某囊中羞涩，无奈心酸，郁郁不得志，都在沈琦脸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无端生出几分心疼。上一世他将赵绵绵放在心底40年，死后还要与赵绵绵合葬，将我的脸面放在地上踩，让我成为京中所有人茶余饭后的笑料。今天却能说出这种话，上一世我却爱这种人爱了一生。我内心冷笑，又故作羞怯道：“难为沈状元了，赵姑娘太不知事了。只是表哥出门办差，何时归来，绵绵也不知晓。等表哥归来，再怎么样。”我假意害羞，没有说出口。很快与秦楼约定的10日期限已到，我让4哥柳泽恩带着我修复好的棋盘交给秦楼。秦楼拱手道：“柳兄替我多谢柳小姐。”柳泽恩急忙还礼，
秦大人客气客气。秦某虚长柳兄几岁？柳兄叫我秦兄便好，同在翰林院，无需客气。秦楼知道柳泽恩在翰林院只是暂时的，柳泽恩知道秦楼只是怕麻烦，要不然早一飞冲天了。两个人你好我好，一起进了翰林院。沈琦看着相谈甚欢的两人，踌躇之后便迎了两人走去，拱手道：“秦兄，柳兄。”秦楼站直身子，笑意收敛。沈编修可是来还本官棋子的。金会府的掌柜的说沈修边一直未去送银子，沈琦只觉羞愤欲死，撑着身子道：“沈某最近囊中羞涩，请秦兄宽恕几日。”秦楼面上浅笑，在翰林院我为从五品侍读学士，请沈修边尊称本官一声秦大人。是，秦大人。沈琦有几分咬牙切齿的味道。柳泽恩起身，不打扰秦兄了，弟弟我还有一本古籍没有整理好，上面催得急，回见。什么上面催得急？不愿意看到沈琦的托辞罢了。不知沈编修有何事？秦楼疾步走到自己办公的案边，把棋盘小心翼翼地放好，看沈琦满脸不悦地跟在后面，秦楼的好心情也一扫而空，吩咐小厮道：“把我刚得的金山石鱼给柳大人送去一些。”是，少爷。还有些雨前龙井也一并送去吧。小厮嬉笑着接话道。秦楼摆摆手：“你看着办吧。”被无视的沈琦咳嗽一声：“沈修边可有事？”秦楼的脸又冷上一分。秦兄，秦楼皱起眉，厉声道：“沈状元年纪轻轻，记性如此不好，能否胜任修边这份职务？”秦大人，沈琦咬牙道：“有事。”沈琦拿出一份折子，放在秦楼的桌上，这是下官的一些捉践，希望秦大人可以呈到御前。秦楼分茶叶的手一顿，差点脱口而出：“我欠你的。”秦楼似笑非笑，沈琦神情高傲，拱手道：“秦大人可以看看，告辞。”不等秦楼拒绝，沈琦就出去了。秦楼是个慕强的，沈琦相信只要秦楼看了他奏折，一定会对他另眼相看，他们之间的误会也会迎刃而解。沈琦走后，秦楼拿起奏折，小厮推门进来：“少爷，你说柳小姐怎么修复好棋子的？世上怎么会有这么手巧的女郎君呢？小的怎么也看不出来哪几颗是修复过的。”秦楼接过小厮手中的棋子，对着阳光照了照：“走去金会府。少爷，你先去马车上，我把茶给柳大人送过去。”秦楼起身，拿起棋盘出门。小厮拿起沈琦的奏折，顺手扔进了烧红的炭炉里。沈琦带着他娘在尚书府门口急红了眼，我装作没看见，只专心的清点送聘清单。今日是四哥给安宁郡主下聘的日子，金银玉器、绫罗绸缎，零零总总88台聘礼。哎呦，俺的娘嘞，这么长的队伍得装多少好东西啊，比县太爷娶儿媳妇还阔绰嘞。老三啊，这是谁家呀？沈琦没有说话，上一世我的嫁妆比这还多。明面上整整108台嫁妆塞得满满当当，床是金丝楠木的，家具都是清一水的红木，摆件不是和田玉就是红珊瑚。在婚前我爹还送了他一套宅子，让他觉得自己是个赘婿。三娃，你看门口那小姑娘长得跟绵绵有点像。老太太拽拽沈琦，人群里沈琦的大嫂盯着我的头面，咽咽唾沫。娘，你没听人说那是柳尚书家的小姐吗？乖乖啊，这么好看的首饰，要是俺的就好了。沈琦的娘搓搓手，三娃，这尚书府的小姐成亲没有啊？都是当官的，你去给人家打个招呼啊。沈琦的娘从后面推着沈琦，让我儿子是状元。沈琦眉头一皱，不动声色地跟沈母拉开距离。谁呀？踩老婆子的鞋，不得好死。招娣，你看看谁踩你老娘的鞋？老太太蹲下身，提上鞋，回头恶狠狠地瞪着后面的人。我儿子是状元，小心我让他把你们都抓起来。有人嘲讽道：“你儿子是状元，我儿子还是尚书呢。”老太太听着众人的嘲讽，几步窜到沈琦身后，把沈琦推到人前。沈琦一身洗得发黄的长衫，却难掩风华，他确实长得好看。走马游街过去几个月，还是有人记得这张脸的。沈状元，沈状元也来看柳探花送聘礼呀。沈状元何时成亲？沈状元是状元，聘礼肯定比柳探花多吧？你们看沈状元旁边的要饭婆。众人看着沈琦旁边的老太太，一身灰蓝色衣裳，头发花白黑黄的皮肤，额头上的皱纹清晰可见。刚才他叫沈状元儿子，沈状元的亲妈，一个老婆子有啥可笑的？这是第多少台了？第32台了，不愧是柳尚书府啊！哎呦呦，这得多少好东西啊！三娃，这尚书府的人你认识不？你和他谁官大？沈母拉着沈琦又问。有人听见沈母的话，嗤笑一声，要是绵绵也有这么多嫁妆就好喽，在京城买什么样的宅子买不到啊？是不是招娣？沈母拽拽大儿媳妇李招娣，李招娣点着脚，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头上的红宝石头面。娘啊，你说那个女娃头上戴的是啥？在日头下咋还一闪一闪的嘞？镶的是金子不？沈琦的目光不受控制地看向尚书府门口的我，是红宝石，若是大嫂喜欢，以后都会有的。啥是红宝石啊？在土里刨食的李招娣别说见了，听都没听过。村长的媳妇有一只包金的钗子，平日里都舍不得带出来。李招娣搓搓手，三弟呀，真给我买呀，不枉我对你最好了。沈琦看着长长的送聘礼队伍，放心吧，嫂子，以后都是你的。沈家人和赵绵绵的爹娘一起来了京城，猫胡同的2间房便不够住了。赵绵绵的爹赵福以为准女婿和女儿在京城过着呼奴唤婢的日子，像他们县里的县官一样住在大宅子里。此次上京，他特意卖了家中铺子和良田，打算在京城养老了。哪知状元女婿是翰林院修编，翰林院编的俸禄每个月15两银，
赵福肠子都悔青了，后悔卖掉了铺子和良田，后悔贸然来京城了，无奈只能自己出银子，180两在清水街上租了一个小茶楼，后面带着2间房能住人。赵绵绵想邀请沈母沈父一起居住，可是看见他老爹的黑脸，便不敢说话了。沈家众人在猫胡同住了下来，男子一间，女子一间，铺了稻草睡在地上。三娃呀，你花那么多银子读书，1个月就15两银子啊？沈父耷拉着脸坐在门槛上，啥？三叔1个月能赚15两银子呢？那三叔能不能带我们去酒楼吃饭？沈记咽咽口水，沈母站起身，拿着扫把抽了过去，吃吃吃，就知道吃，你是饿死鬼脱生啊！沈记在他奶拿扫把的时候，就窜了出去，躲在沈琦身后。李招娣，管管你生的赔钱货。李招娣瘫坐在地上，娘，别说孩子了，俺也饿了。来了这2天，天天吃不饱，还不如在老家不出来了，考个状元有啥子用嘞？还不如留在乡里。二儿媳妇钱果二嘟囔着。沈老二脱下布鞋，拿在手里就要抽钱果，你个臭婆娘，再说俺弟弟俺打死你！钱果一个转身，躲在沈记身后。老三，嫂子没有别的意思，那句话咋说的啦？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倒炕。二嫂信你能光宗耀祖。昏暗的油灯，嘈杂的院子，沈琦脑子里不由自主地怀念起上一世。上一世沈家众人并没有急忙来京，而是在他成亲的时候才来，直接搬进了他3进的院子。闲暇时还会去京郊的庄子上居住。府里的厨子是天香楼的厨子，1日3餐茶水点心一样不落。沈一人在抠鼻屎，抠完的鼻屎搓成球，啪弹了出去。沈琦愣住了，他没见过这样的沈一人。他印象中的沈一人是京中贵女，一言一行皆是典范，未语先笑，规矩极好，还被圣上夸过。这样的沈一人让他接受不了，大喊一声沈一人。屋子里众人面面相觑。沈母出声道：三娃，谁是沈一人啊？坐在稻草上抠鼻屎的小姑娘看见他三叔正看着她，双手在短褂上蹭了蹭，露出一个讨好的笑。三叔，你看俺干啥呀？沈母一拍桌子，你三叔看你是你的福气。小贱蹄子站起来。抠鼻屎的小姑娘哆哆嗦嗦站起来，露出一个讨好的笑容。这样的沈一人让沈琦熟悉又陌生，沈琦瞳孔一缩，眉宇间皆是厌恶，转过头不再看。我出去走走。咕噜噜，不知道是谁的肚子。李招娣搓搓手，讨好的一笑。他三叔是不是有人请你吃饭？你带上大嫂呗。沈老大抬起手，做事要打。你个上不得台面的臭婆娘，你去做什么？别给俺弟丢人。见沈琦没阻止，沈老大悻悻地放下手，去吃饭吧。沈琦也的确饿了，去哪里吃啊？三叔，俺还没吃过京城里的饭菜嘞。沈记搓着手，去天香楼。沈琦眼眸闪烁，天香楼里烛火通明，犹如白昼。几位客官，里面请。小二看清沈琦，热情道：哎呦，沈状元啊！沈状元里面请，天字1号。沈琦脱口而出，听到天字1号，小二低垂着头，掩盖住眼底的鄙视。天字1号有最低消费的，要100两以上，还必须是4品以上官员才能预定的。呵，一个翰林院修编，还想去天字1号，心里不细，嘴上却惋惜道：哎呦，沈状元不巧，天字1号今有客人预定了。沈状元下次派来人通知小的一声，小的一定给您留。沈琦点点头，找个清静点的房。好嘞，地字3号，楼上请沈状元。小二伸出手。沈琦听见地字，眼里闪过不悦，想到如今的情况，又安慰自己都是暂时的，只要他娶了柳绵绵，回到正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沈家众人还没见过如此气派的酒楼，他们身上的穿着和酒楼格格不入，一时间有些局促。沈母拽着沈琦的衣袖，老三，咱们吃点馄饨就行，这得多少钱啊？沈母的小心翼翼让沈琦有些心疼，不由放慢了语气，娘，都是咱家的，你喜欢就常来。小二假装没听见，引着众人上了楼。八宝鸡、松香肘子、糖醋鱼、蟹粉狮子头、荷包里脊、香酥鸭、爆炒凤舌、烧鹿筋、老母鸡汤，好家伙，都是肉菜，也不怕腻得慌。小二贴心地问道：沈状元不要素菜吗？今日新来的藕不错，清脆又爽口。沈琦看向自己的爹娘，沈父沈母一起摇头，不要不要。沈家众人点头，表示不要素菜，肚子都没有水，根本腻不住。主食要碧梗饭、荷叶饼。沈琦如数家珍。好嘞，沈状元，沈老爷夫人稍等片刻。小二出了门，沈母扬起下巴，对着2个儿媳妇道：看看，还得是老三，老娘要是指望你们这帮赔钱货，这辈子都吃不起酒楼。李招娣笑道：那是嘞，自从我嫁到沈家，俺就知道老三就是文曲星下凡尘。那戏文里都说嘞，中状元娶公主，我们三叔就差娶个公主嘞。钱果献媚道：我们三叔神仙一样的人，别说公主了，就是神仙妃子也娶得。闭嘴吧，老三是有婚约的人。沈父拍拍桌子：老三，你年纪也不小了，现在也算是功成名就了，把婚事办了吧。沈琦目光深沉，再等等吧。沈家众人出来的时候，掌柜算盘打得啪啪响。沈状元，沈老夫人，沈老爷吃好了，呈汇183两银子。沈母嘴角油光锃亮，惊呼一声：什么？龙肝凤髓吗？100多两银子。掌柜虽脸上带着笑，语气却明显冷了几分。沈老夫人，我们天香楼是京城的老字号，价格一向公道，童叟无欺。不信你问问这大堂的食客。有人哄笑道：老太太吃不起就别吃，就是嫌贵就少点2道菜，180多两，吃的可真不少啊。没钱还点那么多，吃霸王餐的呗。角落里2名带刀的食客站起身，谁吃霸王餐？巡捕在此，
沈母看见两人腰间的刀，往后缩了缩。掌柜的，记账。沈琦面沉如水。沈状元，概不赊账。掌柜的脸色微变，沈琦也冷了脸。翰林学士张栋、礼部尚书孙曙皆能记账。掌柜的眯起眼睛，这两位大人记账的事，一般人都不知道，为何新科状元沈琦知道？沈琦又道：沈某同柳兄交情匪浅，常入柳府。掌柜恍然大悟，随即又变了脸色。这两位大人记账，四少爷也不知道啊，只有夫人老爷同五小姐知晓。掌柜的看向沈琦的脸，难道这是要做柳家的乘龙快婿了？掌柜的眯眯着眼笑起来。沈状元签个名。沈家众人飘飘忽忽走出天香楼，打着饱嗝。沈记搓搓手，靠近沈琦：三叔，明天咱们还能来吃吗？若是想，便来吧。沈琦满心的愧疚，对赵绵绵的愧疚。爹娘，你们回去吧，我去走走。沈母吃得太饱，困意上来了，早就想回去。沈琦打着酒嗝，鬼使神差的走到朱雀大街，他前世的院子。夜晚的街道格外宁静，朱雀大街的宅子里面都住着贵人。前世虽有一些屈辱，沈琦也极其喜欢这个院子。院子里泰山奇石，荷花池里面养着名贵的锦鲤。院子里随便一件家具都是柳尚书精心准备的，里面规矩森严，仆人也得力。爹娘来了京城后，里面多了许多欢声笑语，慢慢的开始住不下。柳绵绵又把相近的宅子买下来，两个宅子扩在一起，就是沈府。沈琦摸着朱红色的大门，此刻大门上还没有牌匾。沈琦告诉自己再等等，只要再娶了柳绵绵，很快他还是这里的主人。只是同赵家的婚书有些麻烦，赵绵绵一心为他，一定会理解的。做贵妾并不委屈他。吱嘎一声，大门从里面被打开，沈琦的手还来不及收回。谢凌渊，你怎么会在这？什么人？一把钢刀架在沈琦的脖子上，沈琦来不及思考，脱口出：求酒。求酒眼中杀意尽显，仿佛只要呼吸间，沈琦人头落地。谢凌渊轻咳一声：沈状元，你怎么会出现在此？求酒收回了手中的刀。谢三皇子为何出现在此？沈琦看着朱红色的大门道，语气中带着质问。求酒听见沈琦的语气，要再次抽出刀。谢凌渊按住求酒拔刀的手。沈状元，这是我母妃的嫁妆宅子，本皇子为何不能在？什么？这下吃惊的变成沈琦，他从不知这宅子是三皇子的。沈琦皱着眉，莫非上一世这宅子是三皇子送给柳尚书的，然后借柳尚书之手送给自己？难道这个时候三皇子已经注意到自己了？果然，三皇子是自己的伯乐。沈琦自信的笑道：不知三殿下可有时间一叙？沈某与三皇子一见如故。谢凌渊看着天色还早，料想他舅父应该还没睡，请进。沈状元。谢凌渊转身回到宅子里，中书沏一壶茶。黑暗中有个苍老的声音哎了一声，两名面无表情的仆人点亮了屋子里的烛火。谢凌渊沉默片刻，不知道这位毫无敬畏之心的沈状元要说什么。喝茶。沈琦端起茶杯，茶水入喉让他愣了一下，不是他喜欢的君山银针，上一世御书房里常年备着他爱喝的茶。沈状元，茶水可还能入口？谢凌渊看着沈琦皱着的眉，问道。沈某独爱君山银针。沈琦语气熟稔。谢凌渊微微一愣，随即笑道：哈哈，沈状元真是性情中人，沈状元见谅。这宅子久不住人，没有被沈状元爱喝的君山银针。沈琦摇头，无妨，下次喝也是一样的。不知三皇子对当今局势可有想法？沈某觉得只有三皇子可继承大统。谢凌渊呼吸停滞，坐直身子。沈状元，我大哥是嫡市长，理应继承大统，本王只想做一个闲散王爷，从未想过那个位置。沈琦恨铁不成钢，上一世就是如此。谢凌渊这人对什么都是淡淡的，当皇帝也是。沈琦低声道：沈某知道大皇子的错处，可知大皇子死地？谢凌渊的目光从沈琦脸上移至手边的白釉青花茶杯上。哦。沈状元说笑了，大哥一向君子端方，能有何错？还是致死的错误。大皇子的错处是沈琦重生后最大的筹码，此处不便深说，日后定然告知。谢凌渊垂眸端起茶杯，这沈状元是在向他要身份。撇开大皇兄不谈，二皇兄风神俊朗，很得父皇喜爱。本王成婚多年无子，恐怕要让沈状元失望了。无妨，宗室孩童甚多，过继一个聪慧之子便可。哦，沈状元可有人选？谢凌渊似笑非笑，人选当然有。上一世的小皇帝就不错，对他这个首辅的话言听计从，可惜此时此刻还未出生，日后总会有的。三皇子无需着急。谢凌渊黑了脸，举杯送客。今日天色渐晚，就不久留沈状元了，免得沈状元娇妻独守空房。烛光不亮，沈琦并未看见谢凌渊黑脸，他打量着屋里的一桌一凳，面露怀念道：沈某还未娶妻。转念想起柳绵绵对他的痴迷，又道：不过也快了。第二日，册封我为三皇子谢凌渊侧妃的圣旨送到了尚书府。大皇子妃曹氏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大皇子只要不娶我，娶谁都好。柳家的家事打不得骂不得，立规矩更是不可能，搞不好正妻的位置都得挪给人家。二皇子妃周氏无所谓，就算我成了二皇子侧妃，他也无所谓，反正二皇子只喜欢后院那帮兔爷，多个姐妹还能打马吊。三皇子妃王氏的天没他，柳青儿的天他了。他买通芍药给我看才子佳人的话本子，让芍药在我耳边吹新科状元多么英俊有才气，我居然没嫁给沈琦。尚书府四少爷的婚事仓促中带着一丝着急，着急中又不失隆重，而媳妇的108台嫁妆丝毫没让我爹高兴起来。他自言自语道：等绵绵出嫁也给他准备108台嫁妆。张姨娘瞪大双眼：啥？表哥，我们青儿出嫁才36台嫁妆，都是侧妃，凭什么柳绵绵就有108台嫁妆？我娘摔了一个茶杯，厉声道：凭什么？就凭老娘带着88台嫁妆嫁进来，就凭你背着一个破布包走进来的。我家绵绵的嫁妆，我从她出生就攒着的。你家柳青儿呢？要不是看在老爷的面子上，你姑娘屁都没有。我走到前院，看见四哥骑着高头大马，
一身红色喜服，俊美非凡。四哥冲我道：“你等着，哥哥把你的好姐妹带回来，日后就有人同你玩了。”看着娶亲的队伍浩浩荡荡的出门，我的眼睛也湿润了。上一世四哥同崔氏貌合神离，两个人弄得府上鸡飞狗跳。这一世四哥娶了爱慕他的安宁，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结局吧。这时身后有个婆子过来跟我低声道：“小姐，曾经跟四少爷交好的沈状元来贺喜。”他不知道为什么走到了后院，我皱着眉道：“吞吞吐吐像什么样子？”赶紧说。管事婆子低着头：“小姐，沈状元和茉莉一起掉荷花池里了。”他旁边站着的婆子翻个白眼：“老姐姐，你怎么说话大喘气啊？你让开，我跟大小姐说。”那婆子挤上前道：“小姐，沈状元和茉莉被拉上来的时候还抱在一起，茉莉那件蹄子穿得凉快，身上若隐若现的。”又低声道：“老奴听着。”沈状元闭着眼睛喊绵绵。第二个茉莉穿的是粉红色的皎月纱襦裙，老奴瞧着是小姐从前赏赐给她的那件。老奴刚才看见茉莉，也险些认成小姐。听说沈琦和我的丫鬟茉莉一起落入水中，我赶回了院内。茉莉红着脸道：“小姐，奴婢就是在荷花池边走，不知怎么就脚下一滑掉下池塘里，后来被沈状元救了。”我冷哼一声：“今日四哥娶亲，如此重要的日子，你不在院子里听候母亲差遣，为什么在荷花池边？”茉莉抬头看我，眼里满是不解。我为何不问沈琦为什么救她？我知她一直不安分，便指着跪在地上的茉莉道：“柳瑞家的，让茉莉的爹娘来一趟，把她带回去，还有把她哥哥也一并带走。我们柳家不用被主的奴才。”茉莉的爹娘在我母亲陪嫁的庄子上做事，两个人还算老实本分，我母亲就恩典茉莉做我院里的丫鬟，让他们的儿子管着后门的差事。茉莉解下腰间的汗巾，急忙大叫：“小姐，我已经是沈状元的人了，你不能这么对我。我要不是重生的，就真信了。你这瞎话说的真是情真意切呀。”沈琦有未婚妻，他对赵绵绵是一心一意的，至死不渝。上一世他那自私的爱，可是成全了他自己，恶心了我。茉莉脸上的红晕未退，是真的。沈状元说，只要事成之后，就许我做贵妾。什么事成？我有种不好的预感。茉莉抬起头，凄凄哀哀道：“沈状元说，倾心于小姐，想要退掉亲事，上门求娶小姐。怎奈赵绵绵以死相逼，一时又退不掉亲事，这一耽搁，小姐就被赐婚给三皇子做侧妃了。沈状元于心不忍，想来看看小姐。放屁！你个小贱蹄子，还往小姐身上攀扯，我看你是不想活了。”柳瑞家的婆娘一脚把茉莉踹倒在地。小姐，奴婢说的都是实话呀。茉莉爬起身哭道。我挑眉问道：“是你哥哥给他开的后门？”茉莉抖了抖，低声道：“是奴婢支开了哥哥，他不知道的。”柳瑞家的气得要死，这么脏的事还敢拿到小姐面前说，气得他抓着茉莉的脖领子：“小姐，这小贱蹄子是说谎吧？沈状元为何不从前门走，要从后门进？老奴看就是他在瞎胡说。”茉莉摇着头辩解：“因为今个是四少爷成亲的日子，从前门进要随礼。”这番话惊得屋里众人目瞪口呆。我站起身，走到茉莉身前，冷笑道：“他进门想做什么？想毁我清白，好让我只能嫁给他。”茉莉瞪大双眼，摇头道：“不是的，不是的。沈状元让奴婢带你去荷花池边，他想和小姐说说话。他说如果小姐愿意嫁给三皇子，他就祝你幸福；如果小姐不愿意嫁给三皇子，他就拼着一条命向皇上求娶小姐。”小姐，沈状元对您是真心的。我有些无语，上辈子自己身边都是些什么蠢货，难怪上辈子高高在上的身份，却忍气吞声活一辈子。4个大丫鬟，一个爬床，一个蠢货，2个窝囊懦弱。啪！海棠抡圆胳膊，一个大嘴巴扇了下去。茉莉吐出一口血。秋月和秋霜默默往后退一步。海棠太吓人了。海棠背过去，一副高人模样，不知所谓，再敢和外人一起打小姐主意，我废了你。此时秋月和秋霜知道为什么海棠突然被小姐提拔成大丫鬟了。从茉莉断断续续的描述中，我得知茉莉听从了沈琦的话，去找我，在后院找了一圈无果，便去了前院，看见我同一位大人在说话，好像一时半会也说不完。茉莉又不敢上前打扰，只能回后院告诉沈琦。前院宾客繁多，有个小丫头不小心撞到茉莉身上，茶水洒她一身，茉莉只好回去换了衣裳，想着沈琦俊朗的面容，她鬼使神差的换上了我赏赐的粉色皎月纱襦裙，没想到沈琦把远处的茉莉认成了我，直接冲她扑了过去，2个人抱着掉进了荷花池里。荷花池里有这些年我父亲收藏的各种石头，沈琦一入水撞到石头上就晕了也不曾放手，嘴里嘟囔着绵绵绵绵。茉莉更是莫名就被他这样的深情给吸引住了。小姐，沈状元是真的喜欢你啊，三皇子已经娶妻了，你又何必去趟浑水？啪！海棠抡圆胳膊又来了一巴掌，还敢教唆小姐？小姐放着好好的侧妃不当，上一个破落户家吃苦去。小姐是嫁人，不是扶贫，三皇子府里怎么了？谁敢让小姐受委屈？是那没家世的王妃，还是不得宠的二小姐有那个胆子？借他们800个胆子，他们也不敢。你还敢劝说小姐抗旨？你有几百个脑袋？我眯了眯眼，冷笑道：“柳瑞家的，你去看看沈状元行了没有？既然他喜欢茉莉，我也不好夺人所爱，把茉莉的身契一块给沈状元送去。只是今日是四哥娶亲的大喜日子，就不要声张了。再者，沈状元身子不好，就不勉强沈状元留下做客了。”只见茉莉虽肿着脸，眼里却异常兴奋。外面锣鼓喧天，谢安宁的花轿到了门口，吵吵嚷嚷，好一派热闹景象。沈琦和茉莉一起被尚书府的人送回了猫胡同。沈琦醒来，天已渐黑，一屋子的人围着沈琦，静默无声，偶尔还有几声咕咕叫的声音。沈琦睁开眼，看见一张红肿的脸，硬是没认出来是谁。再看看他身上的衣裳，出声问道：“绵绵。”沈母扶起沈琦：“什么绵绵？三娃，你这是喝烧刀子了？绵绵在茶楼呢。奴婢，我是茉莉。”茉莉耳朵微红。茉莉，
沈琪皱着眉，茉莉脸色更红。相公还记得我的名字？看沈琪醒来毫无大碍，沈记揉揉肚子，讨好的笑道：“小叔，我饿了，饿了就去用膳，不用等我。”沈琪揉揉眉心，小叔，天香楼的掌柜不让我们进去吃饭，提你的名字也不行。怎么会呢？沈琪看着茉莉的衣服，若有所思地问道：“你为何会在这里？”茉莉咬着唇，她不想让沈琪知道自己被尚书府厌弃了，便道：“小姐无以回报沈状元的恩情，便让茉莉常伴沈状元身边。”这样拙劣的说辞，沈琪信了，毕竟上一世我爱他入骨。砰砰砰，大门被敲响，柳瑞家的走进门，皱了下眉。一间屋子挤了10来口人，就是刘府的柴房也比这松快。柳瑞家的身上穿着细布衣裳，干净整洁，头上戴着金包银的钗子。沈家人有些不知所措。今日四少爷成婚，府里给下人也赐了酒席。柳瑞家的着急回去吃酒，他拿出一张纸放在桌上，道：“沈大人，这是茉莉的卖身契，您收好，祝你和茉莉百年好合。茉莉，卖身契已经放还给你了，以后不许说是尚书府的人，还有你爹娘让我告诉你，今后同你再无瓜葛。”说完，不等众人反应，柳瑞家的抬脚就飞奔出门，边走边喊：“老头子，快赶车回去，要不没好菜了。这猫胡同真不是人住的地方，满院的泥巴。”沈琪听出了不对劲，坐起身子冷然地问道：“茉莉，到底怎么回事？”茉莉垂头道：“沈状元突然扑过来，我同沈状元一同掉入水里，清白已经不在了，小姐便归还奴婢的身契，让奴婢与沈状元一同回来了。你这脸怎么回事？”沈琪皱着眉：“我自己打的，无以回报小姐的恩情，羞愧难当，便打了自己2巴掌，以报答小姐的恩情。”茉莉越说越顺，自己都要相信了。沈琪也信了，毕竟上辈子茉莉从未欺骗过他，还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只不过他不能认回。沈琪面露愁容，当初在尚书府不说有未婚妻就好了，可是木已成舟，他打算明日找谢灵渊谈一谈。他敢确定我和谢灵渊之间只有亲情，没有爱，只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谢灵渊会主动放手。李招娣搓着手道：“老三，嫂子饿了，天香楼把我们撵出来了，要不你去说说，你怎么跟沈状元说话的？你要自称奴婢。”茉莉看着李招娣身上的补丁道。李招娣看着茉莉身上的皎月纱，再看看自己的破布衣，气不打一处来，喊道：“什么奴婢？我可是状元的大嫂。老三，你说话。”沈琪皱眉训斥道：“茉莉，道歉，这是大夫人。”茉莉想过沈状元家贫，没想过这么贫。对不起，大夫人。茉莉安慰自己，沈状元有才华又玉树兰枝，这样的人终有一天能出人头地，一飞冲天，就像他们老爷一样，到时候他就是夫人。我饿了，你怀里抱了什么东西？有没有吃的？拿来给我吃。沈照伸出手，茉莉紧紧抱住包袱，没有吃的，几件衣服。沈母看着茉莉身上的衣服料子，是她没见过的好料子，尚书府小姐的贴身丫鬟，万一尚书府的小姐还念旧情呢？别再得罪贵人。便道：“姑娘你别怕，小孩子就是饿了，没有恶意的。他小叔，要不你带俺们去天香楼呗？”李招娣搓着手，你看孩子饿了，你平日里最疼这几个孩子了，对不？沈家众人和茉莉来到天香楼，天香楼里灯火辉煌，今个是东家少爷大喜的日子。天香楼居然没有人，门口停着一排排的马车。快快，香酥鸭、八宝鸡做好了吗？现在就装车。五香豆皮、凉菜装老刘头马车上，众人热火朝天，一趟趟的往尚书府送菜。掌柜的头也没抬，客官请回吧。今个东家有喜，天香楼不对外开放。奶，我想吃香酥鸭。沈照哇哇叫。掌柜的听见熟悉的声音，抬起头，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沈状元一家呀。沈状元可是来还钱的。掌柜的拿出账本，呈汇1752两。什么1000多两？1000多两可以买一个3进的宅子了。买你这个店都够了，你个胖子讹人啊！沈老太太惊呼出声，那是你们老家，在京城1000两银子2进的宅子都买不到。老太太，我们这个地段，这个店没有万余两下不来。掌柜的嘿嘿笑2声。不过话说回来，沈家众人只当沈琪在天香楼吃饭不用银子，便天天顿顿天香楼。来了这些时日，他们都吃胖了，一下就吃出1000余两银子。要知道翰林院学士张栋1个月也只敢来一次天香楼，没有背景的官员都是拿月份过日子的，谁敢瞎话？像沈状元这种庶民出身的，更是低调行事，恨不得一个铜板掰成2瓣花。掌柜的原以为沈琪是寒门，结果比寒门还低，是庶民。听到掌柜的话，众人都变了脸色，只有沈状元面不改色心不跳，毕竟上一世经他手的银钱都是以几十万两为单位的，他小厮兜里的银票都有1800两了，这1000多两沈琪没放在心上，沈琪的意识还停留在这都是自家产业，吃饭用什么钱？这份从容的气度让茉莉更加着迷。沈琪抬腿就走，茉莉，你跟掌柜的说。沈家众人跟着沈琪离开，大喜的日子，掌柜的也没让人拦着，留下茉莉一个人呆愣在原地。掌柜的认识茉莉，准确的说，认识大小姐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主子说了，天香楼以后是大小姐的陪嫁，连他也是。茉莉姑娘，今个府里忙着，你不在大小姐身边伺候，怎么跑这来了？还跟沈状元一起过来的。小姐让我跟在沈状元身边。什么？掌柜怀疑自己耳被听错了。沈状元，茉莉刚想说沈状元对小姐一往情深，小姐无以回报，让他跟在沈状元身边。看着掌柜吃人的眼神，又诺诺道：“今日沈状元救了奴婢，奴婢哦，知道了，那就是以后跟尚书府没关系了呗。早说啊！”掌柜的懒得搭理他，又自顾自安排起装盘。茉莉悻悻然出了天香楼的大门，沈家众人等在路口。茉莉看见沈琪的一瞬间，眼泪不受控制地落下来。安宁郡主虽是长公主之女，却也是北国太子之女，身份很是尴尬。可如今是柳家的儿媳妇，柳家护短最出名，母亲为了给儿媳妇做脸，让父亲邀请了所有同僚。三娃，那个尚书府有酒席，咱们去吃席呀。是啊，
老三你们同朝为官，咱们去吃席吧。三叔，我看见好多香酥鸭往那个方向走了。三叔，要不咱们也去吧？咱们村里办喜事，家家户户都去的。沈琦不想去，回头看见满脸泪的茉莉，气不打一处来。你哭哭啼啼的做什么？茉莉张张嘴还没说话，肚子先叫了起来。沈家人听见，肚子更饿了。这次来京城，沈老太太是带着钱的，而且卖掉了家里的牛，零零总总这些年家里攒下的不到300两。以前沈琦也会抄书补贴家用，沈老太太记不大清楚沈琦从什么时候开始再没给过她家用，好像是从赵绵绵上香走丢之后，自己的儿子不会错，错的一定是赵绵绵，一定是那丫头教唆的。沈老太太恨恨地想，老三，娘手上的钱也不多了，你这些年拜先生读书买纸笔都是钱，你哥嫂都是实在人，你花家里那么多银子，他们也没说啥，总不能因为那掌柜的瞎算账伤了和气。沈琦看着他老娘蓝灰色的破布衫，有些心疼，暗暗发誓，等回到正轨，让他们都过上上一世的生活。娘，我没生气，1000多两而已，你别担心，走吧，我带你们去用膳。沈家众人出现在尚书府门口，隐隐约约还能听见后院戏台子的声音，唱的是梨园有名的曲目报四喜，讲的是寒门学子金榜题名，洞房花烛，早生贵子，步步高升的故事。小厮看见门口的众人，面露惊讶，沈状元怎么才来？已经开席了，家中有事，耽搁了。沈琦不愿多说，小厮伸出手，沈状元，请把请帖给小的看看。茉莉站在沈家众人之后，怕小厮看见他，小厮眼睛一扫，哟呵，茉莉姑娘也在呀，听说姑娘跟了沈状元，真是恭喜了，以后就是状元夫人了。听着小厮嘲讽的话，茉莉咬着唇，心里暗暗发誓会活得比任何人好，等沈琦以后给他请封诰命。沈琦却在此时厉声道，胡说什么，我怎么可能娶一个贱婢？接上集，今日我四哥娶亲，沈琦带着他的父母兄嫂侄子侄女来尚书府吃席，门口小厮似笑非笑，招招手，礼官给沈状元记录上，日后老爷好还礼。听到居然要随礼，沈老太太看看沈琦，肉疼的从身上摸出1两银子。沈状元沈琦随礼1两银子，礼官高声唱道，礼官的声音隐隐有盖过后院唱戏的咿咿呀呀声。门口的小厮很有涵养，都背过身偷偷笑。沈琦羞愤难当，拿过礼官的笔，在红纸上一气呵成写下几个大字。礼官一愣，唱道，外加4个大字，生死相随。我脚下一顿，生死相随，上一世安宁不到20就香消玉殒了。重生的沈琦不可能不知道，沈琦这是故意的，想让我四哥也不得好死。我身边的李月薇气愤道，谁会在大喜的日子又说生又说死的？我要出去看看，哪个臭不要脸的敢闹到这来了。我拦住李月薇，你不是要去看新娘子吗？咱们走吧。是呢，今日是安宁大喜的日子，我招来海棠，耳语了几句，便同李月薇去了婚房。谢灵渊皱着眉问，裘九，门口是谁？这么不会说话，既然不会说话，舌头也无用了。裘九自幼习武，听力过人，听见谢灵渊的问话，一副看好戏的口吻道，新科状元沈琦。谢灵渊一个纵身跳到了院里的树上，裘九也轻轻一跃，站在了他身边。谢灵渊低声道，裘九，你说沈琦是什么样的人？他有许多秘密，还知道许多人的秘密，真让人好奇呀。上一世沈琦的墨宝一幅值1000两，几个字龙飞凤舞，很有大家风范。茉莉抬头看着沈琦，既心痛又崇拜，心痛沈琦叫他贱婢，崇拜沈琦的才学。扔下笔，沈琦对着身后的沈家众人道，走吧。小厮再次伸手拦住，看着沈琦身后的众人道，沈状元，仆人不可入席。沈琦黑着脸，眼如利剑，放肆，他们是我的家人。礼官大声喊道，翰林院7品修编沈琦及其父母家人10余位，随礼1两银子和4个字。此时海棠从门口出来，小厮一看来人，赶紧躬身行礼，哟，海棠姑娘，你怎地出来了？海棠笑道，厨房里给当差的几位哥哥留了酒席，一会儿闲暇了就去吃吧。小厮点头哈腰，谢海棠姑娘，还想着咱们几个。茉莉有几分酸楚，摸到脸上的疼，又有几分愤恨。海棠看见门口的众人，说道，大夫人说这深更半夜的也无人来贺喜了，让你们关了大门，别扰了这四邻八方的。说完话，海棠看都没看茉莉，转身就走了。礼官迅速收拾好笔墨，拿红纸一裹，进了门里。小厮一拍大腿，喊了一声，沈状元，请。沈琦面沉如水，不自觉喊了一声，五粮。惊得树上的裘九差点没掉下来。小厮一愣，摸摸脑袋，小人叫狗子，不叫五粮。谢灵渊似笑非笑，他连五粮都知道，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沈琦周身冰冷，他终于意识到没有我，他都进不去尚书府的大门。小厮摸摸鼻子，沈状元，你还进去不？一会散席了。沈琦冷冷地看着门口的石狮子，转身就走。沈老太太等人还想进门吃香酥鸭呢，看见沈琦走了，沈老太太冲到小厮面前，搓着手道，小哥你看，俺们这席面也没吃上，你能不能把银子还给我这个老太太？小厮一愣，沈老太太以为他是不想还，立马变脸道，你要是不还，俺就让俺儿子抓你去见官。茉莉看了一眼老太太，转身跟上沈琦。沈家众人等在门口，那是1两银子啊，能吃多少碗馄饨啊？小厮呆愣过后，从身上掏出1两银子，给我们尚书府不差你家1两银子。沈老太太拿到银子，心满意足，转头又道，我儿子是状元，他的字在书局也值1两银子。小厮气笑了，讹人是吧？我家老爷3元及第，我家大爷书院首席，诗词字画样样精通，我家三爷号山川居士，一幅画千金难求，我们稀罕你家破字。小厮在身上摸索，完了，银子揣少了。这时候礼官去而复返，老太太您要的字。不等沈老太太说话，礼官拉着小厮就跑，狗子快走，今儿有香酥鸭和水晶肘子，还有花雕酒。第二天我早早起床去了寿康院，众人像约好一般，一同到了。谢安宁同四哥相携而来，嘴角含笑，眼里是要溢出来的幸福。我眼眶微红，这一世
安宁也终于得偿所愿了，认亲、敬茶，一整套流程走完，祖母打个哈欠，认完亲了，散了吧，绵绵留下。我入王府的日子被定在了9月初8。祖母问我，丫头，你说祖母想要什么？我想了下，回道，想要柳家人兴盛。祖母含笑摇头，想要柳家人都活着，军心难测。与其费心费力猜测军心，不如成为军的一部分。你可知柳家为何从不出武将？我皱眉道，怕功高盖主，恐有全族之难。祖母闻言，双眼一亮，秀才造反，一事无成；武将造反，功成名就。历朝历代名将都没什么好下场，功高盖主，兔死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武将之家是一条难走的路。上一世，祖母从未同我说过这些话，那时我心里眼里只有沈琦。祖母见了一次沈琦，便把他撵出了寿康院。我只觉得祖母喜爱张姨娘，喜爱柳青儿，便不再来寿康院了。直到祖母离世，所有提己银子都留给了柳青儿，没有给我的只言片语，我更觉祖母不公。祖母目露沉思道，我只希望柳家能长久，柳家的财富已经够了，所以这一辈只有你爹和你4哥入仕。你大伯那个身体，你伯母不嫌弃，还一心一意过日子，他们2个想怎么闲云野鹤就闲云野鹤去吧。可是柳家不行，你娘很好，良善知书达理，只是太过良善，这世家大族的当家夫人不能只有良善。你身边的茉莉和芍药就是例子，茉莉和芍药的老子娘是好的，她就放松警惕，还有那2个叫什么秋月秋霜的，跟兔子似的。祖母又叹口气，你身边的海棠还是不错的，只是心计上差了点。屈柔，以后你就跟着五姑娘吧。是，一道干练的声音传来，请五姑娘赐名。我回头看去，20多岁的姑娘，样貌并不出众，我没几年可活了，想放她回家去的，她又不肯，索性跟了你吧。大小姐身边的丫头都以花命名，从今往后你叫紫荆，好好跟着大小姐，护着她点。紫荆来到后，秋月唉声叹气道，秋霜，小姐是不是不喜欢咱们了？有一个海棠还不够，现在又多了一个紫荆。秋霜并没回答秋月的话，只自顾自说道，秋月，我听守门的狗子说茉莉找他哥哥来借钱来了。秋月也顾不上紫荆了，诧异地问，他的钱这么快就花完了？这么多年小姐夫人赏赐的，没有100两也有50两吧，这才出去几天就花完了。不知道，听说沈状元欠了天香楼许多银子，掌柜的拿着票据去了翰林院要钱。沈状元不是有俸禄吗？秋月不解。秋霜低声道，听桃枝说翰林院修编1月才15两俸禄，我跟你说这2日别出门了，让茉莉缠上就麻烦了，咱们可没钱借给他。听说沈状元一顿饭就吃100多两银子。2个人正说着话，院子里的3等丫鬟跑过来，秋月、秋霜姐姐，有人找你们，在西角门呢。2个人走到西角门那，就看见等在门口的茉莉，还有靠着门嗑瓜子的婆子。看见秋月、秋霜2人，婆子谄媚道：“2位姑娘吃瓜子不？刚抄出来的，还热乎呢。”茉莉穿了一件半旧不新的布衣，头上缠着蓝底白花的头巾，脚下是一双看不出颜色的绣花鞋。秋天刚到，府里人就换上了夹薄棉的衣裳。茉莉姐姐，你找我们俩何事？秋霜打破沉默，茉莉双眉紧蹙道：“在家里无事，就想来看看你们过得好不好。小姐最近都没出门，可是病了。”秋月刚要说话，秋霜拽了拽她道：“劳烦茉莉姐姐费心了，最近天气变冷，小姐不爱出门。安宁郡主也在府里，2个人无话不谈的，也不用出门了。我和秋月一切都好，倒是姐姐看着比以往精神了许多。”茉莉抬起头，往日洁白莹润的小脸上面满是风吹的痕迹，已经起皮了，还未入冬，她的手已经生了冻疮。茉莉姐姐过得好，我和秋月也放心了。府里还有事，我们就先回去了。秋霜拽了拽秋月，秋月后知后觉道：“是呢是呢，小姐午睡要醒了。”看着往日姐姐长姐姐短的2人，茉莉咬了咬牙道：“秋月、秋霜，你们借我点银子，日后我得了诰命，必报答你们。”秋霜讪讪道：“那个茉莉姐姐，你也知道我们俩的月例银子都要交家里的，这身上剩个1文2文的，也不顶事啊。”茉莉看向秋月，秋月，我平日里对你怎么样？你上次病了还是我照顾的你。茉莉姐姐，我没忘，可是我……秋月，我会记得你的好的。沈状元是有大才干的，龙游潜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他终有一天会飞黄腾达的。他答应我，日后必会给我请诰命的。茉莉脸上升起一抹潮红，你们现在对我好，我会记得你们的恩情的。呸！老婆子还没听说给家里奴婢请诰命的主子，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茉莉恼羞成怒，冲着守门的婆子哄道：“你懂什么？我是良妾，不是奴婢。”秋霜后退一步，茉莉姐姐，沈状元把你的身契还你了。秋月从身上摸出小块碎银子，茉莉姐姐，我只有这些了，在外面生活不容易，愿你得偿所愿。这银子也不用还了，全当还你往日的恩情了。秋月拉过茉莉的手，把银子放在上面，短短10日，茉莉手上便有了细碎的小口子，10几口的衣裳可不是那么容易洗的。今日的风尤为冷，茉莉脱下鞋，把半两银子藏了进去。茉莉妹子，你去哪了？茉莉看着李招娣身上的皎月纱衣裳道：“大嫂，天都凉了，你这么穿不冷吗？”李招娣摸摸身上的衣裳，不冷啊，嫂子把厚衣裳穿在里头了，聪明吧？小沈，你给我带吃的回来了吗？沈照跑过来，在茉莉身上摸来摸去，茉莉眼里噙着泪，不敢打掉沈照的手，她是沈老太太的命根子。李招娣看茉莉变了脸色，按住了沈照的手。好啦，哪有那么多好吃的？我看你像吃的，你小叔教你的字学会了。沈照撅着嘴，小叔又没给我买笔墨纸砚，我怎么学？娘，家里山上的枣子都熟了，咱们回家吧。这京城一点都不好玩，天天窝在这破屋子里，晚上还有老鼠咬我脚。学字中状元有啥用？小叔就是状元，还穷得跟鬼一样，香酥鸭、水晶肘子一样都买不起。人家都说娶贵女才有用，让我三叔娶一个贵女回来，我想天天吃香酥鸭、八宝鸡和水晶肘子。李招娣眼睛一转，亲热地拉着茉莉，茉莉呀，
你跟嫂子说说这京中的情况。你放心，不管老三娶了谁，嫂子只认你。茉莉羞涩道：嫂子，我家小姐不爱出门，玩得好的贵女只有安宁郡主和李小姐。安宁郡主已经嫁给四少爷了。这京中贵女许多，可家中只有一个嫡女的，我只知道他们三人。沈老太太一拍大腿，当初不给老三定亲就好了，老三的样貌就是娶郡主也使得。沈老头一拍桌子，闭嘴吧，没有老赵大哥，老三的束修银子你出啊。沈老太太不再说话了。李招娣拉着茉莉道：弟妹，你们小姐嫁妆多不？你见过没有？都是啥样的？我家小姐嫁妆比安宁郡主还多。茉莉心中突然冒出一种想法，必须让小姐嫁给沈相公，这样她就能回到原来的生活了。嫂子，你们快去刘府提亲。此时外面有人喊道：快来看啊，柳尚书府往王府送嫁妆了。接上集，听说街上在送我的嫁妆。沈琦的大嫂李招娣出来问道：婶子，这咋还大中午送嫁妆啊？卖馄饨的妇人道：皇子府催装了，尚书府就把床榻箱子家具等物先送过去。金丝楠木拔步床，黄花梨的八仙桌，八宝拜寿的屏风，紫檀雕花的衣柜，各种杯盘碟盏，眼花缭乱。李招娣张大嘴：我的乖乖娘啊，这些只是家具呀，大户人家嫁姑娘就是不一样的，茶杯也得从家带呀。俺当初嫁给沈老大，可就穿了一双新鞋呀。沈老太太怒道：你还有脸说，满屯子都没有比你家穷的。李招娣不服气道：有啊，俺弟妹她嫁给老二，嫁妆就一贯盐，她爹娘比俺爹娘还抠搜呢。再说你也不大方啊，小妹嫁给刘奎的时候才带走一床被子。沈老太太一巴掌拍在李招娣后背上：刘家是什么人家？人家什么都有。哎呦，那是啥？凳子上还带盖子嘞。娘，那是桶吧，下酱菜用的吧？周围的人笑道：哈哈哈，那是大户人家用的公桶。大嫂，那是出宫用的桶。茉莉解释道：出宫？啥是出宫啊？就是拉屎。茉莉低声道：哎呦我的娘嘞，拉屎就拉屎呗，还说啥出宫？俺还以为进皇宫了呢。茉莉在送妆的队伍中看见了海棠，海棠穿着一身淡粉色的衣裳，头上戴着一朵海棠花，耳上戴着金坠子，仰着头，俨然一副管事的模样。还有柳瑞家的婆子在她身边讨好卖笑。柳瑞家的在人群里看见了茉莉，对着她指指点点，海棠都没拿正眼看她，嗤笑一声就跟着送妆的队伍走了。茉莉，刚才那个小姐在看你，她头上的珠花真好看啊。李招娣看着茉莉在发呆，踩了她一脚，不悦道：跟你说话呢。茉莉气呼呼道：她不是小姐，她算哪门子的小姐？一个连屋子都进不去的二等丫鬟罢了。二等丫鬟都穿得这么好。李招娣看向茉莉的眼神带着嘲讽和不解：你有好日子不会过，好好的大丫头不当，出来跟我们吃糠咽菜。李招娣拢拢身上的衣服，傻缺吗？有好日子不会过。茉莉一跺脚跑回了猫胡同。沈老太太不悦：你惹她干什么玩意儿？你惹她谁给你洗衣服？沈记洗呗。李招娣不在意的道：在家就是沈记洗的，咋地？出门在外就不能洗衣服了？娘，你可别惯孩子啊。沈老太太低声道：沈记马上就是大姑娘了，能嫁人了，这手和脸不得养养。有老三在，你还怕她找不到好人家？李招娣挽上沈老太太的胳膊，低声道：娘，你说要是老三能娶尚书家的姑娘多好，这些都是咱的。第二日就是我出嫁的日子，第一台嫁妆是太后娘娘，也就是我姨祖母赏赐的百鸟朝凤金冠，第二台嫁妆是皇上赏赐的八宝琉璃金塔，第三台是皇后赏赐沉香木雕八仙如意，第四台是我姑母贤妃娘娘赏赐的白玉送子观音，整整108台嫁妆，从孤本典籍到古玩字画，小到牙签银勺，大到珠宝玉器，相比上一世出嫁多出2倍不止。上一世沈琦出身贫寒，聘礼就是一身傲骨，这一世贤妃娘娘恨不得掏空自己的老底，只是侧妃有侧字在前，不敢明目张胆送聘，最后都转化成了银子给我添妆。还有谢灵渊深更半夜送了2箱宝石原石，原本的108台嫁妆只能打乱重装，只能勉强塞下。抬嫁妆的壮汉愣是秋风瑟瑟的天气里热得汗流浃背。赵绵绵拽拽沈琦的袖子：琦哥哥，这是搬家吗？怎么这么多人？沈琦只双目赤红望着眼前的送妆队伍，旁边的人道：小姑娘，你看见箱子上的喜字了吗？这是尚书府小姐的嫁妆。尚书府怎么给这么多嫁妆？他兄弟姐妹没意见吗？赵绵绵突然意识到自己同我的差距，东西梁刘府就这么一个嫡女，可不是得好好疼。小姑娘，你是外地来的吧？你不知道这柳尚书爱女如命，别人说他行，说他姑娘，他要拼命的。旁边有个老者哈哈大笑，当初柳夫人半夜生女，险些一尸2命，柳尚书挨家挨户请大夫入府，谁能救活妻女，谁就是刘府恩人，还在佛祖面前发誓，只要妻女无事，愿意减寿10年。老头，你是胡说的吧？你怎么知道的？这老头是宝芝堂的白大夫。哟呵，真是啊。沈琦额头青筋暴起，这嫁妆的分量比起上一世我嫁他时厚重多了。他咬着后槽牙道：柳家果然看不起我。尚书府里，母亲坐在我边上，垮着脸，想到我是嫁给谢灵渊做侧妃的，叹息一声，安慰自己道：这世上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原先看着新科状元不错，谁曾想吃饭不给钱，欠了1700多两银子，他1个月15两俸禄，怕是要还10年吧。正在给我上妆的喜娘听后手都顿了顿，继而才若无其事的接着描眉。大嫂海氏惊讶道：1000多两，他一个人吃的，得吃多少顿啊？大嫂，1000两很多吗？不知人间疾苦的安宁郡主问道。喜娘忍不住插嘴道：1700两，小人家1个月花销3两银子，1700两能花40多年。母亲叹气道：沈状元带着一家10余口，打着泽恩的名头在天香楼赊账，我和老爷当初不提也罢，幸亏沈状元说他有未婚妻了。今日这桩亲事是3皇子娶侧妃，也是柳尚书嫁女，下到7品小官，上到1品大员，皆来贺喜，比上朝都齐。沈琦看着周围的同僚，上一世巴结他的人，那些至交好友，那些德高望重的前辈，犹如走马观花般离他远去。沈琦眼神阴冷，
他急切地想看看等谢灵渊死后我怎么办。蠢蠢欲动的大皇子，野心勃勃善于伪装的二皇子，如果那时候我识相的话，他可勉强让我做个妾室。沈大人，沈琦回过神，拱手道：“田大人。”两人相谈甚欢，沈琦也是有真才实学的。田大人越看沈琦越喜欢，人长得也不错。想到家里待字闺中的女儿，田大人心思活络起来。这时一人出声道：“田大人才回京。”田大人眼疾手快，扶住秦楼的胳膊：“不敢不敢，小秦大人好。”这小秦大人是圣上跟前的红人啊。田大人回京述职，昨日听皇上提起江陵水患，田大人治理的不错。田大人眼前一亮：“小秦大人可有空喝杯茶去？却之不恭，请。”秦楼似笑非笑看着沈琦：“沈大人一起吗？”秦楼一身竹叶青的长衫，长衫上绣着闲云野鹤。沈琦低头看着自己洗得发白的素色长衫，有一瞬间的窘迫。他意识到没了我他什么都不是。天香楼的账单，猫胡同的10余口人，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引以为傲的字在书局挂着无人问津。沈琦举摇摇头，眼睁睁看着田大人同秦楼离开。他看着杯中的女儿红，这是我出生时父亲埋下的108坛女儿红。上一世他不曾喝，这一世他喝不起。高御史蹙眉：“沈状元还未开席，你怎么先喝上了？这就是你们翰林院的规矩。”翰林院学士张栋站起身：“高御史，别动不动把翰林院挂嘴边上，他自己无状跟我们翰林院什么关系？翰林院的状元何其多，只有沈琦挨骂多，因为沈琦在天香楼吃了1700多两银子，还赖账，赖谁的账不好？赖户部尚书的账。就问翰林院想不想修藏书阁，想不想要经费了？”张栋一天闭上眼睛骂他12个时辰，不知谁高声大喊一句：“你们快看，三皇子亲自来接亲了！”沈琦站起身：“怎么可能？娶个侧妃哪需要他亲自来接？”定睛一看，白马喜服，正是三皇子。谢灵渊面上不值钱的笑，让沈琦眼前一黑。高御史，三皇子这样有违祖制，侧妃不应该皇子亲自相迎。沈琦酸涩道：“请高御史出言劝阻。”高御史头都没回，充耳不闻。来到三皇子府，拜完天地，我坐在婚床上，盖头被挑开，便看见一张喜笑颜开的脸。谢灵渊被我头上的凤冠和身上的黄金闪了一下又一下，他无奈道：“你把刘府搬来了吗？”我一边拆凤冠一边道：“祖母说，在天界行走要大气，你可知外祖母从前是做什么的？”谢灵渊失笑，斜靠在床榻上：“做姑娘的呗，还能做什么？做山匪的，劫富济贫的那种。张家姑娘的身份是假的，外祖父想娶她，给她骗到张家，她才变成张家的11娘。两世为人，我居然第一次知道这事。祖母武功高强吗？会飞檐走壁吗？跟大内侍卫比怎么样？外祖母是军师，不会武功。那一年，外祖父接了剿匪的差事，带了8000人按地址找土匪窝，找了3个月，就看见2个村子。外祖母是村花，哈哈，表哥你这都是哪里听来的？唬我呢？4岁的时候，外祖父说的。谢灵渊扶住我的凤冠，一点点帮着拆卸。红烛燃了一夜，我和谢灵渊躺下后，就真单纯睡了一晚。看来外界传言不假，表哥果然不行。谢灵渊也很郁闷，人娶到手了，可是对他全无男女之情。第2日一早，我去给深居简出常年礼服的王妃请安时，碰上了一同前来的柳青儿。她站着不动，等着我给她请安。毕竟她居长，还入府早。若不曾经历上一世，我也许会给这个二姐行礼。可上一世的柳青儿跟大皇子谢灵溪苟且厮混，还把表哥无法人道的事情公布于众。表哥继承皇位以来，励精图治修水利、重民生，结果史书上只有寥寥几句，深有顽疾，不能人道。见我纹丝不动，柳青儿有些怒气：“妹妹，怎么不给姐姐行礼？刘府的规矩都忘了吗？”我睨了她一眼：“二姐同为侧妃，还要分个大小吗？如果分大小，也是我大你小，毕竟我是刘府大小姐。”“什么刘府大小姐？”柳青儿看向我身边的人磕巴道：“你怎么在这？”紫荆行礼回道：“回柳树侧妃的话，老夫人让奴婢伺候大小姐。”“大小姐？哪里来的大小姐？我才是府里的大小姐。”我笑道：“稳重，别让王妃看了笑话。”“我稳重？我36抬嫁妆，你108抬嫁妆入府，我入府带2个丫鬟1房人，你看看你丫鬟婆子一大堆，你让我稳重，你怎么不稳重？同样都是爹的女儿，凭什么？”我冷了脸道：“要不让张姨娘再给你添点，我的嫁妆都是我娘的陪嫁，你写信回去看看张家能不能给张姨娘补点嫁妆，让张姨娘也给你补点。张姨娘一个包袱入府，你还妄想要108抬嫁妆？碧桃咱们走。”柳青儿帕子一甩，夺门而出。王妃王氏倒是很随和，请安就让我走了。我在三皇子府的日子悠闲自在，也许是表哥无法人道吧，妻妾非常和睦，我和王氏现在都能一起打马吊了。上一世嫁沈琦，满心满眼都是他，没想到成婚后，人际关系、家里开销、铺子盈利、同僚应酬，沈琦的侄子求学，侄女嫁人，请先生教礼仪，桩桩件件都是我在操持。沈琦的娘仍旧不满意。天气愈发冷了，晨起时会看见地上的冰。猫儿胡同里，朝廷发了冬菜和炭火银子，一共16两。沈老太太和李招娣拿着银子去买冬菜了。小寡妇嗑着瓜子道：“茉莉，洗衣服呢？你婆婆也真是的，那么多儿媳妇就使唤你自己啊！看你手都破口子了，好好的大户人家大丫鬟不做，上这来受苦。”茉莉抬起头：“你不懂，为沈相公，我做什么都可以，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沈相公只是一时低谷，他会出息的。”小寡妇冷哼一声：“呸，想得还挺美。这猫胡同住过的状元还少吗？没钱没势，没看哪个能起来。”“你闭嘴！”
茉莉恶狠狠道。砰的一声，小寡妇关上了大门。茉莉看向门口，沈琪已经2日没回来了，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回来。她想去翰林院问问，可是又恐身上的补丁衣服让沈琪丢脸。沈琪在赵绵绵家里，她急切地想见一见她，仿佛只有赵绵绵才能给她带来慰藉。明年夏季，京城暴雨连连，雨水倒灌，冲出许多蛇虫鼠蚁的尸体，一时间京城瘟疫横行。沈琪信心满满地写了奏折，关于治理京城排水系统、修缮护城河，花了银子送到御前。他相信，只要皇上看见奏折，他的出头之日就到了。哪曾想他上一世的岳父柳尚书突然提出修缮护城河，一毛不拔的皇后又掏出10万两白银，三皇子府又掏出3万两银子，最后护城河连着京城的排水一同修缮了。护城河的水清了，他的努力也清了。齐哥哥，听说冬日宫里会有宫宴，你能带绵绵去吗？宫里是什么样子的？沈琪下意识地回答好，又皱着眉问道，你听谁说的？赵绵绵擦擦手，放下手里的蜜饯，听秦大人的小厮说的，他前几日来铺子买蜜饯，我想着秦大人在翰林院，他能参加宫宴，齐哥哥也一定能参加。上一世，这个时候沈琪已经不在翰林院了，大理寺丞连升2级，可谓是风头无两，自然可以参加宫宴。跟在谢灵渊身后，众人谁不夸他一句年轻有为，叫他一声沈状元。沈琪站起身，绵绵陪我出去走走。赵绵绵看着桌子上还没做好的蜜饯，有几分犹豫。齐哥哥，我爹让我把它们做完。沈琪宠溺的一笑，我去同赵叔说。赵绵绵张张嘴，叹息一声。前些日子，沈琪在赵绵绵爹那拿了1000两银子，迟迟未还。赵父在前院铺子卖蜜饯，他本以为卖了老家的铺子后来京城享福，没成想到京城还得卖蜜饯。哎呦，沈状元来了！蓬荜生辉，赵父有几分阴阳怪气。赵母轻咳一声，沈琪来了，快坐快坐。又吩咐小丫头道，快给姑爷上茶。亲家母可好？我们这铺子忙，也没空去拜访，等过些时日一定去看看他。岳母不必客气，我今日想带绵绵出去转转。赵母不赞同的摇摇头，正在修护城河，外面乱糟糟的，听说还冲出了好几具尸体。看见沈琪黑着的脸，赵母闭上了嘴，垂目道，行，你们去转转吧，早去早回。沈琪嗯了一声，转身回了内院。赵母看着沈琪的背影，皱着眉头道，这沈琪官威越发的大了，那眼神瘆得慌。按理说他考上状元和绵绵的婚事也该办了。赵父冷哼一声，哼，他娘又不遣媒婆来，也没得聘礼，还想我倒贴吗？想得美，老爷，士农工商，咱们商人地位最低，沈琪是个状元，咱们身份悬殊，你就别挑理了。再说绵绵的心在他那，你还能拦得住吗？沈琪一表人才，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要不是有婚约束缚，指不定他娶了哪个贵女呢。赵父叹息一声，拿银子给他们买出宅子当绵绵的嫁妆吧。冬天来了，婚事抓紧办。接上集，嫁入三皇子府后，我过得十分悠闲，天天与王妃王氏一起打马吊。今日我陪嫁的天香楼送账本来，我便叫王氏与我一起看账本，顺便我翻了翻，沈琪还了60两银子，还欠1692两银子。王氏一眼便看出了账本内的问题，才买的伙计有贪墨。我真心夸赞道，姐姐好厉害，上一世王氏就这般厉害这般好，她喜欢我，还喜欢我的儿子沈良辰，甚至想力排众议收沈良辰为子，可惜死得太早了。太医说郁结于心。王氏笑着道，真的吗？你是第二个说我厉害的人，第一个是我娘，我娘出身于商户之家，我爹是我娘店里的伙计，无名无姓无亲无故的，后来做了上门女婿。有一日，我爹突然想起他是王家嫡子，是因为出门访友偶遇歹徒，头被撞伤，才导致的失忆。那日之后，他便要带着我们回去认亲，我娘就从妻变成了妾，从叱咤风云的女掌柜变成了伏低做小的妾室。在王家不过短短几年，我娘就死了。那时候我才知道，人真的能郁郁而终。还打马吊吗？我不会安慰人，只会打马吊，不知道行不行？我拿着马吊问。而和皇帝下棋的秦楼半天下不去一子，皇帝追问之下，秦楼无奈苦恼道，微臣在翰林院待不下去了，沈状元整日追着微臣借钱，圣上也知道微臣的家规，家里给钱都是有定数的，臣又爱买孤本字帖，哎，捉襟见肘啊，这是嫌弃朕给的俸禄不够花。皇帝脸色微变，就听秦楼又道，这沈状元在天香楼吃霸王餐，欠了1700多两银子。天香楼陛下知道吧？那是柳夫人的产业，张大人也在那改善伙食。张大人是个热心肠，听说沈修边欠了银子，就帮着三皇子侧妃收债。皇帝伸手打断，等等，你慢点说，这跟老三又有什么关系？秦楼叹息一声，三皇子娶了柳尚书的嫡女，柳夫人把天香楼给柳家嫡女做嫁妆了。皇帝点点头，沈状元欠他儿媳妇钱，欠他儿子钱，4舍5入就是欠他的钱，他现在还多少了？还了60两。昨日沈状元还跟臣借钱买炭火，按理说臣应该借，可微臣小心眼啊。沈状元曾经摔坏了微臣的汉白玉棋盘，还说赔付微臣一副白玉棋盘，现在还不曾赔给微臣。哎，一向清高的秦楼，难得一见视财如命的样子。皇帝心情不错，你呀也有财迷的时候，难得难得。微臣听闻皇后为京中百姓捐了10万两银子，柳侧妃也捐了3万两，微臣也想捐些银子，无奈囊中羞涩，这不着急吗？秦楼满脸真诚。皇帝摇摇头，你呀去大理寺历练历练吧，再看书整理书就成书呆子了。而在我的明月居外，康世子求见我。康世子曾是李岳微的未婚夫，可他无意中就下了一名女子，有了继父之亲，便打算抬进府做贵妾。李岳微眼里容不得沙子，便与他退亲了。而后兵部侍郎嫡女李岳微突发恶疾暴毙，只有我知道，那夜一人一马奔向边关，从此京城再无李岳微，只有边关小将李长歌。我和王氏一同出来时，便见康世子壶里拉茶，坐在正院会客厅里，旁边还坐着一位红衣女子，这就是康世子的贵妾陈小姐吗？王莹，
你怎的来了？我与王氏异口同声道。王莹起身，长睫沾泪，长姐。临近年关，母亲想念长姐，便让莹莹来看看长姐。长姐可想我？屋里知道内幕的心腹丫鬟，表情跟吃屎了一样。王氏站着不动，丝毫没有见到亲人的动容。王莹满脸尴尬，又盈盈屈膝行礼。王氏嫡女王莹参见柳侧妃。我眉含起，阴阳怪气道：康世子怎么又怜香惜玉了？这个王小姐还是贵妾吗？康世子面露苦涩，今日修缮河堤，偶遇王小姐呼救。我笑道：要不你推了这个差事吧，修一段河都就2个人了，再修下去，你们侯府后院就装不下了。康世子面色微红，起身抱拳道：康某告辞。王莹突然抓住他腰间的剑穗，凄凄哀哀道：康世子。康世子轻轻抚平剑穗，王小姐自重。王莹眉目一跳，你抱我的时候怎么不让我自重？我那是救你，不是抱你。康世子红着眼，我不管，反正我清清白白的身子被你碰了。王莹眼露狡黠，王莹的样子让王氏臊得通红，厉声道：王莹，你不是有婚约吗？不要丢了王家的脸面。姐姐有所不知，知州的公子骑马摔死了，妹妹如今没有婚事了，如今又与康世子有了肌肤之亲。王莹捂脸哭泣，我算是看明白了，王莹这是想当着王氏这个三皇子妃的面把婚事敲定。想起这王家的作为，我出声道：柳瑞家的把王莹送回王家，就说本侧妃不想见陌生人。王莹不想走，她坐了2天1夜的马车，精心布局，精确踩点，却让我3言2语打乱了。我问道：康世子，你说他们都相中你什么了？相中你不刮胡子，相中你方死了前未婚妻。康世子苦涩一笑，相中我家爵位，相中我摇摆不定，不能坚守心中所想，相中我是个烂好人。这可真是孩子没了，他来奶了。岳微走了，他晚上悔悟了。王氏垂目问王莹：你的人等在哪？让他们把你带回去，不要来京城了。从今往后，我同王家没有任何瓜葛了。如果你们再闹，我娘的钱我会1分不剩的都要回来。王莹气得要死，什么银子？那都是王家的，跟你有什么关系？我点头道：都是他母亲的银子，不管多少都给我吐出来。我们就是用来修缮护城河，也不便宜你们1分。王氏闻音之雅意，便道：把本宫母亲的银子还回来，本宫这就进宫把他们捐了。随风把记录的册子拿来，咱们进宫面圣去。王莹被送回王家，王氏看着浑浊的天，原来我认为很难的事，竟然这般简单。第1场雪，沈家人从猫胡同搬了出去。茉莉走到小寡妇门前，仰起了头，呸了一口。小寡妇倚着门，哟，姐姐提前祝贺妹妹当官太太，以后享清福。沈琦并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当，沈家人多，一人拿点，很快就搬完了。新的住址是昌盛街上，前面是铺面，后面有东西2个院子。赵父还是舍不得赵绵绵受委屈，最终拿钱买了这座宅子给女儿成婚用。赵绵绵的哥哥赵山跑伤回来了，上京来寻亲，一家人拿了所有积蓄买了这间房。前面的铺子用来做买卖，后面的2个院子住人。赵福也并未客气，直接搬进了东主院。沈琦见赵福一家人住进了主院，皱起眉头，最终也并未说话。冬季寒冷，赵夫人在老家有丫鬟婆子伺候，来京城反倒事事亲力亲为，很快就病倒了。赵福便买了2个丫鬟2个婆子伺候着，又买了一个小厮看门。赵山，好久不见。沈琦熟络地拍拍赵山的肩膀，年轻的赵山还没有发福，让沈琦有些陌生。在他的记忆里，前世的赵山一直对他很是敬仰，当然沈琦也给了他很多便利。赵山走私精盐就是他捞出来的，以后更是拿到盐印，让他卖起了官盐。毕竟在他心里，赵山才是他真正的大舅子，与柳家人自是不同。赵山看着破衣烂衫的沈家众人，心里不屑面上不显，拱手道：妹夫，还没恭喜妹夫高中状元，这官服穿在妹夫身上真是兰之玉树。沈琦很是受用，你我舅兄2人不必如此客气，今日乔迁之喜，理应聚一聚。晚上我做东来东院，咱们畅谈一番。好，一定，等我当值回来，咱们不醉无归。沈琦拱手道：赵山来了，机会还是有的。沈琦想起明年年末鞑子聚兵边疆，一时间粮食价格疯涨，他们可以囤积粮食，东山再起。沈琦想买些韭菜带回去，一摸兜身无分文，冷了脸，径直走到秦楼的屋子，看见柳泽恩坐在秦楼的位置上。你怎么坐在这？秦楼呢？柳泽恩抬头道：秦楼去大理寺了。沈琦随口问了一句：秦楼去大理寺做什么？柳泽恩只觉莫名其妙，做大理寺丞啊？做什么？你可真有意思，难道是去大理寺做学士吗？沈琦脸色如墨，大理寺丞，秦楼，明明上一世大理寺丞是他的，你为何坐在这？柳泽恩有些无语，我翰林院学士，不坐这坐哪？莫名其妙。沈琦阴郁的目光盯得柳泽恩头皮发麻，请沈修边出去帮我把门关上。沈琦愤愤不平，他不想承认没有柳家，他似乎什么都不是。晚上的乔迁宴，宴请街坊四邻和沈琦一家老小，沈家众人吃到久违的肉菜，吃得满嘴流油，毫无规矩可言。沈琦在推杯换盏中恍如隔世，眼前是假山奇石，雕栏画栋，是朱雀大街的宅子，是沈府。口中的酒苦涩难耐，一杯接一杯，沈琦把自己喝醉了。妹夫，我送你回屋子。赵山亲热地架起沈琦的胳膊，好，回沈府，回沈府。沈琦嘟嘟囔囔。后半夜，沈琦发起了烧，外面飘着雪花，单薄的床上，沈琦滚烫的身体翻来覆去，一双冰冷的手抚在火热的额头上。沈琦抓住了那只手，绵绵，别闹，便把那只手的主人拉入怀。相公，我是茉莉，不是小姐。随即又想到赵绵绵也叫绵绵，他分不清沈琦叫的到底是谁，一个半推半就，一个热情似火。第2日一早，
马车嘎吱吱地走在路上，柳瑞家的抖掉一身风雪。大小姐，老奴把东西带回来了。王英被送走后，王氏病了，压抑得太久，终于释放了出来。我问道：王家可有难为你？柳瑞家的扬起头，与有容焉。老奴带着王府的侍卫呢。老奴一去，他们居然问是不是给三皇子提亲来的。活这么大岁数，就没看见那么不要脸的人家。原来那王氏嫡女是想来咱们府里做妾的，路上碰见康世子，就改变了计划。找了几个地痞流氓，让康世子英雄救美。康世子果然就上当了。王家老爷还问老奴是不是王爷让来的，老奴把大小姐的名号一报，那王家老爷脸色绿的哟，跟吃屎了一样，灰溜溜的把册子上的东西都装上了，还差了点银子，用2处铺子补上了。谢灵渊也含笑一道，王家拿出这些东西，恐怕要伤筋动骨好一阵子了。求九查到一些有趣的，你要不要看看？看完谢灵渊给的密信后，我气得发抖。这王家真是生财有道啊！算上王氏的爹，王家共有4个失忆的适龄男子，分别都娶了商户的独女。等商女生完孩子之后，就突然想起了自己的身份，带着商女和孩子回王家认亲。回到王家后，无一例外的家中早有正妻。商女放不下自己的孩子，只能委曲求全，不出几年便死了。真是这般赶巧了，都红颜薄命。谢灵渊道：几个商女的孩子，只有王氏还活着，他爹对他娘和他还算有一份真心，真是谢谢他的一份真心了。我咬牙切齿道。谢灵渊揉揉我的脸，绵绵，为这种人家气坏身子不值当，想做什么尽管去做，表哥给你兜底。有了谢灵渊这话，我想了想，抬着一个硕大的箱子进宫求见皇帝。做吧，今日怎么想起来进宫了？可是想你姑姑了。雪天路滑，出门要仔细一些。皇上的目光落到我的肚子上，多少有点着急，寻思着一个不行，3、4、5、6都不行，这老三不会真有毛病吧？儿媳是来送银子的。我指着大箱子道，接着声情并茂地说了一遍这箱钱财的来历。父皇，这就是王妃让儿媳送过来的，是王家归还的。可是儿媳发现有几样是赝品，这个景泰蓝壶，这个珍珠头面，林林总总我掏出了10来件，这些本是王妃大意捐赠出来修缮护城河的，没想到王家这般胆大，敢偷梁换柱。皇帝听出来了我的意思，道：说说你想怎么办吧？王家在当地毕竟是大族，总不能因为几个商女把他们几百口拉去菜市场砍头吧？这样被天下学子御史讨伐的就是朕了。且王氏如果脱离王家，她的身份便不配为皇子妃，她到时候又当何去何从？一个商女侍妾都不配，她又如何留在王府里？我跪下道：请父皇教儿臣，儿臣心有怨气夜不能寐。皇上看着我道：这世间人活着难免有取舍，做皇帝的也不例外，有些事可不用打打杀杀，有些事又要杀伐果断。天冷路滑，银子留下你回去吧，好好想想该怎么做，既让人挑不出毛病，又让王家有苦难言。我无法，只能叩首起身，故意在离开的时候嘟囔道：百年大族，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不说富甲一方，也不会穷到哄骗商女的地步啊！真是想不通，他们家祖上积攒的银子都花哪里去了呢？皇帝皱着眉头，等等，你说什么？我摇头道：王妃说王家很是节俭，那王氏嫡女王莹头上的点翠不摇，还是王妃生母留下的。点翠是难得，可早已是旧物了，还是一个死人之物，一个嫡女丝毫不介意。王家对嫡女竟如此苛刻，让嫡女都过得如此寒酸。皇帝表情变得严肃，吩咐道：小园子，去把三皇子和秦楼叫来。绵绵先回去吧。上完眼药，我出宫来路过朱雀街，望着上一世的神府，我对海棠道：去那户人家敲敲门，我想进去看看。海棠跳下马车，扣响门环，打开门，门里门外的人都愣了。海棠，你不在府里跑这来干什么？海棠也惊奇道：求侍卫你住着，这是你的房子，当侍卫这么赚钱的吗？赚不赚钱的？你又不是我婆娘，问那么多。裘九见马车内的我，抱拳行礼道：柳侧妃。我问道：这是府里的产业，我为何不知？这是贤妃娘娘的嫁妆，是老太爷单独给的，没写在册子上，侧妃年纪小，可能不大知道。我点头，原来前世的神府是谢灵渊送的，知道了，起风了，回府吧。街道的另一边，茉莉穿着薄棉袄跟在沈琦的身后。相公，咱们来朱雀街做什么？街上急，皇上被我提醒后，便怀疑王家有不臣之心，派谢灵渊和秦楼彻查。谢灵渊以三皇子妃王氏思乡情切为由，陪着王氏回冀州。当然，王氏与我这个侧妃姐妹情深，所以也带上了我。王家家主王连成不到50岁，单看外貌，断然不会跟庄氏义后赤绝户联系到一起。刚见完礼，王连成的夫人刘氏便带着自己女儿王双上前，说道：双儿最是聪颖乖巧，以后就留在你大姐姐身边照顾她，替她分忧。王双含羞带怯地看着谢灵渊，吃饭时又是递手帕，又是布菜，无比殷勤。66道吃食更是逐一介绍。我对王颖轻笑道：不愧是百年王家，真是底蕴丰厚，每道菜都精美名贵。姐姐以前可是常识？王颖用在场所有人能听到的声音回道：不曾，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王连成的脸色不愉道：柳侧妃，王家家训不可过奢，王家平日里饮食比较节俭，今日为招待三皇子，特意准备的这些。我故作惊讶地问：那为何王家双儿对这些食物如数家珍？还是之前你们背着姐姐食用过？这节俭的家风只对姐姐一人？王双求助地看向刘氏，刘氏笑道：柳侧妃是颖她从小被养的脾胃虚弱，大夫说不可食得过于油腻，我们只能精养着，并未给她食用这些荤腥之物。这些吃食我们也是食用的。我们王家虽不如你们柳家，可在冀州也是数一数二的。我挑眉问道：是本侧妃误会喽？那你们王家为何贪没姐姐母亲的家产呢？什么贪没？柳侧妃实在是误会了，是我放不下翠娘，睹物思人，本想着等我100年之后再把她的物件留给颖，没想到让这孩子误会了。王连成一拱手，请颖谅解爹爹，你母亲伴我多年，救我于危难之中，爹爹实在放不下她。王颖气得手指发抖，脸上的血色褪尽。王双儿突然娇滴滴的道：三皇子，双儿给你盛碗汤。谢灵渊并未拒绝，王连成嘴角带笑，双儿能得三皇子喜欢，随身伺候在侧，是我们王家的福气。谢灵渊点点头，王双轻蔑地看了一眼王氏，
又挑衅地看了一眼我。另一边，翰林院门口，赵全叫住沈琦，沈修边，你的折子掉了。沈琦道过谢后，两人不免寒暄几句。赵全上下打量着沈琦，沈琦身穿冬季官袍，脚下的长靴上都是黑色雪泥，面容白皙俊朗，五官立体分明，明明穿着穷酸，却有种高高在上的气势。赵全不由得感叹，果然是好样貌。沈修边，家中可有娶妻？沈琦想到了东院的赵绵绵，想到了皇子府里的柳绵绵，摇摇头，露出一个恰到好处的苦笑。成家立业，沈某还没有立业，如何敢成家耽误家人？听到这个答案，赵全脸上露出一个笑容，亲热地拍拍沈琦。沈兄相貌出众，就是上公主也绰绰有余，只可惜当今圣上没有皇女。沈琦脸色沉了沉，他可不愿意娶公主，驸马有权无实，不可参政。沈琦只想重回上一世的高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赵大人说笑了，好男儿志在四方，怎可把前程寄托在妇人身上？寻得明主才是大道。赵全呵呵一笑，凑近沈琦低声问道：沈状元，觉得谁才是明主？沈琦重生归来，哪里不知道赵全乃大皇子一党，自然知道赵全问这话的用意。雪越发的大，沈琦没有马车，独行在路上。上一世的此时，他已经住进朱雀街的院子，去大理寺当值，来回都有楠木马车接送。马车内部空间极大，里面放着一个炭盆子和楠木茶桌。在这种暴雪天里，他可以一边喝茶一边烤火，有的时候还会在银丝炭火炉上烤几颗香喷喷的板栗和橘子。脚步不自觉地走到了朱雀街，曾经沈府的大门上挂着2个朱红色的灯笼，门前的石狮子龇牙咧嘴。沈琦一脚踹在石狮子上，连你也笑话本老爷。谢灵渊，这一世没有我沈琦，看你能不能登上皇位。你这个短命鬼！柳绵绵，好好的首辅夫人你不当，当一个短命鬼的妾，我会让你后悔。明明他已经给了柳绵绵暗示，茉莉都已经被感动了，为何柳绵绵不像上一世一般贴过来？他明明已经让步了，为了他都愿意让赵绵绵做贵妾，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冀州的王家别院里，王双被绑在椅子上，惊恐万分。裘九拿着刀站在一边。秦楼看看谢灵渊道：三皇子，你要这么下棋，可就要输了。王氏噼里啪啦的打着算盘，按照你说的，王家一年支出是3200两，每年庄子和酒楼和良田的收入应该是18900两，刨去天灾减产，每年应该还有近16000两，还有我娘带过来的庄子铺子，每年应该有上千两的收益，这10多年应该有18万5两的收益。王双震惊的睁开眼睛，这么多银子，我不知道啊，我没见过。王双怕谢灵渊不信，又道：王爷，刘氏每个月才给我2两银子，王莹身为嫡女，有5两银子，我真的不知道有那么多银子，家里的银子都已经赔给王颖。王双看着裘九手里的刀，立马改口道：不是王颖，是王妃，王妃家里的银子已经赔给王妃了，真的没有银子了。我忍不住笑道：我信，毕竟没人会把素纱穿在身上。什么素纱？你身上的白纱叫素纱，是夏日用来做窗纱的。秦楼笑出声，这王家人又蠢又毒又狡诈。手上的珠串是怎么来的？你手上的珠串千金难买，带着千金的珠串，身穿窗纱，这就是我在集市上随便买的，才30文钱。王双眼神躲闪道：我挑眉道：世家女子从小用羊乳沐浴，沐浴之后再用上百种名贵药材所制的药膏涂抹全身，半个时辰后用清水冲洗，再涂上玫瑰香油，方能让一身肌肤洁白如玉，做到白璧无瑕。海棠走到王双面前，拽开了她的窗纱，露出雪白如玉的肌肤。我笑道：双儿小姐不说实话呀，你这一身肌肤可不是几两银子能养出来的，从小到大恐怕万两银子也是有了吧。半晌，王双儿都不说话，他在权衡利弊。瞅九，本侧妃想看胸口碎大石。裘九放下手中把玩的匕首，走向青石板。我说，是刘氏，珠串也是他给我的。珠串摩擦生香，可以吸引男子，捏碎以后，里面的香料溶于水可催情。裘九似笑非笑，拿起匕首飞射出去，匕首擦着王双儿的脸划过。啊，壮士，别划破我的脸，一旦我破了相，会被刘氏卖掉的。王家后院里关着许多的庶女，她们没有名字，只有编号，一到成年就会被嫁出去。乡绅、土财主还有杀猪匠，只要能拿出1000两银子，都能娶一个王家庶女回家。我不能毁容，不能跟他们一样。王双儿的目光突然投向王颖，这2、3年，爹的脾气越发古怪，买了2个花娘，那2个花娘长得跟你姨娘有5、6分相似。去年有一个花娘生了一个女孩，让刘氏溺死了，爹给那个溺死的女儿起名王颖。王氏回望王双儿，捂住嘴跑了出去。王氏在外面站了一会儿，口中像吃了一块猪油，咽不下吐不出，那样龌龊的人还要装出一副深情的样子，让他止不住的恶心。他身上居然还流淌着他的血。片刻之后，王氏一言不发的回到屋子里。王双儿一瞬不瞬的盯着王氏：你有身孕了？怎么可能？刘氏明明给你下药了，刘氏不可能放过你，他那么讨厌你，怎么可能放过你？裘九对着谢灵渊挑挑眉，喜当爹，姐姐太好了，咱们王府终于迎来嫡子了。我握住王氏的手，使劲握了下，眨眨眼睛，不可能，不可能，他怎么能有孕？同样在泥潭里，凭什么他有姨娘疼，他还能当上王妃？他还有了身孕，凭什么？我生的比他美，比他年轻，只能被送给老男人。王连城让你陪的老男人是谁？多大年纪，长什么样子？王双悠悠开口，那个男人是王家背后的人，自称不老神仙。王连城叫他襄王，听说是当今圣上的16叔。他有一个院子叫天宫，里面有许多妙龄少女，统称为仙子。仙子分为3等，1等的仙子只负责月华池上起舞，2等的仙子可以负责老神仙的日常起居，3等的仙子是他用来招待往来官员的。襄王曾经在夺嫡之路上帮过当今圣上，虽然排名16，是皇帝的16叔，也就比皇帝大5岁。谢灵渊的震惊程度不亚于别人告诉他裘九是女子。襄王的院子在哪？在冀州山上的温泉庄子里。我感觉自己上一世白活了。有哪些官员去过襄王的院子？你仔细回想，都有谁？谢灵渊拿出纸笔，我也不认识，我是2等仙子，并不服侍官员，只知道有一个齐大人叫什么齐鲁的，自称齐仙人，还有一个叫风仙人的，叫什么林什么风的。
两广总督齐鲁，冀州知府林俊峰。好啊，好得很。谢灵渊扔下手中的笔，来人，快马加鞭把信送回京城。你明日带我去天宫。谢灵渊一指王双，王双摇头，我找不到，每次都是蒙着眼被送进去的。王爷，我有一个法子，明日我跟襄王的人说，我爹新找到一个美貌女子，让柳侧妃跟着我过去，然后等着王爷的人来救。我勾起唇角，淡淡嘲讽道：本侧妃要是有那能耐，到军中当斥候不好吗？让柳家嫡女在天宫给襄王献舞，你可真敢想！在京城死去的襄王妃都不敢如此设计我，襄王的嫡孙女在京中见了我，都得屈膝行礼。襄王敢看我跳舞，我祖母能把他媳妇骨头渣子挖出来给他跳舞。谢灵渊眼神冰冷地盯了王双一眼，对我伸出手道：绵绵夜深路重，该回去休息了，这里交给秦大人就好。卧房内，我卸下钗环，发现谢灵渊手里还拿着一本书，饶有兴致地看着。表哥，你怎么还不回去睡觉？忘了，秦大人在你屋里。谢灵渊故作镇定地嗯了一声，我房间里没有他，要不我去王姐姐房间睡吧。我睡床上。谢灵渊黑眸中露出星星点点的笑意，又不是没睡过，你怕我抢你被子，还是你怕自己尿床？我白了他一眼，小时候的事，天天拿出来说。我去跟王姐姐睡，王氏生着病呢，你忍心打扰她？谢灵渊眼眸中金光一闪而过，再说这个时辰王氏已经睡熟了，你还要吵她起来，你睡觉又不老实。我想了一想，打个哈欠，那睡觉吧。京城中的雪停了，沈大人的策论被圣上频频夸赞，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前程似锦啊。赵大人谬赞了。赵全笑道，不知沈大人对如今的职位可满意？大皇子可没少在圣上面前为沈大人说好话。当然不满意。上一世，此时此刻，沈琦已经是大理寺丞了。大理寺丞的官职在京城并不起眼，却有实实在在的权利，到哪里都有人拱手行礼，敬一声沈大人。沈琦拱手道：多谢赵大人为下官费心费力，多谢大殿下在圣上面前为学生美言。赵全拍拍沈琦肩膀，沈郎中好好替殿下做事，工部是6部之一，也是重中之重，大皇子很看好你。沈琦牵起嘴角，谢赵大人和大殿下栽培，只是沈某对于工部之事并不擅长，听说户部还有一个空缺，这个职位。赵大人心里不屑，面上亲热地搂上沈琦的肩膀。沈兄户部员外郎乃是6品，工部郎中是从5品，不会就慢慢学吗？在大殿下身边有的是机会。沈琦垂目拱手称是，不知下官何时能见一见殿下？下官对大殿下雄韬伟略倾慕已久，想拜见大殿下。赵大人面露不愉，低声道：年关将近，大殿下很是繁忙，你也知道三殿下陪王妃回家省亲了，圣上闲暇之余难免空虚，大殿下得在圣上身边尽尽孝，哪里有时间见你？是。沈琦点头，又道：近日下官不曾看见秦楼。秦楼好似告假回秦家老家了。沈大人跟秦楼关系貌似不错，要是沈大人能把秦楼引荐给大殿下，相信大殿下一定高兴。赵大人亲热道：前世同秦楼的关系是不错，可今生不知为何，沈琦感觉秦楼变得陌生了许多，毕竟是几十年的好友，沈琦还是有自信能重新笼络好秦楼的。沈某同秦楼关系尚可以一试。秦楼身为秦家嫡子，同沈某是一样的，立嫡立长方是正途。赵大人心里鄙视，秦楼跟你一样，可真敢说。赵大人面上不显，亲热道：走，沈状元，咱们喝一杯去。赵大人，请。沈琦拱手，沈大人在京中可有常识的酒楼？赵大人想得很简单，请一个小小的沈琦吃饭，还不值得他破费去大酒楼。天香楼吧。沈琦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赵大人眉毛和眼睛拧到了一起，表情好像吃屎了。沈琦并没注意到赵大人的不悦，他现在急切的想让柳家人知道，没有他们，他依旧会平步青云，进不去刘府，去天香楼也是一样的。天香楼里掌柜的忙疯了，临近年关，达官贵人应酬多，天香楼几乎天天爆满。哎呦，张大人今个怎么得空？张大人楼上请，还是老三样。张栋点点头，一会儿工部的韩大人和户部的魏大人过来。小的知道。张大人请上楼。哎呦，赵大人里面请。直到小二看见了沈琦，瞬间变了脸色，大声道：掌柜的，沈状元来还钱了。掌柜的冷了脸，拱手道：沈状元稀客呀，可是来还银子的，还差1483两，抹个零头1480两。赵大人脸黑如锅底，只当没听见，拱手道：沈状元，赵某今日还有事，改日再聚。便头也不回的走了。掌柜的这才看清沈琦身上的官服，恭喜沈状元高升，这是您的欠条。大厅众人议论开，这沈大人还赊账吃饭，你不知道吗？沈大人在翰林院当值，翰林院的张大人每月都把沈状元的俸禄扣下还给天香楼。真不知道啊，沈状元没钱还吃霸王餐，你为何还在天香楼？沈琦板着脸，不自觉地带着上位者的口吻。是了，这一世柳绵绵没有他，恐怕根本不会发现天香楼掌柜的伙同账房做假账之事。心下鄙夷，柳绵绵还是那个只知风月的草包。这兴师问罪的语气让掌柜的冷了脸。沈大人这话问的有意思，我是天香楼的掌柜，不在天香楼能在哪？你和账房做过什么？心里清楚，不想我告知你家主子你们做过什么？沈琦伸手一推，威胁道：这账单你知道怎么做吧？掌柜的怪异感油然而生，在买冬菜之时，他同账房的确做了假账，因为厨子的媳妇生病，每月要用药吊着，他们铤而走险做了假账，却不想被侧妃发现。侧妃心善，不但没惩罚他们，还拨了银子请了太医。如今厨子媳妇病好的七七八八，孩子也上了学堂，厨子感恩戴德，每天锅铲都抡出了火星子，也从不叫苦叫累。假账之事他们再不提起，为何沈琦会知道，还用如此肯定的口吻？沈大人，我不知道你说什么，我和账房先生清清白白为东家尽职尽责，不知道沈状元说什么，请沈大人还钱。沈琦皱着眉，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等着。说完他便转身快步离开。这时从楼上下来一人道：掌柜的，沈大人的账我帮他还了，你把账单给我。接上集。从天香楼出来，沈琦越想越气，如今一个小小的掌柜都敢对他冷嘲热讽了。上一世我视他为天，这一世他居然要跪地朝拜我。不，
我绝对不能让谢灵渊当太子当皇帝。随后他又否定了自己的首辅之路，恐怕只有谢灵渊这个短命又无后的当皇帝才能达成。大皇子谢灵溪，哪怕后来逼宫失败，被贬为庶人，被幽禁，活的也比当皇帝的谢灵渊久。何况他还有这么多嫡子庶子。要是谢灵溪继位，上一世的小皇帝恐怕在无缘皇位，对他马首是瞻的小皇帝沈琦还是很满意的。想到这，沈琦面露凶光。沈昭刚在胡同里跟其他孩子疯玩，肚子饿了，眯着眼睛使劲往家跑，一个不留神撞到了沈琦腿上。沈琦没看清来人，冷了脸，刚要抬起脚，就见沈昭扬起脸：“三叔，你今个咋回来的这么早？可是带好吃的回来了？三叔，你身上有菜香味。”沈昭吸着鼻子在沈琦身上嗅来嗅去，冰糖肘子、八宝鸡、香酥鸭。三叔，你去天香楼吃饭了，咋不带我去？沈琦冷了脸，沈昭疯疯癫癫的成什么样子？沈琦皱起眉，他记得上一世沈昭是二甲出身，学问很好。沈昭，明日你就去学堂读书，不许再疯玩了。三叔，你要给我交束修银子吗？娘说京城的束修很贵的。娘，奶，你们快出来，小叔说要送我去读书。沈昭放开沈琦，一溜烟跑进西院。赵绵绵正在西院帮着沈老太太续棉花缝被子。沈老太太他们进京没拿行李，以为来享福当老夫人的，哪曾想冬日里冻成了孙子。没法子，到典当行买了几床破被子褥子，今日拆了重新续在一起。听见沈昭的声音，沈老太太迎了出去，跑慢点，祖宗啊！再摔倒磕破衣服，可就这一身能见人的衣服啊！赵绵绵看着手里沈老太太硬塞给她的针，眉头蹙起，厉声道：“茉莉，你过来缝。”我不会，相公回来了，我要伺候相公洗漱用膳了。茉莉站起身，赵绵绵扔下手里的针，不许你叫齐哥哥相公，你信不信我让齐哥哥卖了你？好好的尚书府大丫头不当，追着男人跑自甘堕落，下贱！茉莉停下脚步，我是贵妾，以后相公还会给我请封告命。赵绵绵气红了眼，你不要脸，我还没进门你就想当贵妾了，难怪柳侧妃不要你了。茉莉回过头，嘴角上扬，摸着自己的肚子，我当贵妾，相公答应我的，不用通知你，一个小门小户的商女，你也配？赵绵绵才注意到茉莉梳着妇人头，她气得一跺脚跑了出去，撞上了进门的沈琦。沈琦紧了紧手臂，怎么毛毛躁躁的？撞疼了吗？看见沈琦的脸，让赵绵绵质问的话通通忘记了。齐哥哥，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我？茉莉看见两人，摸着小腹转身进了里屋。沈琦手上用力，把赵绵绵搂进怀里。绵绵，明年开春咱们就成亲，我一定给你10里红妆，红艳为聘。齐哥哥，我信你，也只有我的齐哥哥可以从翰林院编修一跃到工部郎中，齐哥哥最厉害了。赵绵绵抬起头，满眼崇拜。沈琦低下头，四目相对。近日茉莉突然就不让他碰了，沈琦重回血气方刚的年纪，根本就耐不住。齐哥哥，茉莉还在里屋，会被他听见的。里屋的茉莉慈爱地抚摸着肚子，面露不屑地冷哼了一声：“奶，你怎么堵着门不让我进去？”门外的沈照满脸不耐烦。沈老太太低声道：“进什么进？你还想不想去学堂了？奶可跟人打听了，这京东的学堂1个月可2两银子，你想去学堂就别去打扰你三叔的好事。”赵绵绵羞涩地推开沈琦，他不傻，没有成亲，甜头可以给，底线不能丢。齐哥哥，我身边缺一个伺候的人，茉莉姑娘在尚书府当过差，规矩是极好的，也能给我讲讲这京中的人情往来，绵绵才能更好的做齐哥哥的贤内助。可不可以让茉莉姑娘去我院子里伺候呢？别说是1个茉莉，就是10个茉莉也可以。傻绵绵，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沈琦握住赵绵绵的手，屋子并不大，赵绵绵的声音茉莉听得一清二楚。茉莉披着沈琦不穿的薄棉袄，从里屋款款走出。恐怕妾不能伺候赵小姐了，妾有身孕了。庶长子乃是世家大族乱家之根本，世家大族不会犯这种错误。嫡子出生，妾室需请示主母，主母同意后才可以停了婢子汤。茉莉就是欺负赵绵绵不懂世家大族的规矩，当然沈家也不是世家大族，这是相公的长子，相公不会不要他吧？茉莉眸中泪光闪烁，茉莉的泪让沈琦犹豫了。上一世茉莉也曾为他流掉一个孩子，可是他更不愿赵绵绵伤心。绵绵，你是当家主母，这件事由你处置。茉莉抬起头，一串眼泪划过，夫人，请给茉莉一条活路。赵绵绵气得要死，刚才还恶言相向，说她小门小户商女，现如今又装可怜。齐哥哥，在我赵家出现庶长子都是一碗堕胎药了事的，就是不知道沈哥哥你舍不舍得了。沈琦有一丝舍不得，可毕竟这个孩子不是他同赵绵绵的。上一世他把沈良辰和沈美景过继到赵绵绵名下，也是因为柳绵绵同绵绵细看之下有几分相像，他那时功成名就，一切都唾手可得，便时常想起赵绵绵。如果他和绵绵有孩子，是不是长得同良辰和美景一样？于是他在死后就让良辰和美景做了赵绵绵的孩子，在死后才让小皇帝颁布圣旨，也算是给柳绵绵留一份体面。好在今世绵绵在他身边，他们会有自己的孩子。这样一想，处置茉莉肚子里的孩子，沈琦的那丝心疼也没了。你处置就好，绵绵，家里的事都听你的。相公你说什么？茉莉忘了哭泣，这是你的长子啊，你怎么能这么狠心？什么狠心？沈老太太推门进来，茉莉呀，赶紧做饭去。老夫人，我有身孕了，求老夫人救救我的孩子吧。茉莉仿佛看见了救星，沈老太太眼神在赵绵绵身上打转，听绵绵的吧，你是老三屋里的妾，得听主母的。婶子，我们赵家虽然是小门小户，也没有不成婚就有庶子的道理，听你的。绵绵，吃了饭再回去吧。沈老太太亲亲热热拉着赵绵绵的手，不了一会儿我让丫鬟送药过来，茉莉姑娘记得喝。又对沈琦道，齐哥哥，我先回去了。沈琦的大嫂李招娣靠着门框嗑着瓜子道，茉莉，你也别怪我们心狠，老三还没成亲，房里就多出一个你，人家赵绵绵都没难为你，你就应该知足了。这院子是人家赵家的，你要是有一个院子让我们住，我娘也向着你。人家赵绵绵有娘有爹有哥哥还有嫁妆，你有啥？茉莉喃喃道，我也有爹娘和哥哥，赵绵绵的爹娘和哥哥都是低贱的商户。沈琦的二嫂呲着一口大黄牙笑道，咱们现在吃赵家的喝赵家的，可不能因为你得罪赵家。再说俺娘也不缺孙子。李招娣摸摸自己的肚子，娘，俺这个月月事也没来，你说俺是不是也怀了？沈老太太欣喜道，真的，晚上给你煮个鸡子吃。奶，我也要吃鸡子，还要放香油蒸着吃。沈照撒娇道，行，都吃都吃，你三叔升官了，以后咱们家就有钱了。娘，
老三升官了1个月多少银子？他还说送沈兆去学堂嘞。我问老三了，1个月35两银子，1年都是近400两银子。沈老太太一拍大腿，没多久，赵绵绵的丫头端来一碗堕胎药，茉莉喝下，不到半夜便见了红。而在冀州的我，今晚睡得正香，突然感觉有人把我拉进怀里，吻上我的唇。从梦中醒来，惊魂未定的我使劲拍打着此人的胸口。绵绵，是我。听到沙哑的声音传来，我动作一顿，表哥，你怎么了？此刻我才后知后觉道，为什么你身上这么热？着了香王的道，绵绵帮我可好？谢凌渊呼吸都带着热气，我上一世活到了60多岁，不是无知的小姑娘。谢凌渊额头上都是豆大汗珠，身上的衣裳已经湿透，可以吗？谢凌渊再次小心克制地询问。谢凌渊去了香王藏在山里的所谓天宫，出来时一路狂奔，马现在还瘫倒在别院门口。想了想，我点点头，吻上了他的唇。黑夜里，我几乎能感受到他心跳如雷鸣。茉莉，吃点东西吧。李招娣端来一碗黑乎乎的汤，家里的东西都被婆婆管着，这是我偷偷攒下的，赶紧吃吧。茉莉脸色苍白，半靠着，谢谢你大嫂。茉莉，你说你这刚没了孩子，正是身体虚弱的时候，得好好补补是吧？汤水的味道让茉莉皱起眉头，好在还热乎。你说柳家真不管你了吗？好歹你伺候那个柳小姐好几年，总有感情在的吧？你回去要只鸡也是好的呀，炖点鸡汤补补身子。李招娣咽咽口水，我不会让小姐笑话我的，我会证明给她看我没错。茉莉喝完汤，慢慢的滑到被子里，被子只有薄薄的一层，身下铺着稻草。李招娣撇撇嘴，神情古怪的看一眼茉莉。茉莉怕不是一个傻子，好好的尚书府大丫鬟不当，跟着老三跑这儿来受苦。她和老二媳妇是家里穷没办法，几两银子的聘礼，爹娘就把他们嫁了。这茉莉是没苦硬吃啊！想想她原先穿的绫罗绸缎，李招娣都想去柳家当丫鬟。茉莉感觉浑身都冷，嫂子，你帮我点一个炭火盆子吧，炭火都在娘的屋子里，你跟她要去吧，我可要不出来。哎，茉莉，你跟我说说，在柳家你都住哪里？平日里都干啥呀？用给柳小姐洗脚、洗衣服不？以前的日子，茉莉同芍药一屋，平日里房间都有3等小丫头打扫。洗脚我并不需要别人伺候，洗衣服自然有江喜的婆子，她们只需要陪着我就好。平日里不当值，她就会帮芍药一起挑画本子给小姐看。白头偕老，恩爱两不疑，贫困书生高中状元，2个人相互扶持，生死同学。以前的日子再好，没有沈相公也是不好的。如今的日子再苦，到老了回想起来也是甜的。茉莉喃喃道：啊。李招娣发现她跟茉莉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她就想吃鸡汤。那个，你都小产了，你娘家人不来看看你啊？茉莉摇摇头，我爹娘又不知道，嫂子受累替你跑一趟，你这回遭了大罪了。如花似玉的姑娘都变啥样了？你爹娘不得来看看啊？嫂子给你跑这一趟。茉莉摇摇头，她不想让爹娘看到她如今的样子，她只想过身穿诰命服出现在他们面前，让他们后悔。鸡汤你想喝不？李招娣又问。茉莉轻轻点着头，原先觉得太油腻，如今倒是想喝了。府里做鸡汤不单单放老母鸡，还要放人参、当归、枸杞和火腿，小火慢炖，再撇去上面的油，用纱布过滤出来就是鸡汤。让茉莉说的。李招娣险些流口水，我的娘嘞，放这么多东西，那鸡得多香啊！不吃鸡，只喝汤。李招娣一拍大腿，哎呦，我这就去你娘家，你喝汤，我吃鸡。李招娣按照茉莉说的，来到尚书府角门。哎，大娘，那个茉莉的大哥柳大勇在这不？守门的婆子跺着脚，你谁呀？柳大勇家的亲戚。李招娣缩着脖子，守门的婆子看李招娣穿得破破烂烂，感觉像打秋风的。柳大勇他爹娘都是家生子，哪有啥亲戚啊？茉莉让我过来的，来找柳大勇。李招娣掏出兜里的一把瓜子递了过去，婆子没接，无功不受禄。柳大勇跟着小姐陪嫁到王府了，给小姐赶马车去了，你去王府找去吧。李招娣听说柳大勇不在这，又问，那茉莉爹娘在这不？你给俺叫一下呗，我上哪给你叫去呀？茉莉爹娘在庄子上呢，城郊的庄子上，你有能耐自己找去，赶紧走，天太冷。李招娣一路小跑，又到了王府。王府大门口两侧各站着12名身挎宝刀的侍卫。李招娣在门口转了2圈，不敢上前询问，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到了赵家西院。娘，今天能吃鸡汤不？沈兆双眼冒光，吃屁，看你像鸡汤，冻死我了。李招娣脱了鞋，在地上烤火。娘，你不是说去小婶子娘家要钱买鸡做鸡汤啊？鸡汤呢？沈季也小声问道。哪有鸡汤？屁的鸡汤！午饭给我留了吗？赶紧给我端过来。沈季把给李招娣留的午饭端了过去。李招娣一看，清汤寡水，哎，对付吃吧，还不如在村里吃的好。娘这话你可别让奶听见，小心她又骂你。你娘我又不傻，你奶中午给茉莉送饭了吗？沈季点头，送了点稀粥，奶说不能吃得太干，会肚子疼。中午小叔回来了，给小沈抓了2包药。李招娣低声道，他算你哪门子的小婶子，可不许瞎叫，小心让赵绵绵听见不高兴。你小叔只当茉莉是暖床的丫头。天亮后我已经装睡很久了，谢凌渊一直不起床，我甚至都能感觉到他的呼吸喷洒在我的脸上。上一世到底是谁说谢凌渊不能人道的？2天了，他晚上不放过我也就算了，白天也不愿意放过我，我现在只想他赶快离开。王妃，王爷同柳侧妃2日没出来了。香雪咬着唇委屈道，我知道啊，那又怎样？王氏拿着算盘，算着年关的账目。王妃，你这样不争不抢，人家会以为你好欺负的，以后王爷心里还能有你吗？王氏停下手中的活，从前心里也没有我，为何以后要有我？我是银子吗？他为何心里要有我？香雪委屈中带着一丝说不明的情绪，可是他娶了您，您是王妃呀。王氏微怒，香雪你忘了吗？当初没有王爷，你我和随风早就是黄土一捧了，如今有吃有喝，不好吗？为什么要渴求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原先是我不懂，以为王爷有隐疾，总要装样子顾全下王爷的脸面。如今我看明白了，王爷是心里有人，心中有玫瑰，万花不入眼。这日子对于我来说岂不是轻松自在？香雪垂眸，可是王妃不觉得苦吗？王家接下来倒了，以后大皇子妃、二皇子妃又怎么看你呀？他们原本就瞧不上您。王氏学着海棠的样子，仰起头，我还瞧不上他们呢，用他们瞧得上？曹氏都是庶人了，还敢瞧不上我？可是王家没有王家了，王妃要怎么办？随风厉声道，王家同你我，同王妃何干？你忘记咱们以前过的什么日子了吗？香雪，
你到底想做什么？香雪红着眼眶，怒吼道：随风，你忘记夫人临终前的嘱托了吗？他想让小姐好好活着，找到爱她的人，共度一生。皇家没有合离的王妃，这样对小姐不公平。王氏摇摇头，目光坚定。香雪，我已经找到这个人了，我从未想过能为娘报仇，如今大仇得报，咱们不是应该高兴吗？王家罪有应得，王家不倒，还会有更多的商女受骗，他们会像我娘一样尸骨无存。我琴棋书画、吟诗作对一样都不会，他从未嫌弃过我。他想让我做这个王妃，我就做王妃；不想让我做这个王妃，我就带着你俩去看看山川大河。听说柳家大爷年年带着夫人往外跑，到时候咱们买辆马车，也跟在后面长长见识。王氏的目光落到香雪身上，带着几分试探。你们两个如果想嫁人，就告诉我，我看柳瑞的儿子人就挺好的，很得绵绵信任，前途肯定不错的。随风羞涩道：我听王妃的，奴婢。香雪眼神中有一丝慌乱，奴婢还不想嫁人，只想留在王妃身边。王氏听见香雪的回答，垂下眸子叹息一声：我知道了，香雪你下去吧。恭喜恭喜，沈郎中！沈郎中状元出身，果然大才。沈郎中以后常来常往。沈琦拱手，脸上是春风得意。哪里，各位大人谬赞了，沈某受之有愧，还需要各位大人指点。沈郎中真是谦逊啊，被皇上钦点可以上朝听政，这是何等的殊荣啊！大圣朝5品以上官员才可以上朝听政，沈琦现在还只是从5品。沈琦垂目掩盖着眼底的得意，尽量表现得谦逊有礼。下官沈琦参见柳尚书。沈琦想让柳尚书看看，没有尚书府，他一样可以走得更远，可以得到皇上的赏识。柳尚书因为茉莉有些看不上沈琦，从前是自己眼睛瞎了，居然觉得沈琦学问不错，还想招他为婿。沈郎中有何事？沈琦有些急不可耐，他急切地想在柳尚书脸上看见后悔。柳大人可看了学生的策论？不知柳大人有何指教？沈琦对自己的学问有自信，上一世柳尚书就对他的学问赞不绝口。下官曾经想求。沈琦想告诉他，我曾经想娶你的女儿，想让柳尚书知道，他同他失之交臂，他们柳府错失了他这个才华横溢、前途无量的女婿。柳尚书惜才，定会懊悔不已。没看，没有指教。柳尚书满脸不悦，沈大人天子门生，不可在本官面上自称学生，本官没有谋朝篡位的心，你别诬陷本官。柳尚书是老好人，很少对人，生活美满，夫妻和睦，子女都乖巧懂事，从不与人红脸。如今这严厉的语气，让附近官员一愣。哎呦，柳大人今天气性这么大呢？昨天被夫人扫地出门了。翰林院张栋打着哈哈，毕竟是多年好友，柳尚书和张栋这时候心有灵犀了，何必跟沈琦起争执？这沈琦如今可是大皇子身边的红人，打狗还要看主人。柳尚书顺着张栋递过来的台阶道：你好些时日没看见姑娘，想姑娘了？听说你两儿媳妇都有身孕了，恭喜恭喜啊！张栋拱手，两人直接聊了起来。沈琦在朝堂上向皇帝奏请封襄王之孙谢卓为王爵，上一世谢卓的儿子8岁登基，沈琦辅政，小皇帝十分听他的话，所以在沈琦死后颁布圣旨，让沈琦与赵绵绵合葬，过继我的儿女到赵绵绵名下。皇上问我父亲柳尚书你怎么看？襄王之孙是不是王爵？我爹一点不关心，他就是单纯看不上沈琦，在天香楼吃饭不给钱，还忽悠我的贴身丫头茉莉给他做妾。我爹越想越气，冷着脸道：启禀皇上，微臣觉得不妥。沈琦黑了脸，柳尚书为何不妥？儿臣也觉得不妥。谢灵渊身穿4长蟒龙朝服，头戴金冠，大步而来，立言出声：儿臣一告襄王在冀州地界强抢民女，供自己和官员享乐；二告襄王吸食贩卖前朝禁药50散，用50散控制大量官员，为其所用；三告冀州王家同襄王狼狈为奸，残害百姓。谢灵渊走到大殿中间，手持万民书跪倒在地，这是冀州百姓的万民书，请父皇过目，呈上来。皇帝声音不见丝毫惊讶。谢灵渊又道：父皇，儿臣在襄王所在的庄子里缴获大量的金银珠宝，足足有180多万两，还缴获了大量铁矿。康世子和秦大人可为证人。襄王之过，罄竹难书。天宫之中，每人埋骨何止100具。襄王赐死，襄王之子嗣贬为庶人，男子发配，女子为官妓。沈琦百思不得其解，如何会这样？上一世襄王寿终正寝，子孙成群。沈琦面容扭曲，是谁也重生了？枯坐一夜的沈琦毫无头绪，难道是他上一世的政敌？没有政敌呀，一切都顺风顺水，水到渠成。沈琦实在想不出来，他曾经得罪过谁。清晨，北风横扫，茉莉裹紧了本就不厚的被子。相公，我好冷，好像得风寒了。沈琦面露深思，要说敌人还是有一个的，茉莉前世的丈夫。茉莉，柳旺如今在哪里？可是做了柳绵绵的陪房，一定是柳旺同我说了什么。沈琦如同拨开迷雾，难怪这一世我不嫁给他了，导致他的仕途路如此难走。毕竟上一世柳旺死于他之手。柳管家的儿子柳旺，他在柳家已经同大夫人身边的柳桃姐姐成婚了。相公为何问起他？相公认识柳旺？认识，简直是太认识了，亲手给他送到阴曹地府的，能不认识吗？他可有求娶过您？沈琦阴恻恻地盯着茉莉问道。茉莉心下一惊，柳旺对他有意思，时常送他一些小东西，可是他看不上泥腿子。茉莉不想让沈琦误会他水性杨花，便道：我同他不熟，没说过话，他怎么会求娶我呢？沈琦心下肯定，柳旺果然如同他一般重生回来了。柳旺死前曾说过，如果有下辈子，绝不娶茉莉为妻。沈琦越想越气，被一只臭虫算计了。啪！茉莉，你害我！茉莉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沈琦。王府内，我正和谢灵渊、王氏以及海棠一起打马吊，却听内侍进来禀报道：王爷，工部郎中沈琦求见。求见我。谢灵渊扔出了手里的2万，求见柳侧妃。内侍接着道：
柳侧妃不见外男，让他赶紧滚，又转身问道：“是吧，绵绵？”我摸了张牌说道：“转告沈琦，本侧妃同沈状元不相熟，也无话可说。”风里夹杂着雪花，内侍穿着厚厚的冬衣，仍旧被冻得缩着脖子。沈大人请回吧，我们侧妃娘娘说了，同沈大人不相熟，也无话可说。沈琦满身风雪，心比身体还冷，此时态度恭敬。微臣的妾室茉莉感染重病，想念救主，有几句话想让微臣转告给侧妃娘娘，麻烦公公再通传一声。沈琦从袖子里拿出5两银子，请公公吃酒。奴才不会吃酒，多谢沈大人心意。宰相门前3品官，何况王府呢？这是谢灵渊的贴身内侍小包子，也不是谁的赏钱都能看得上。故而并没有伸手接，天太冷，懒得伸手，但还是看了他一眼道：“请沈大人稍等片刻吧。”侧妃娘娘，沈大人说他的妾室茉莉感染重病，有几句话想让沈大人带给您。谢灵渊眸光深邃，一个被主的丫头，没打死已经是仁慈，再敢拿他说事，本王可没有那么好的耐心，让他滚。门口的沈琦顶着风雪，俊美的面孔冷若冰霜，本该略显落魄的身影，却多出几分清冷出尘之感。睫毛上落着晶莹剔透的双珠，更衬托得沈琦俊美非常。饶是见惯俊男美女的小包子，也忍不住感叹一声：沈大人长得真是人中龙凤呐！难怪王爷不让柳侧妃见沈大人。沈大人，侧妃娘娘说主仆情谊已尽，有些话就不必相告了。沈大人请回吧。沈琦拦住小包子：公公，沈某想见王爷。见王爷？王爷和侧妃在一起呢。小包子冷了脸：我们王爷不在府里，我们王妃、侧妃都不见外男，你赶紧走吧。拨开沈琦的手，小包子小跑到门口，对着守卫道：张侍卫，今个天冷，关大门，别让风雪进来。沈琦看着缓缓合上的朱红色大门，他曾经进这道门，甚至不需要通报。等等，康世子顶着风雪策马而来，请公公通报一声，微臣求见王爷。哎呦，康世子请进。王爷说康世子过来不用通报。大门缓缓打开，康世子下马，把马绳扔给小包子，脚步急切。康世子，你等等奴才啊！小包子大喊。朱红色大门缓缓关上，康世子脸苍白的吓人，不经过通报，直接进了我的明月居。刚进门，咚的一声，被门槛绊倒在地上，哼唧唧2声，彻底没了动静。谢灵渊冷着脸从榻上坐起来，又是谁？大雪天串门，闲得慌。见到后背被血染红的康世子，谢灵渊也没了脾气。小包子进宫请了太医来后，我才知道康世子这伤是上次在冀州时替谢灵渊挡的。为了药，康世子醒来见我第一眼便道：刘小姐，我死后请把我的尸骨埋在岳微身边。岳微肯定怨我了，从不肯入梦。还好我马上就能当面同他道歉了。海棠有些看不上寻死觅活的康君无，当初就陈元是他，要那陈元为贵妾的也是他。李小姐走了，他又幡然悔悟了。康世子，那你也跟李小姐葬不到一块，你得同你的贵妾陈元葬一起。你可别难为我家小姐了，我家小姐不会挖坟，你死了康家不埋你，让我们小姐埋你，要不我们再给你哭一个呗。我点点头，康世子，谢谢你救了王爷，但是海棠说的对，康世子，你埋李家，你是康李氏啊还是李康氏啊？何必难为自己呢？砰，门被从外推开，紫荆还来不及通报，康夫人便提起裙摆冲了进去。你要气死我才甘心吗？我竟然不知道康家还出了你这么一个情种。康家的基业不要了吗？你的世子之位不要了吗？当初你怎么不寻死觅活的跟我闹，说不愿意那陈元呢？当初你但凡闹一闹，我也不会逼迫于你。如今陈元马上进门了，你又闹着要殉情。康夫人声声气血，儿啊，你可想过这京中世家林立，为何人家姑娘偏偏设计你？你爹院中的娇姨娘、便宜娘是怎么来的？你都忘记了吗？这老康家的毛病，左就一个，右就一个，有情又处处留情。岳微的娘说的对，你配不上人家姑娘。康君无浑身颤抖，缓缓闭上眼睛。第2日一早，赵府的大门口，相公，天冷路滑，这个手炉你拿着。茉莉把手炉放进沈琦的手中，沈琦冷着脸，现在越发确定是柳旺定是跟我和谢灵渊说了什么，以至于谢灵渊对他态度冰冷。茉莉身子还没好，拖着流血的身子起来伺候沈琦上早朝，看见沈琦冰冷的脸，他哆哆嗦嗦扬起笑脸道：相公，快上马车吧，莫要迟到。沈琦到了宫门口，却被侍卫拦了下来。工部郎中沈琦，沈大人，请回吧。沈大人的品级不用上朝听政。恰在此时，张栋的马车经过，侍卫热情道：张大人早。张栋撩开马车帘子，看了眼沈琦，道：早啊。哎呦，这不是沈郎中吗？沈郎中您听说了吗？今日午时，菜市场拍卖罪人襄王家眷奴仆，我看沈大人对襄王一家有情有义，可以把他们买回去，在家里供着。张栋咧嘴一笑，放下了帘子。沈琦咬着牙，车夫去宝芝堂。赶车的车夫一愣，大人这么早，宝芝堂还没开门？无事，在门口等一等。沈琦坐在马车上，只等到宝芝堂开门，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包药。到了下早朝的时辰，马车停到赵家铺子门口。齐哥哥，今日回来的这般早。赵绵绵看见马车，欢喜的迎了出去。齐哥哥，你手里拿的什么？赵绵绵伸手，沈琦躲过了他的手，是药，给茉莉补身子的。赵绵绵垂下眸子，吃味道。齐哥哥对茉莉真好。沈琦没注意到赵绵绵的不悦，仍旧说道：绵绵，给齐哥哥拿几颗蜜饯，这药苦，给茉莉压压苦味。赵绵绵不悦，却没有办法。沈琦带着蜜饯回了西院。次日一早，李招娣砰砰拍着茉莉的房门：茉莉，今天轮到你做早饭了，还当自己是刘府的大丫鬟，等着别人伺候呢，赶紧起来做早饭了。见没人回应，李招娣不耐烦地撞开门，要我说，还是妹妹好福气啊，这老三就是心疼人。李招娣拿起桌子上的蜜饯放进嘴里，起来，还睡呀？我跟你说话，听不见吗？
茉莉蜷缩着身子，被子蒙着头，一会老三下朝回来了，要吃饭的，懒死你得了。这时候沈家人都选择性的忘记茉莉刚留了孩子，还没出小月子。唰，单薄的被子被掀开，啊，俺的娘啊，俺的老天爷呀，快来人啊！茉莉浑身青紫，身体已经僵硬，身下的稻草上都是血，手上还握着半颗舍不得吃完的蜜饯。李招娣叫出杀猪声，吐掉嘴里的蜜饯，食指放到嘴里，抠着嗓子眼。茉莉本就是奴籍，小产后血崩而亡，草席一果从赵家大门被送了出去，15两银子被沈老太太配了冥婚。男方是精神有问题的老光棍，叫胡高明。沈老太太烧着手中的纸钱，茉莉，大娘也算完成你的心愿了，你不想当高明夫人吗？嫁给高明也算个夫人了，死后就别缠着我家老三，安安心心当你的高明夫人吧。茉莉的死没有惊起一点水花，最大的贡献就是15两银子，沈老太太买了3斤五花肉，1只鸡，沈兆喝了她心心念念的鸡汤。吃饱喝足，李招娣偷偷出门，在门口碰见了自己的妯娌钱果。老二家的，你干啥去啊？钱果抱紧手里的包裹，吃得太撑，出去溜达溜达。大嫂，你呢？我也是。李招娣紧了紧手里的包，两个人多年妯娌，同在一个屋檐下住着，对方放个屁都知道啥味道。两人没再问，一同去了典当行。2个包裹里都是茉莉从刘府带出来的衣裳首饰，就一还值这么多钱。我的乖乖呀！李招娣攥着自己手里的银子，满脸不可置信。大嫂，这刘府真是富贵人家，一个丫鬟的衣裳就能卖这么多银子。你说要是老三娶了他家姑娘，那就是金山银山啊。李招娣幻想到，要是老三娶了柳家姑娘，我就让老三把天香楼要过来，天天吃天香楼，以后天香楼就是我家沈兆的。钱果掐着腰，呸呸，想得美，天香楼是我家沈图的，谁是沈图？李招娣面露疑惑，你疯了，咱家也没人叫沈图啊，我肚子里沈图。钱果自豪地摸摸肚子，冷风一吹，回归现实。李招娣叹口气，哎，别白日做梦了，人家柳小姐都嫁给王爷了，天香楼不是咱们的。钱果也叹口气，大嫂，你说茉莉好好的咋就死了呢？李招娣巧声道，是被姓赵的毒死的，用蜜饯。蜜饯！钱果惊呼出声，完啦完啦，我的儿子啊！我昨天晚上跟茉莉要了一颗蜜饯。钱果慌慌张张跑到街尾的白家药铺，大夫，大夫！白大夫刚要关门，就冲进来2个妇人，口口声声说他们中毒了，要死了。号了号脉，一点事没有。这位妇人，你已经有3个月身孕了，胎儿很健康，你们都很健康。呈会30文，京城号脉真贵呀。2个人后知后觉地往家走，冬季的冷风一吹，钱果险些站不稳。大嫂，蜜饯没有毒，那茉莉怎么死的？我昨天夜里看见老三给茉莉熬药了。李招娣眼神一闪，老二，要不过完年你们就回村里吧，保命要紧，富贵险中求。沈琦已经是5品官了，钱果舍不得回村里。钱果站直身子，哎呦，大嫂，你想骗我们2房回村里？你们大房留京城里享清福，想得美。当初老三念书，我们2房也是出银子的，如今他能赚钱了，让我们回村里，你想独占好处？李招娣，你想都别想，有难我们当，有福你们享。李招娣讪讪道，享福？上哪里享福去？茉莉没了，以后这衣服还得咱俩洗，饭还得咱俩做。李招娣和钱果回到家，发现沈琦还没有回来。大人，你找小人有事？柳旺直勾勾看着眼前的人，茉莉死了。沈琦冷着脸打量着眼前这个臭虫，茉莉是谁？大小姐身边的丫鬟。柳旺想了半天才想起来，哦，沈大人是想让小人通知他爹娘。柳旺对茉莉早就没啥心思了，他现在媳妇怀着孩子，啥茉莉不茉莉的根本想不起来。沈琦冷言威胁道，我说茉莉已经死了，咱们的恩怨一笔勾销了，如果再乱说话，小心你的狗命。亲为竹马的少年郎策马经过我的豆腐摊时，我正给客人切着第3块白水豆腐，金榜题名的红榜还贴在县衙门口，新科状元鲜衣怒马的身姿引得街边大婶推搡我，春丫头还不快去，你家景云来接你过好日子了。我擦净手上的豆渣迎上前，却见枣红骏马上的人别过脸去，珠帘晃动的马车里探出半张芙蓉面，夫君，这乡野村妇怎知你名讳？状元郎答，家中奴婢，字字如冰锥扎心。我强忍着不让眼泪落下来，原来他在京城另娶了。陆景云察觉到我的目光，却不敢与我对视。我每天天不亮起来做豆腐，只为了供他读书。他也曾指天立誓，嫌妻服我青云志，我还嫌7万2金。如今得了富贵，到底是问心有愧。家中奴婢也敢直呼你的名字，陆家的规矩真得好好改改了。那年轻女子瞥了我一眼，缓缓放下车帘。陆景云骑马经过我身旁，低声说道，先回家。随后若无其事地离去。我站在原地许久，直到状元1丈远去，围观的人群散去，我才回过神来，回到豆腐摊前。原本向我道贺的众人目睹了刚才的一幕，面面相觑，见我回来，便假装各自忙碌。春枝啊，张大娘欲言又止，最终叹了口气，男人啊，都没良心。如今陆景云高中状元，新娶的夫人定是高门贵女，你回家后别与他们硬碰硬，好好说，知道吗？我点头，收起豆腐摊，推着板车回陆家。我到达时，陆宅门前已围满了街坊邻居。陆家曾是显赫之家，但10年前陆景云的祖父和父亲相继去世，家道中落，仅剩3进3出的宅子。陆景云一心读书，这些年来陆家全靠我操持。我进门时，陆景云和他的新夫人正坐在堂屋品茶。陆母刚打赏完衙役和报喜的人，笑容满面，一见我便招呼道，春枝回来了。我走过去喊了声娘，陆母握住我的手，将我拉到身边说，
如真是丞相之女，她与景云的婚事是圣上亲赐，你也别怪景云，这是换谁都会这么做。你在陆家这么多年，街坊邻居都戏称你是景云的童养媳。我的意思是，若你愿意，就留下给景云做妾。纪如真听到这话，放下茶盏，显然她先前跟陆母约定并非如此。我容貌出众，与陆景云有青梅竹马之情，她怎会让我留下？陆母现在却自作主张要让我给陆景云做妾。我毫不犹豫地说，我不做妾。从东市回家的路上，我一想清楚，陆景云另娶已成事实，再纠缠也无用。我问他，陆景云，当初你说嫌妻服我青云志，我含嫌7万两金，你还记得吗？陆景云沉默不语，他当然记得，只是不愿在纪如真面前承认。我压下心中的酸楚，认真地说，现在我不要你了，我只要1万两金，你把钱给我，我们之间就一笔勾销。陆景云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你说什么？纪如真轻摇团扇，不悦道，张口就要1万两金，真是狮子大开口。陆母脸色难看，春枝啊，自你9岁那年，景云将你捡回家，一直是陆家养着你。要不是景云，你早不知饿死冻死在何处。这些年我待你如亲生女儿，你不愿做妾，想要钱，我能给的都会给你，但1万两金实在太多，你怎能如此强人所难？陆景云从袖中取出3张银票递给我，这里有300两银子，足够还你这些年给我的钱，你要就拿去，再多也没有。我接过银票，说道，说好1万两金就是1万两金，一文不能少。这300两我先收下当利息，剩下的我日后再来要。陆母闻言，当即数落我，300两还不够，你这是要景云的命啊，没良心，钻钱眼里了。见我不为所动，他又喊头疼。以往陆母这样一闹，我便什么都依他，但如今我无动于衷。纪如真一边扶陆母，一边喊道，来人，把他赶出去。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雨，看热闹的人已散去。我抬手抹了把脸，爬起来拖着板车往城北走去。城北住的都是做小买卖的人家，卖豆腐要赶早，为了不吵到陆母休息，我这些年攒钱买了个豆腐作坊，后面带着2间小瓦房，我平时就住那里。我淋着雨，推着板车，一边走一边流泪，跌跌撞撞地回到豆腐作坊。快要停下时，板车似乎撞到了什么，有重物闷声倒地。我放下板车，上前查看，发现一个男人倒在板车前，他满身是血，像是受了重伤。这绝非板车能撞出的伤，但四下无人，连个作证的都找不到。我只能先将男人半扶半拖地弄进豆腐作坊，让他躺在床上。彼时我还不知道这男人的身份是那样贵重，还不知天高地厚，让他跟我成亲。我点亮油灯，举灯走到床边，男人很年轻，约23、24岁，身上有多处剑伤，玄衣已被血染透。我探了探他的鼻息，还有气。我拿来剪刀、白布，打了一盆热水，对昏迷的男人说，你伤得太重，这身衣裳也要不得了，我是替你治伤才捡你衣服的，你醒来后别怪我。连着端出去4、5盆血水，才勉强帮男人收拾干净。许是人一旦忙碌起来，就没工夫伤心了。我擦净男人的脸，发现他虽满身是伤，却难掩金贵俊美。我长这么大见过最好看的人是陆景云，而眼前这个男人比陆景云更胜一筹。我给男人的伤口上药，用白布包扎好，家里没有男人能穿的衣裳，只好拿被子给他盖上，想着天亮后再去买套新的。忙活了一天，又被陆家赶出来，还捡了这么个重伤的男人回来，简直心力交瘁。我只有一张床，让给男人后便没地方睡，只能坐在椅子上凑合一夜。夜里电闪雷鸣，我被惊醒，却看见窗外有道人影鬼鬼祟祟。我快步走到桌边，拿起剪刀，悄悄躲到床后。来人翻窗而入，一边往里摸，一边淫笑，春枝，好春枝，听说你被陆家赶出来了，哥哥特意来安慰你，你在哪儿呢？怎么不出声？是街头流氓张虎的声音。这人总借买豆腐时对我动手动脚，先前还顾忌我是陆景云的童养媳，今日因是听说陆景云另娶官家小姐，抛弃了我，便趁夜摸来。屋子里漆黑一片，张虎看不见我在哪，身上带的火折子也被雨打湿点不起来，便摸黑往前走。我紧张的心都快跳出来了。今夜下着大雨，即便大声呼救，也喊不来人，反而会暴露我的位置。好春枝，你别不出声啊，你叫声张虎哥哥，哥哥疼你。张虎绕过桌子，继续往前摸，很快走到床边，伸手掀开被子，摸到了一具未着寸缕的身躯。哟，没穿衣服，你是知道今夜你张虎哥哥要来，所以特意脱光了等我是吧？张虎说着就往下摸去，忽然间床上的人一把捏折了张虎的胳膊，将他踹飞出去。张虎重重撞在墙上，口吐鲜血。你不是春枝，你到底是谁？滚！床上的男人沉声喝道，只一个字，便气势逼人。男人，春枝，你竟然在屋里藏了男人！张虎一边喊，一边手脚并用的翻窗离去。床上的男人抓起枕边的药瓶，当作暗器飞出去。正挂在窗户上的张虎应声倒地，连连喊道：好汉饶命，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早知道您在这，我也不敢来啊！张虎连滚带爬的跑了，我才悄悄掀开帘帐走出来。床上的男人听到动静，一把将我拉过去，掐住了我的脖子。你是何人？为何鬼鬼祟祟？我被掐得生疼，勉强发出些许声音来。是我救了你，你救了我。男人冷声道，我只是晕倒了，不是失忆，明明是你推着板车把我撞了。话虽如此，但他还是很快松了手。我立刻后退，抬手揉了揉脖子，那也是你原本就重伤在身，若你身上没伤，就板车这么轻轻的撞一下，还能把你撞伤不成？我怕男人死在自家门口，若是官家的人过来问话有理也说不清，这才将人扶进门。现在男人醒了，
张口就说是我撞的他，撞是真的撞了，但真正造成男人昏厥的是他身上的伤，不是板车撞的那一下，话还是要说清楚的。我说我原本可以将你扔在街上不管的，大雨天的没人出来救你，你淋一夜的雨，说不定明天就死了。现在你好端端的躺在我床上，还有力气掐我脖子，怎么不算我救了你？我又摸到桌边，拿出火折子，点亮了油灯。灯火亮起的那一瞬间，男人立马抖开被子，盖在了身上，不悦道：“你忽然点灯做什么？”我也是在点亮油灯，看清眼前景象之后，才想起他身上什么都没穿。可他一副被我占了便宜的反，我被气笑了。你反应这么大作甚？先前给你上药的时候，你身上都被我擦遍了，还差多看这一眼吗？男人皱眉轻斥道：“乡野之女，不知羞耻。我是乡野之女，你又是哪里来的大人物？要换做平日，我未必跟他争，偏偏我今日气不顺，当即反驳道：救命还分男女，早知道就让你躺在街上等死。”男人俊脸微僵道：“伶牙俐齿。”我冷笑道：“那你离开吧。”男人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再次开口道：“我衣裳呢？”我指了指床前那堆破布，捡了，还没来得及烧掉。他闭了闭眼，去给我找套干净衣裳来。这随意指使人的做派，真当我是他家里的小婢女？我白了一眼，我这没有男人穿的衣裳，等天亮之后去给你买套。好半天都没听到男人回答，我转身一看，才发现男人又晕过去了。探了探他的鼻息，比先前平稳多了。虽然这人不知好歹，但张虎是他赶走的。我在心里权衡了一下，这男人谈不上好人，但也算不上恶人。第二天，我去成衣铺买衣裳时，掌柜钱三娘见到我就问：“春芝，你一大早来买新衣，莫不是想好好打扮打扮，把状元郎的新夫人比下去？”小镇不大，一点事不出半日就传得人尽皆知。三娘说什么呢？昨日有个亲戚来投奔我，连身像样的衣裳都没有，我这是帮他买衣裳来了。我笑着说，想到那男人的金贵样，粗衣麻布实在不合适，我挑了身靛蓝色的圆领袍。钱三娘送我到门口，等人走远了，她嘀咕道：“不对，春芝是陆景云捡回家的孤女，哪来的亲戚啊？衣裳拿回家。”男人还在昏迷，我又收拾一下出摊了，毕竟生活还要继续。今日的队伍排得有些长，很多人是来看我热闹的。众人见我不哭不闹，觉得没趣，也渐渐散去了。今天不到晌午就卖完豆腐了。回到家，那个男人已经醒了，穿上我买的那件靛蓝色圆领袍，站在那里，让我这小小的豆腐作坊蓬荜生辉起来。见他已经可以下床了，我上前赶人，让他离开。男人却以伤得太重，走不了为由，执意要留下。我小声说：“你有武功在身，又受了这么多伤，谁知道你是不是作奸犯科，被官府追捕？”男人见眉微皱，脸色变得有些凶，沉声道：“我绝非作奸犯科之人，你不必这样防着我。”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不防着你，难道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吗？我对你一无所知，连你从哪来，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男人微微停顿了一下，说道：“我叫霍七，从来出来。”这个名字一听就不像真名，后面那一句更是说了等于没说。忽然间他话锋一转：“你这墙头这么矮，什么人想翻都能翻过来。我走了，你准备拿着剪子跟人拼命？”我回头朝矮墙看去，先前那些人忌惮我有一个状元之才的未婚夫，所以不敢来招惹。可现在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开口道：“那你又如何保证你就不会对我起歹心？”霍七注视着我，一本正经地说：“我见惯了角色，你在我眼中也不过五官分明，相貌平平。我长到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我相貌平平。不过这男人生的确实好看，他母亲和家中姐妹定然都是难得的美人。”想了想，我道：“说好了，你住柴房，伤好了就得马上走。”收拾完柴房，我带上围裙，来到灶间煮面。霍七就站在不远处，一直看着我，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做好面叫他来吃，他还是站着不动。我刚想问，他在我的注视下，有些艰难地迈开了一小步。我才想起他伤了腿，就是因为不好走路，所以才一直站在窗边。我到隔壁小屋推了一把轮椅出来，这是我攒了许久的钱，给陆老夫人买的。她每逢阴天下雨天腿就会疼痛难忍，只是我还没来得及送出去，就被赶出陆家了。霍七几乎是被我半推半按地扶到轮椅上的。他吃面的速度很快，一碗汤面见底了，还问我再要一碗。看他对我的厨艺这么捧场，我还是挺欣慰的。吃完以后，我跟霍七说：“你熟悉熟悉这把轮椅，我出去给你买点伤药，衣裳也得买2身才好换洗。最重要的是，我要去衙门看看告示，打听打听最近有什么犯事的人在外潜逃。若这个霍七是逃犯，我可不敢留他，得尽快报官抓人才是。”揣了几块碎银出门，我先去了衙门，告示上的画像的确没有霍七，这才松了一口气。捡回家的男人不是逃犯就好。从县衙离开之后，我去了李记药铺买伤药，药铺掌柜认得我，奇怪道：“你好端端的买伤药做什么？陆状元不仅抛弃糟糠妻，还打伤了你。”陆状元抛妻另娶这事是临水镇近来最大的一闻，我的心冷不丁被刺了一下，无奈道：“不是，先前家里备着的不小心打了，再买些放着，以备不时之需。”行，那你等着，我给你拿最好的伤药去。药铺掌柜转身去拿伤药，我站在药柜前等着。就在这时，几个仆从婢女走了进来，开口就说：“大夫何在？快随我们去陆家走一趟。”纪如真随后而来，一进药铺就和我对上了视线。我没想到会在这里碰见纪如真，微微一愣，而后很快反应过来。药铺掌柜很快就拿着最好的伤药出来，我付了钱，拿起伤药转身就走。纪如真却忽然开口道：“我让你走了吗？”随行的仆从婢女立刻就拦住了我的去路。我问道：“这是药铺，人人都来得走的，你让人这样拦着我，是何道理？”
季如真还没开口，她身边的婢女先出声呵斥道：“你好大的胆子！我家小姐是丞相嫡女，状元之妻，别说只是让人拦住你，就算要打你，你也只能受着。”两个婢女刁钻刻薄，拦着我的几个仆从一脸凶恶。药铺掌柜开口劝道：“状元夫人大驾光临，我这小小的药铺真是蓬荜生辉，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跟我说。他就是个买药的客人，还请您看在我的面子，让他走吧。”季如真不发话，只打量着我。没想到我被赶出陆家之后，没有躲起来哭，也没有一蹶不振，而是照样出摊卖豆腐。现在还出现在了药铺里。季如真自己是因为陆母病了，她想博个孝顺之名，压一压丞相之女抢人夫君的谣言，才亲自出来把临水镇所有大夫都请回陆家去，便怀疑我是知道陆老夫人病了，才故意来药铺买药，想借此机会重新回到陆家。季如真道：“你昨日将母亲气病了，拿了银子一走了之，还到处散播谣言，说景云抛弃童养媳，你不过就是景云捡来的奴婢，无媒无聘，凭什么自称景云的童养媳？我没有散播谣言。”我对季如真没什么可说的，我跟陆景云相依为命的那10年，虽然无媒无聘，但是整个临水镇的都知道我们是一对，没有正儿八经的成过亲，却对着皇天后土发过誓，此生绝不相负。现在是陆景云违背誓言在先，我不纠缠不报复，已是给彼此留了最后一丝情谊，偏偏季如真不肯放过我。季如真说：“你没有散播谣言，那整个临水镇的人为什么都在非议我和景云？”我只冷冷说道：“那就要问你自己了，放肆！你一个贱民也敢这样同我家小姐说话！”季如真的婢女冲上前来，抬手就要扇我的脸，我一把扣住了婢女的手腕，然后反手就给了这婢女一巴掌。她脸上很快出现了五指印。我每天做豆腐磨豆腐，手劲要比他们大上许多。你敢打我？婢女呆愣了片刻，捂着脸转身跑到自家主子面前：“小姐，他打我。”季如真仗着丞相之女的身份，在京城过的也是众星捧月的日子，哪里见过我这么不讲尊卑，二话不说就还手的，没用的东西，退下！季如真说着，亲自上前。几个仆从见状，伸手来按住我。我见势不好，抬腿重重踢向其中一个仆从的当下，在对方吃痛倒下的时候，飞快地冲出药铺。外头街道上人来人往，小摊贩们都认得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打趣我：“春枝，你好好的跑什么？后面有老虎追你啊！”我跑到卖菜刀的张大伯摊前，拎起一把菜刀就转头对上那几个仆从。谁都没想到我敢提着菜刀折返回来，仆从们都慌了，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去。季如真也走出了药铺，看着我提着菜刀朝他走过来，小脸也白了几分。“你要做什么？”我拎着菜刀站在季如真面前，其实我的手也在抖。季如真带了好些仆从婢女，我只有孤身一人，光天化日持刀对人，说不定要被抓进大牢蹲牢狱。可是我眼下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冷声道：“你不是问我无媒无聘，凭什么自称陆景云的童养媳吗？”季如真此时面白如纸，根本就不敢吱声。她是相府千金，养尊处优惯了，即便同别的官家千金有矛盾，也都是用后宅手段来报复彼此，比如给人查理下药，偷偷让人在背后将对方推下水。何曾见过拎着菜刀跟人说话的对手？加上街上人太多，仆从们都不敢擅自动手。我说我们是没成过亲，那是因为陆景云说过，等他高中要用八抬大轿娶我为妻，但陆景云失信了，陆景云负我是他的错，我只怪他不曾怪你，但这不是你跑到我面前耀武扬威的理由。我冷笑道：“相府嫡女，状元之妻又怎样？抢来的就是抢来的，何必颠倒黑白，将脏水泼在别人身上？”季如真张了张嘴，反驳道：“我与景云是皇上赐婚，你凭什么说我是抢来的？你无父无母，无亲无故，说不定本来就是天煞孤星。”他这话一出，街上那些与我交好的小摊贩纷纷开骂：“你在放什么狗屁？春枝从前是陆景云的童养媳，整个临水镇的人都可以作证。什么丞相之女，我看就是个嫁不出去的，才非要抢人家夫君。”隔壁卖猪肉的赵大哥拎着杀猪刀就过来了：“春枝别怕，有我们在，谁都欺负不了你。”我的眼睛一下就红了，即使没了陆景云，还是有这么多护我的人。看到这架势，一众仆从婢女们护着季如真落荒而逃，大家围着我七嘴八舌的安慰着。卖菜的给我塞了一篮子菜，卖布的给我塞了2匹布，连赵大哥也给我剁了一大块肉。卖菜刀的张大伯想了想，包了一把菜刀给我：“春枝，这把菜刀你拿着防身用。”我抱着一大堆东西回到家，昨天背我就回来的男人正在院子里装我早上给他的轮椅。见到我，他问：“怎么哭了？”我吸了吸鼻子道：“我给你买东西花了好些银子，心疼哭了不行吗？”说完转身就往屋里走。霍七推动轮子进屋，将一块价值不菲的玉佩递给我：“这个给你。”我昨日给男人擦洗上药的时候就见过这枚玉佩，一眼就能看出来很值钱，不是寻常之物。我问道：“你身上就这么一件值钱物件，给了我，你自己怎么办？”霍七神情有些微妙，转而又是一副漠然的样子，说道：“我自有办法，你拿着，别哭了。”我只是随便找个由头，他竟然当真了。刚有些感动，就听见他说：“你哭得很丑，下次别哭了。”这男人留下养伤，吃我的喝我的，给点值钱物件也是应该的。我没犹豫把玉佩收了起来。以前我都是早起做豆腐，下午把豆子泡上之后，就会回陆家照顾陆老夫人。现在被陆家赶出来了，下午可以歇一歇。只是一闲下来，就会想起跟陆景云那些事，便拿出袖颈塞的2匹布，想起那块玉佩可能价值不菲，我决定用这布给霍七做件衣裳。我给他量尺寸，他竟说我勾引他，真是不知所谓。我承认他确实长得很好看，可我也不差。虽然婚约没了，可我若想要男人，根本不用蓄意勾引。傍晚，院门被人敲响，霍七不想被人看见，推着轮子进了小屋。我一打开院门，却看见陆景云站在那里。反应过来之后，我立刻关门。
陆景云一把将即将关上的门抵住了。你还来找我做什么？我关不上门，只能转身往里走。陆景云推开门，走了进来，低声道：春枝，娶季如真为妻非我本意，实在是皇命难违。我止住脚步，转身看向他，究竟是皇命难违，还是你一心攀附权贵？陆景云沉默了片刻，说：春枝，你没去过京城，你不知道在京城这样的地方，想要活下来，活出个人样来，是要付出一切的。我压下内心苦楚，平静道：所以你娶了季如真，负了我。我曾以为会跟陆景云同甘共苦过一生一世，可事实是我们只能同患难，不能共富贵。因为能跟陆景云共富贵的，另有其人，不是季如真，也有别的高官之女，千金小姐。陆景云上前一步，伸手想来拉我，我避了过去，学着霍妻的模样冷脸道：男女授受不亲，你一个有妇之夫，不该单独来找我，更不该跟我拉拉扯扯。陆景云难以置信道：男女授受不亲？春枝，你跟我说男女授受不亲？你给我做了10年的童养媳，帮我洗衣做饭、沐浴洗头，除了没有正式行过周公之，早就越过了不亲这个范畴了。我别过头去，不愿意看他。你既娶了季如真，就不该来找我。他又往前走了半步，低声说：若我说我娶季如真是有难言的苦衷，我从来都没想过抛弃你另娶他人，你可相信？我嗓音微冷道：不管我相不相信，你都已经另娶他人，现在说这些已经毫无意义。你走吧，以后不要再来找我。陆景云低声喊我：春枝，你当真如此狠心？我被他气笑了，问道：你来找我，到底想做什么？陆景云看着我道：春枝，我想带你回家。我想起9岁那年被人贩子拐了，途中却因为高烧不退被丢下，蜷缩在大街上等死的时候，是陆景云救了我。那时候还是少年的陆景云对我说：我带你回家。于是我在陆家一待就是10年。我因为高烧不退，忘记了9岁之前的事，也忘记了自己的名字，连春枝这个名字都是陆景云给取的。到陆家之后，我有屋子住，有热汤饭吃，陆景云还教我读书识字。街坊邻居取笑陆景云给自己捡了个童养媳，陆景云也不恼，还说我捡的，自然就是我的。我从那时候起便知道，长大我是要嫁给陆景云的。可现在陆家已经不是我的家了。我努力压下满脑子的回忆，哑声道：这里才是我的家，你走吧。陆景云道：这哪里有个家的样子？你跟我回去，我跟夫人好生商量一番，许你做平妻。哪有什么平妻，不过是说的好听点的妾。我不接陆景云的话。陆景云当即又道：夫人出身高门，只是性子略微骄纵了一些，其实心地不坏，只要你给她赔个罪，哄她高兴，以后的日子不会难过的。我会护着你，等我在京城拼出一番天地来，你就不用再看她的脸色。我实在听不下去，抬手指着门，怒声道：够了，你走。陆景云还想再说，我直接将他推到了门外，一把关上了门。我不知道陆景云是什么时候变了的，明明他少年时温柔又良善，有凌云壮志，有8斗之才，而现在只剩权衡利弊，满心算计。靠在门板平复了许久，想起屋内还有个人在看着，我抬袖抹了一把眼泪，回屋继续去做衣裳。只是刚拿起针线，霍妻推着轮椅到小屋门口，我抬眸问他有事。霍妻简洁道：换药。我来到隔壁的小屋时，霍妻已经在脱衣裳了，看到的就是男人健壮的胸膛，缠在伤口上的白布已经渗出不少血迹。我上前道：裤子也脱了，毕竟他的腿也伤得不轻，不然我也不用把轮椅搬出来给他。霍妻看了我一眼，解开腰带，把裤子也褪了下来。昨天帮他上药的时候是夜里，他还昏迷着，我一心救人也没有多想什么。可现在是白天，他不光清醒着，还用一双丹凤眼看着我，我的心跳有些不受控制的加快，只能在心里一遍遍地跟自己说，这是在救人，救人性命的时候不要太在意男女之别。他背上的伤口很深，我一边上药一边轻轻地吹气，试图以此减轻他的痛苦。可他的背部还是很僵硬，我无奈道：你放松一些，背部别这么僵直，这样包扎起来会有点松。上半身的伤口包扎好后，我蹲在他面前给他的腿伤上药。霍妻垂眸看了我一会儿，扯过了我手中的纱布，冷声道：我自己来。只是刚处理好没多久，院门再次被人敲响，这次来的竟然是几个衙差。领头的衙差开口问道：你就是春枝？我回道：民女正是。领头的衙差高声道：找的就是你。本朝律令，凡女子年满18尚未婚配者，当处以重罚，由官府强行婚配，倘若不从，就得蹲牢狱吃牢饭。本朝女子15岁及笄就要开始婚配，像我这样拖到了19岁还没成亲的姑娘，少之又少。先前整个临水镇的人都知道我是陆家的童养媳，陆景云这几年一直在外求学，所以才没有完婚，官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陆景云娶了丞相之女，我被陆家赶了出来，衙差就上门拿律法说是来了。我试图解释道：衙差大哥，我并非是年过18尚未婚配，是我原先的未婚夫悔婚另娶，所以才……领头的衙差粗声打断道：少废话，年满18尚未婚配的女子就是触犯本朝律法，你跟我们去衙门里走一趟。我后退了2步，朗声道：即便是律法规定，年满18尚未婚配的女子要由官府强行婚配，也要给人一个期限，并非上门通知的当日就能拿人的。4个衙差互相看了几眼，都觉得这是有点棘手。原本这条律法近几年实行的就没有从前那般严格，要不是向府小姐派人到知府那里知会了一声，他们几个也不会专程跑到这里来为难一个卖豆腐的。我看他们的态度没有一开始那么强硬了，再次开口道：婚嫁之事关乎女子一生，还请官爷通融我几日，我会尽快。领头的官差不等我说完，就开口打断道：3日，若3日之后你还没有婚配，那就要么由官府强行婚配，要么蹲大牢。我们话已传到，
你自己看着办吧。衙役们撂下话，转身就走。隔壁住的李大娘热闹看了全程，走过来说：“咱们临水镇已经好些年没出过年满18还没婚配的姑娘了。我记得上一次还是城北杨家的小女儿，为了给母亲守丧，耽误了3年，从15岁耽搁到18岁，好不容易出了孝期，要跟未婚夫成亲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不等我接话，李大娘自个儿就把话接上了。杨家姑娘的未婚夫跟别人好上了，说要完婚可以，她要同时娶2个。杨家姑娘不肯啊，这门亲事就吹了。这一耽误就过了18，官府上门罚杨家好些银子，最后把杨家姑娘强行婚配给一个赌鬼。成亲没几个月，杨家姑娘就上吊了，好好一个人说没就没了，真是作孽啊！官府强行婚配，能把你配给什么好人？春枝啊，你听大娘一句话劝，要么回去求求陆家，让状元郎把你收了，要么赶紧去找媒婆，物色个靠谱的男人，把自己嫁出去。听到这里，我渐渐回过神来，我知道了，李大娘，多谢你。李大娘摆摆手，忽然话锋一转，对了，我娘家还有个侄子，今年23岁了，长得高高大大，模样还算过得去，是个渔夫。你看，我立刻打断道，不用了，谢谢李大娘。我立刻进屋把门关上了，回屋坐下冷静了一会儿，我准备出门去找媒婆。官府处以罚金，能罚到人倾家荡产，强行婚配也不可能配给什么好人，更不能去蹲牢狱。自己找的人怎么都比官府胡乱配的人强一些。我拿着银子出门，刚走出屋子，就碰上了推着轮椅出屋的霍七。霍七问道，急匆匆的要上哪去？我有急事要出门一趟，晚上可能不回来吃了，米面都在灶台边上，你要是饿了就自己弄些吃的，换药不方便的话你就等我回来再换，我走了。说完我就快步离开。等我再次回到小院的时候，霍七差点把屋子给点了，我忘了他看着那样金贵的做派，可能根本不会烧火做饭。灶间点了一支蜡烛，火光跳跃着拂过男人俊美无愁的脸庞，我忽然福至心灵，在3天之内把自己嫁给一个靠谱的男人很难，那我何不找个人假成亲呢？我上前接过了霍七手里的火折子，用碎柴点火，很快就把火升起来了。片刻后，我做好了一锅瘦肉羹，拿大碗给霍七盛了瘦肉羹，端到八仙桌上，招呼他趁热吃。霍七刚吃了一口，眼睛亮了一下。我问，瘦肉羹好吃吗？他面无表情道，尚可。但一口接着一口，快速吃瘦肉羹的速度出卖了他的真实想法。我温声道，慢点吃，不够的话锅里还有。霍七吃着吃着，忽然察觉到了什么一般，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我诧异道，这都能看出来？霍七不紧不慢道，很明显。我索性就直说，我已经19了，本朝律令，凡是年满18还没婚配的女子，都要交罚金，要么由官府强行婚配，要么蹲牢狱。霍七道，的确有这样一条律令。我跟你说这些，是想问，我纠结了一下，还是开门见山道，霍七，你娶妻了吗？霍七微微一顿，嗓音低沉道，尚未。我兴奋道，那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跟我成亲？不对，是假成亲。霍七皱眉道，你把婚姻大事当什么？儿戏吗？我解释道，并非是我把婚姻大事当作戏，实在是官府那边催得急，我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值得托付一生的人。我下午也去相看过2个男子了，可要我3日之内就跟他们其中一个成亲，我真的做不到。霍七抬眸看向我，所以你就把主意打到我身上了？我没有打你主意，只是假成亲而已。我急忙道，你我之间什么都不会有，等你养好伤离开这里，日后想要娶谁都可以，到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你死了，我给你守寡。越想我越觉得此事可行，这男人一看就不会在临水镇久待，想必分开以后再也不会见面。你还想到处说我死了？霍七的眸色变得有些复杂。我道，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我们假成亲。霍七不假思索道，不行，别的忙可以帮，成亲不行。我纠正道，不是成亲，是假成亲。霍七道，成亲就是成亲，没有真假之说。我想了想，又同他说，我若是要嫁别人，马上就会有人来这里走动布置，你就不能留在这里养伤了。就算这样你也不愿意吗？霍七闻言，手上的动作微微一顿，他在这里养伤的事越少人知道越好，一旦被外人发现，就惹来许多麻烦。我看他有所动摇，当即又道，你再好好想想，我也再找人，若非万不得已，我也不想跟你假成亲的。第2天天还没亮，我照常起来做豆腐，给霍七留了一碗豆浆，又烙了一个鸡蛋饼，就出摊卖豆腐去了。昨天官差找上我的事，半个临水镇的人都知道了。今儿我出摊的时候，来买豆腐的人多半都拉着家里尚未娶妻的子侄让我相看，一大早忙得不可开交。依旧是生意很好的一天，还没到中午，豆腐就卖光了。回家看到屋门虚掩着，走过去看了一眼，霍七衣衫半退，正在费劲地给后背的伤口上药。我敲门问道，要帮忙吗？他回头看了一眼，过来，依旧是那副随意指使人的做派，帮他换了药，重新包扎好，顺带着帮他把衣衫穿上，理了理衣襟。霍七忽然问了一句，你以前也是这么照顾状元郎的？我顿了一下，跟你有什么关系？霍七道，不是你要跟我假成亲吗？我一边说着一边往外走，你又不肯答应。正好这时候李大娘带着她娘家侄子李俊过来了，我对霍七说，有客人来了，你在屋里待着别出来。说完转身出去把2个人领来到八仙桌旁坐下。李大娘说，我这侄子是个实在人，一眼就相中你了，他家里有8间屋子，聘礼能出到30两，他原本也是早该娶妻的，只是5年父亲去了，3年母亲又去了，这才耽误到现在。家里有个妹妹已经出嫁了，还有个读书的弟弟，平日里一直住在书院，你一嫁过去就是当家的。李大娘一张嘴，从进门开始就没停下过来，最后笑着问，春枝，该说的我都说了，你看行不行？一句话，我觉得李俊这个条件确实挺好的，若是霍七不肯跟我假成亲，跟这个李俊一起搭伙过日子也不错。一个行字到了嘴边，刚要说出口，屋里的霍七忽然推着轮椅出来了。李大娘惊诧地问道，春枝，你屋里怎么有个男人？
我也没想到霍七会忽然出来，连忙解释道：“李大娘，您别误会，他叫霍七，前2天晕倒在我家门口，我看他伤得不轻，就把他救了回来。”李大娘当即道：“春芝啊，不是我说你，你一个姑娘家怎么能随随便便就一个男人回来？且不说他可能是个坏人，即便是个好的，你一个尚未出嫁的姑娘，跟一个来历不明的男人，孤男寡女的住在一起，也实在不像话。依我看，还是趁早把人送走的好。”霍七闻言眉头微皱，怎么什么人都能管到这姑娘头上？李大娘还想再说什么，霍七忽然开口道：“你不是说要跟我成亲吗？”李大娘啊了一声，李俊也有些急了：“春芝姑娘，你究竟是怎么打算的？”我解释道：“官府只给了我3天时间，今天已经是第2日，我怕来不及，所以……”霍七道：“所以你光撒网，捞住哪个就跟哪个成亲。”我不好当着李大娘他们的面说跟他提的明明是假成亲，偏偏霍七像是捉住了给他戴绿帽的娘子一般咄咄逼人。李大娘的目光在我和霍七身上转了几个来回，连忙劝道：“春芝啊，女子嫁人可是一辈子的大事，你可不能光图男人的相貌好，长得俊俏又不能当饭吃。我们李俊虽然模样没有那么好，但为人老实，干活又麻利，挑夫君就要挑他这样的。”我轻声道：“我知道的，李大娘，你和李大哥先回去吧，我先跟他先说清楚。”送李家姑侄出去的时候，李大娘还拉着我说了好些话，什么越好看的男人越靠不住，你看状元郎不就是？还有这男人来历不明，哪有我家李俊这样知根知底的靠谱？甚至还说，你看他伤得这么重，说不定以后都要坐轮椅，即便你能干，也不能一直养着他不是？好不容易才把李大娘送走，走回院内，就看见霍七面沉如水，一张俊脸已经黑如锅底。我解释道：“那什么李大娘，只是有些防人之心，没有恶意的。”霍七语气生硬道：“你不是要跟我成亲吗？”我忍不住纠正道：“是假成亲，而且你也没答应。”霍七剑眉微皱：“我不答应，你就去找别人了。”你不答应，我当然只能去找别人。这男人简直莫名其妙，只是我能跟霍七提嫁成亲，却不能跟周员外、楚公子或是李俊提嫁成亲。他们都是临水镇的人，娶媳妇就是为了一起过日子，传宗接代。只有眼前这个霍七是外来人，伤好之后就会离开这里。霍七没好气道：“你就这么急？”我当然急啊，官府给的3日之期就只剩下1日了。我小声说：“感情马上要交罚金，被官差抓去坐牢的人不是你。”霍七又问：“我刚才要是没出来，你是不是就答应嫁给那个姓李的了？”我沉默片刻，嗯了一声。在仅有的人选里，李俊已经算是最好的选择了。霍七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他会被人和一个渔夫放在一起做比较。我暗自打量着霍七的神色，轻声问道：“你是不是改主意，又愿意了？”霍七仰头望天道：“既然你这样诚心诚意的恳求了，那我就勉为其难，跟你做几日假夫妻。最棘手的是，马上就能迎刃而解。”我心情一下子好了起来，开心道：“那我去炒几个菜，答谢或大哥愿意帮忙。”不一会儿，东坡肉、4喜丸子、地3鲜、炒青菜，还有一大碗鸡汤就上齐了。霍七已经在想，等伤好之后，把这姑娘带回王府去做厨娘挺不错。我一边给霍七盛鸡汤，一边道：“这些肉和鸡都是西街那些摊贩送我的，我们假成亲也得摆2桌喜酒，我跟他们知会一声，让他们都来喝喜酒，你不介意吧？”霍七不甚在意的嗯了一声。吃完饭，我去隔壁回绝李大娘，然后去西街把平时一起摆摊的那些小摊贩都喊来喝喜酒。我的嫁衣早就准备好了，原本是拿来跟陆景云成亲用的，现在换了个新郎，嫁衣还是照样能用的。霍七的喜袍来不及做了，得现买才行。来到成衣铺，钱三娘一听买喜袍就精神了：“春芝，你要成亲了？”我点头，明日成亲。钱三娘问：“新郎官多高？大概多重？”我这刚好有2身刚做的喜袍，你挑挑看，要是看中的话，我照着新郎官的身形帮你改改。说着话，钱三娘就把2身喜袍都拿了出来，光看不料就能看出1身贵的，1身便宜的，做工也相差许多。我回想了一下霍七那张脸，便宜的那身也不好意思往他身上比划。钱三娘看我伸手摸了摸贵的那身喜袍，笑道：“春芝，你眼光是真的好，这身喜袍我看在老熟人的面子上，便宜些卖你10两银子。”我立刻收回了手，假成亲又不是真的，用不着花费那么多。偏偏钱三娘这时候又说：“咱们女子啊，一辈子就只嫁1次人，这个时候不花银子，什么时候花？想想你从前为状元郎花的银子，那可真是多了去了。要是你新婚夫君知道你为状元郎花了那么多银子，却不愿意给他买件像样的喜袍，不知道会有多伤心啊！”我倒不觉得霍七会为此伤心，但生气是一定的。要是因为一件喜袍把人惹恼反悔了，那真是得不偿失。想到这里，我咬咬牙道：“10两就10两，你再送我1身红色的里衣，一个红绣球。”钱三娘答应得很痛快，谁让咱们街里街坊的呢？对了，新郎官的尺寸你还没告诉我，我看下喜袍要收还是要放？我给霍七做衣裳的时候量过尺寸，详细的报给了钱三娘。钱三娘立马发现了什么一般，问他：“这跟你上次来买成衣的尺寸差不多，是给同一个人买的？”我有些窘迫地点了点头。钱三娘一边改喜袍一边说：“我就说嘛，你哪来的亲戚？而且那么好的料子，你自己都舍不得买，怎么会给亲戚买？原来是给新郎官买的。”忙了一通回家，推开院门的时候已是黄昏。我抱着喜袍兴冲冲地跑到男人住的那间小屋门前，敲了几下门，却一直没人应声。推门而入，却发现屋子里空无一人，2间小屋和整个院子前后都找遍了，都没有男人的踪迹，连轮椅都不见了。我呆呆地站在院子里，想到霍七可能临时反悔，独自离开了，我就难受得无法言语。明明说好会帮忙，会跟我假成亲，或许我就是命不好，总遇上说话不算数的人。明明霍七可以不答应的，那样我选李俊也好，周员外和楚公子也行，总归不用被官府强行婚配。可现在我已经把其他几人都回绝了，甚至买好了喜袍，连明日的席面都订好了，霍七却不见了。我眼眶有些酸涩，缓缓走上前，想把院门关上，院门却被人从外面推开了。坐在轮椅上的霍七就这样出现在我面前。你
你不是走了吗？霍七推着轮椅入内，身后晚霞漫天。我走哪去？他从袖中取出一张录引，我去取我的录引了。没有这个，明日怎么让官府承认你我成亲之事合理合法？外乡人来此，身上都要有录引，不然就要被抓去盘查审问。我揉了揉鼻子，嗓音微哑道：“我还以为你反悔了。”霍七推着轮椅往里走，我关上院门之后，一边跟着他，一边打开录引看了看，上头真的写着霍七。原来霍七不是假名字，他真名就叫这个。第二日一早，西街的小摊贩和邻居们都过来了，李大娘也来了，有帮忙打扫的，贴红纸的，挂红绸的。我今天穿上红嫁衣，施了宝粉，所有人都夸我好看，连穿着喜服出来的霍七也都看了我几眼。只是大家见到霍七都愣住了。卖猪肉的赵大哥道：“新郎官这么俊。”张大娘却把我拉到一边问：“他这腿是站不起来了吗？”我笑着解释是受伤了，过段时间就会好的。大家才放下心来。正热闹间，陆景云和纪如珍带着几个衙役突然出现在了门口。陆景云带着衙差来的时候，我和霍七刚拜完堂，霍七握着红绣球的一端，牵着我往小屋里去。4个衙役冲进了小院，慢着，我放下了团扇，挡在霍七面前。官府限我3日之内嫁人，如今我在期限之内成亲，你们还来做什么？霍七只是定定看着我，没说什么。领头的官差当即开口道：“你嫁的是外乡人，谁知道是不是流民贼寇？本朝律令，良民不得与流民通婚。录引呢？拿出来看看。”原本像我这样在官府上门后3日内就把自己嫁出去的人，他们这些官差就不用再上门了，即便要上门，也不能在人家成亲的当天来扰乱。实在是那位丞相府的小姐见不得我好，他们就来了。好在霍七昨日就出去取来了录引，他从袖中取出了录引，领头的衙役接过去念道：“霍七，云京人士，来南州犯查，户籍来历，来此作甚，和官府的印章一应俱全。”几个衙役传看了一遍，都没看出什么问题来。录引还给霍七，目光还一直打量着他。我讽刺道：“几位官爷，要不要留下来喝杯喜酒？”领头的衙役喊了声走，带着几人灰溜溜的撤了。在场众人看衙役走了，又恢复了原来热闹的气氛，起哄道：“送入洞房。”院门口传来了一声讥笑，这席面也太寒酸了吧！酒也是便宜货。我闻声看去，就见纪如珍和陆景云携手而来，几个随行的婢女小厮对我订的席面挑挑拣拣。霍七是第一次跟状元郎打照面，却还是迈着伤腿把我护在了身后。纪如珍一抬头就看见了俊美如丝的新郎官，不由得怔了怔。他觉得这人看着有些眼熟，像是在哪见过。他以为陆景云的相貌已是万中无一，这男人竟然生得更俊美，霎时满心嫉恨。我冷眼看着两人：“你们来做什么？”纪如珍道：“自然是来喝喜酒的。”他身边的婢女说：“再怎么说，你也曾经是陆家的奴婢，奴婢嫁人哪有不跟主人禀报的道理？”纪如珍笑着给了身旁的婢女一个眼神，婢女会意，把一个钱袋子扔到了我面前：“这是状元郎和状元夫人给你的赏赐，还不赶紧磕头谢恩？”我一脚把那个钱袋子踢了回去：“要磕头你自己磕，想怎么磕就怎么磕，少来我面前找事！”那婢女见状，叉腰骂道：“你简直不识好歹！”我刚要说话，就看见纪如珍身后几个小厮要掀桌子砸场子，我还没冲过去，就见霍七从身边掠了过去，一把按住了桌子。他就那样轻轻巧巧按住桌面，那几个小厮就怎么也掀不动桌子。下一刻，霍七一掌将人打飞出去，连同身后几个小厮都撞飞了，跌倒在纪如珍面前。纪如珍连忙躲到了陆景云身后。夫君，陆景云道：“春枝，我夫人没有恶意，只是下人言行无状，还望你不要跟他们计较。”我还没说话，就听见霍七沉声道：“是不该跟下人计较，若非主人授意，下人岂敢如此？”在场众人纷纷应和道：“就是，状元郎，你不要欺人太甚。你负了春枝，如今她嫁的良人，你还要带着夫人上门羞辱，实在过分。春枝不跟你们计较，是春枝大度。状元郎，你摸着良心问问自己，春枝何曾是陆家的奴婢？”众人你一言我一语，问得陆景云脸色发青。霍七抬了抬手，大有一掌把陆景云和纪如珍都打飞出去的架势。我快步上前，拉住了他的手，低低的喊了声：“夫君。”霍七听到这声夫君，不由得顿了顿。明明是假成亲，但这一声夫君喊得实在令人心何荡漾。陆景云的表情很是复杂，他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当着他的面喊别的男人夫君。我看着眼前这群人道：“今日是我的大喜之日，但凡真心来喝喜的，都能喝一杯喜酒；若是来捣乱的，也休怪我不客气。”纪如珍躲在陆景云身后道：“我们怎么就不是真心来喝喜的？我给的礼金比这些人加起来都多。”纪如珍在心里怒骂那些衙役都是废物，按照他原本的预想是让我交罚金，然后再拉去强行婚配，配个酒鬼赌徒，下半辈子都别想过好日子。我冷笑：“谁稀罕你的礼金？你要是有钱没处花，先把你们欠我的万两金还上。”周遭众人纷纷开口驱赶，不请自来的人给多少礼金都白搭。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是来做什么的，无非是想看看春枝离了陆家之后过得有多惨。你们睁大眼睛看清楚了，我们春枝过得好着呢，离了负心汉，嫁得如意郎，春枝以后的日子只会越过越好。走走走，别在这里碍眼，小心我拿大扫把扫你们！纪如珍被众人对得连话都说不出来，捂着脸跑了。陆景云带着众人追纪如珍而去。没一会儿，院中众人很快就恢复了热闹，新郎新娘入洞房喽。我和霍七被众人簇拥着进了洞房，又在众人的贺喜和打趣声中饮了合卺酒。张大娘从我二人头上各剪了一缕发丝，放入香囊之中，笑道：“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众人吵吵嚷嚷的闹了一会儿洞房，被张大娘他们招呼着去院子里吃席。洞房里一下子就只剩下我和霍七，我有点尴尬又有点说不清的感觉。霍七坐着好一会儿都没出声，我喊了他一声：“霍七，你怎么不说话？”他好像不太高兴。我放下团扇，问道：“是不是因为我喊你夫君，你不高兴了？”说好了假成亲，我却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喊夫君。我解释道：“当时院子里人太多了，我一紧张就喊错了。”霍七道：“喊错了？我对陆景云动手，你紧张什么？你到现在还喜欢他？”我连忙道：“
怎么可能？霍七盯着我道，那你紧张什么？我对上他的视线，解释道，自然是紧张你啊，你伤得那么重，若是动手的时候伤上加伤，那可如何是好？霍七顿了顿，所以你不是紧张陆景云，你是紧张我，不然呢？而且他是状元郎，他夫人是丞相侄女，咱们只是普通百姓，得罪了他们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我说了半天，他又不吭声了。这时外头有人大声喊，新郎官这么早在洞房做什么？出来喝酒啊！喜宴散时已是夜半，霍七是被众人直接抬着送回床上。这些人闹哄哄的来，闹哄哄的走。我伸手去摸霍七的额头，却被他握住了手腕。他睁开眼，看到我吃痛的表情，才松了手。我问，你喝了多少酒？不是跟你说了，身上有伤，不能多喝吗？他缓缓坐了起来，神色清明，不像喝醉了的样子，只吐出一句，没喝多少。我站在榻前看了他片刻，准备出去打盆水来给他擦擦脸，可去开门的时候，却发现门被人从外面拴上了。我有些尴尬的回头看向霍七，门被人从外面拴上了，委屈你在这屋睡一夜。你放心，我打地铺绝不会损害你的清白。他闭了闭眼，回道，随你。我从香笼里拿出铺盖来，在床榻边打了个地铺，龙凤喜烛要燃到天亮。我躺在地上有些睡不着，侧身对着床榻说道，霍七，今日多谢你。尽管这事对我来说是交换，我让霍七留下养伤，霍七跟我假成亲瞒过官府，但还是觉得要谢谢他。今天多亏了有霍七在，不然那2桌席面都会被砸得一干二净。霍七道，我不要口头的多谢。我抱着被子坐了起来，那你要什么？霍七眸色悠悠地看了我一眼，闭上眼不理我了。第二天一早，我醒来的时候，外头的门栓已经打开，也不知道是谁这么热心。今天不卖豆腐，我把院子里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收拾了，香满楼的人来把桌椅碗筷都搬回去。霍七也起了，坐在轮椅上，推着轮子出来。吃过早饭，我便出门去河边洗衣服，所以不知道有人悄悄来到了我的院中。那人越过屋檐，跃入院中，几步冲入屋里，朝屋里的人跪地行礼，属下来迟，还请王爷降罪。还在换药的霍七拢了拢衣襟，起来说话。江河愧疚难当道，王爷，都是属下护主不力，才让您受了如此重伤。霍七道，此次本王巡查南州，领的是密旨，却遭人暗袭，说明朝中早有人跟南州官员勾结，敌暗我明，遇刺在所难免，你不必自责。那些刺客都是不要命的死士，将霍七和随行护卫冲散。原本他们还找不到王爷的下落，直到昨日王爷发了信号，找他们做假录引才联系上。江河说，南州是宁王的封地，您在他的地盘遇刺，宁王却一点表示都没有，可见此事跟宁王脱不了干系，有没有干系一事便知。霍七道，你假装成本王继续带人在明面上巡查南州，本王暗中查访，定要将南州诸事查个底朝天。江河见王爷没有离开此地的意思，问道，王爷准备在此逗留多久？昨天王爷吩咐他们做假录引的时候，江河悄悄跟了过来，看见王爷跟一个商户女子拜了天地，吓得差点从屋檐上栽下来。长安王的婚事一直是帝后最看重的，却在临水镇这样的小地方跟一个寻常百姓家的女子成亲了。江河忍不住问，昨日属下路过此地，不小心看见了，你看见了什么？江河硬着头皮说，看见了王爷娶妻。霍七沉声道，权宜之计，休得多嘴，退下吧。我洗完衣服回来的时候，看见屋子里的霍七，想了想，问道，一直待在屋里闷得慌，要不我带你出去转转吧？霍七只神色淡淡道，不用。看他是真的不想出门，我也就没有再提。下午我把豆子泡上，出去给霍七带了一副拐杖，坐轮椅出门不便，我在孙木匠那里看到这副拐杖还不错，就给你买回来了，你试试。看眼前女人穿着半旧不新的青布衣衫，头上连根银簪都没有，只戴着一朵不值钱的绢花。她来这里好几天，也就昨天成亲的时候见她穿新衣，可见是个很节俭的人，给她花钱买东西倒是挺大方的。霍七思及此，不由得想，她该不会真把自己当赘婿养了吧？你这样看着我做甚？我被她盯得有些不自在。昨日拜天地的时候，霍七强撑着走路会牵动伤口，后面纪如珍和陆景云来闹事，他还帮着把人镇住了。昨夜霍七说不要口头的多谢，口头感谢确实是虚的，为他花银子才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今儿看到这副拐杖就买了。霍七没说话，接过拐杖撑着走了2步，忽然问道，你以前养他的时候也这么舍得花银子啊？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霍七再次开口道，你以前也是这么养陆景云的。我有些尴尬，你问这个做什么？真要比较的话，养你可比养陆景云省钱多了。陆景云是读书人，先前上书院每年的束修都要10两以上，笔墨纸砚等花销也不少，平时里还要买书跟同窗们走动。去京城之后，这样那样的花费更是翻倍的涨。我这些年卖豆腐赚的银子，几乎全都花在了陆景云身上，如今不用养陆景云了，手头反倒宽裕了起来。不知怎么的，我觉得他好像不高兴了，刚才还好好的，难不成是因为说养他比养陆景云省钱？霍七将新到手的拐杖搁在了墙角，坐回轮椅上，推着轮子回屋去。我喊住他，马上就要吃午饭了，你回屋做什么？中午做东坡肉、瘦肉羹。推轮子的手慢了下来，霍七的轮椅转了半圈，语气有些生硬道，今天不怕我把你的屋子烧了？我道，我在旁边看着呢，烧不了。以前跟陆景云在一起的时候，我舍不得让他做这些粗活，总想着陆景云是要做状元的，状元郎的手应该写诗作画，弹琴折花，不该沾染半点俗物。这样想来，陆景云说我是家中奴婢，似乎也没错。所以说男人不能惯。饭后，我去前边的小作坊里磨豆子，嘱咐霍七把碗筷洗了。霍七挑眉道，你让我洗？我反问，怎么，你的手很金贵，洗不得碗筷？见他不说话，我当即又道，不洗碗，帮我磨豆子也行。霍七推着轮椅洗碗去了，让堂堂长安王去磨豆子，也不怕那些人吃了这豆子做的豆腐折寿。我为了成亲，歇了2日没出摊，
到第3天天没亮就起来做豆腐了，赶了个大早出摊。这2天没来，另外一个卖豆腐的正经生意特别好，我一出摊，那些老客就都回我这边买了。我俩本来也不对付，这会儿他酸溜溜的说，还以为春芝嫁了个如意郎君，以后再也不用跟我们一起早出晚归的摆摊做小生意了。哪知道你那夫君也是个不中用的，成亲才2日就要你出来卖豆腐贴补家用。早知道这样，你还不如给状元郎做妾，怎么说也算半个官夫人。我没理会他，继续称豆腐，依旧是不到晌午就把豆腐卖完了，特意留了一块豆腐给张大娘，收拾摊子准备回家，我才回了正经一句，你觉得做妾好，自己去做妾便是了，在这跟我说这么多做甚？我向来是与人为善的，从不平白无故与人起争执，却也不怕事。正经是个寡妇，前些年丈夫病故了，卖豆腐的时候顺带着跟人勾勾搭搭，豆腐做的不怎么样，风流韵事却不少。前些日子有个员外原本看中了她，想拿她做妾，一听她克夫的名声又退却了，正经被我一句话气得满脸通红，不再说话。回到巷口的时候，碰上了匆匆忙忙跑出来的李大娘，见到我就喊道：春芝，你可回来了，你亲生父母找来了，快回去看看吧。我被人贩子拐到临水镇来已经10年了，一开始也想过要找到亲生父母，后来陆景云带我问遍了附近州县的县衙，都没有丢失我这个年纪的女儿。李大娘跟在我身后，急忙说道：我看他们穿的还挺光鲜，看着像是不缺钱的，要是他们早2天找过来就好了，那你就不用嫁给一个坐轮椅的。回到豆腐作坊，就见了门前站着一对40来岁的中年夫妇，一个20多岁的年轻男人。果真如李大娘说的那样，这3人都衣着光鲜。我放下板车，走上前问道：你们是？春芝，我的女儿啊。40来岁的中年妇人一把就冲过来抱住我，哭道：我可怜的女儿啊，都怪你兄长非要带你出去看灯会，才让你被拍花子拐了去。这10年，我们一家人找了你整整10年啊，可算是让我们找到了。这位大娘，你先放开我。我试图掰开中年妇人的手，可是对方抱得太紧了，根本就掰不开。中年男子上前道：你别哭了，小心下，这女儿。20多岁的年轻男人上前：春芝，我是你兄长啊，我叫春福，我曾经生过一场重病，把9岁以前的事都忘了，所以不记得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也不记得家中是否有个兄长。这些人一来就喊春芝，我强行把中年妇人的手掰开，后退一步看着眼前3人，你们说你们是我的家人，可有凭证？中年妇人一边抹眼泪，一边说：你后腰有个粉色的胎记，状似桃花。春芝，娘知道你这些年过得很不容易，对外人警惕些也没什么，以后有爹和娘护着你，你再也不用过苦日子了。中年妇人说着，想来拉我的手，身后的院门在这时从里面打开，霍七拄着拐杖走了出来，有他站在身后，我顿时安心了许多。看着眼前的一家3口，是嗓音微冷道：可我以前不叫春芝。对面3人闻言顿时变了脸色。春芝这个名字是我流落临水镇，被陆景云捡回家之后重新取的，因为那场重病，我忘记了以前的事，也忘记了自己原本的名字。若这一家3口真的是我的亲生父母和哥哥，必然会喊我原本的名字，而不是春芝。但他后腰处的确有一个胎记状似桃花，这3人半真半假，肯定有问题。我警惕道：你们究竟谁？假冒我亲生父亲有什么意图？那中年妇人愣了一下之后，立马改口：以前当然不叫春芝，你叫小玉，是我的女儿，这是怎会有假？年轻男人立刻附和道：我和爹娘来之前打听过，知道街坊邻居都喊你春芝，这才改口喊你春芝的。中年男人道：是啊，小玉，爹娘苦苦寻找了你10年，怎会有什么意图？我们只想找到你一家团聚啊。这3人看我不信，还主动报上了自己的姓名。年轻男子说他叫苏荣，爹爹叫苏福，母亲冯氏，我以前叫苏玉。苏荣道：小玉，以前我们在家都喊你小玉的，你忘了吗？我的女儿啊，你流落在外这么多年，到底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怎么连自己的亲生爹娘都忘了？冯氏哭着又要上来抱我，我侧身一避，躲开了。霍七拄着拐杖上前：你们说春芝是你们失散多年的女儿，可有凭证？可有人证？户籍文书何在？周遭围观的邻居开始小声议论起来。春芝是陆景云自己捡回家的童养媳，在陆家生活了10年，小小年纪就在外头做工，给人浆洗衣裳，在酒楼洗碗，也在药堂当过学徒，什么苦活累活都做过，硬生生靠一双勤劳的双手供出了一个状元郎。这忽然找上门来认亲的苏家3人，说不定就是冲着春芝能赚钱来的。苏荣解释道：我与爹娘一听到小玉有消息，就立刻赶了过来，凭证和户籍文书都在家里放着。至于人证，我们那的街坊邻居都是人证，都知道我们苏家10年前走丢了一个女儿，只要小玉跟我们回去，在附近一问便知。冯氏还说：小玉啊，我们苏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家境还算殷实，家里还有2个小丫鬟负责洗衣做饭，你跟我们回家之后，再也不用辛辛苦苦卖豆腐养活自己，娘再给你找门好亲事，给你添妆风风光光的出嫁。对，苏福道：听你娘的，跟我们回家去吧，我已经成亲了。我淡淡道：他们说这么大一堆，就是为了让我跟他们走。若是苏家3人真的在附近打听过，就会知道我已经跟霍七成亲。作为上门认亲的亲生父母，只想着把女儿认回去，却不认女婿，还张口就说要另外给找门亲事，哪有这样认亲的？这件事从头到尾都不对劲。我说我与夫君夫妻和睦，断无抛下他的道理。苏荣见状，立刻道：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成亲，做不得数。妹妹，你是这些年过得太苦了，没见过好的，才把这个残废当个宝。等回了家，我给你找个达官贵人做夫婿，保管你日后舒舒服服当官夫人。做官夫人。我听到这话，越发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家3口就是来骗人的。苏荣还以为自己说动了我，笑着点头道：对，做官夫人。我抄起板车就往苏家3人身上撞，我看你们是活腻了，胆敢当众骗人。苏荣等人当场摔倒在地，一家3口整整齐齐。霍七想出手帮忙，愣是没找到机会。冯氏都倒在地上，还在那喊小玉。小玉，你这是做什么？我可是你亲娘啊！我叉腰骂道：呸！
我娘才不会是骗子，你们最好趁早从哪来回哪里去，不然我就报官抓你们。苏家三口一听到报官，脸色都有些难看，一个个狼狈地爬了起来，夺路而逃。这一家三口走后，一众看热闹的邻居也各自散去。我推着板车进院子，霍七拄着拐杖跟在我身后问道：“你怎么知道那3人是骗子？”我头也不抬地说：“猜的，我以前不叫春枝，但叫什么我给忘了。他们一来就喊我春枝，这明显有问题。”霍七道：“他们后来不是改口叫你小玉了？”“是啊，想必你也看得出来，他们是临时改口。”我把豆腐筐洗干净了，放在院子里晾，回头跟霍七说：“你顺手把院门带上。”霍七已经习惯被我指使着做这些小事，什么都没说，就回头关上院门。我同他说：“我在临水镇这么多年，亲生父母都没有招来，怎么一成亲就有人找来了呢？”有人说血脉至亲之间都有一种特殊的感应，但是我看到那3人的时候完全没有。霍七道：“就因为这个？当然不完全是因这个，那个冯氏哭得太过了，有点假。”霍七沉默了一下，才开口道：“但他们知道你后腰有个桃花胎记，这正是最奇怪的地方。”我刚想说自己后腰上的确有一块桃花胎记，但是当着霍七的面说这个似乎有些不太妥当，便说不是亲人，却能知道我身上的胎记，这才是问题所在。想想整个临水镇知道我后腰有桃花胎记的人，只有陆老夫人和陆景云，而且我最近跟这2人闹翻了。且不说陆家人会不会做出故意招人假冒我家人的事，光是苏家的3人想着把我带回去之后另嫁，这里头就很有问题。我把自己发现的几处不对劲一一说给霍七听，霍七不语，只是眸色如墨地看着我。我继续分析道：若他们真是我亲生父母，在找我的那一刻，至少要问问我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嫁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吧。可他们什么都没问，就说让我跟他们走，不像是要带我回家过好日子，更像是要把我骗去卖了。霍七笑了下：你还挺警惕。我仰头道：不警惕能怎么办？毕竟我长得还不错，要是骗去卖了，还能值不少银子。霍七在院子里找了个把椅子坐下，说是就说是，怎么还夸上自己了？说到这个，忽然想起这男人先前曾说我只是五官分明，相貌平平，便懒得跟他争论了。苏家3人逃离桃花巷之后，偷偷摸摸去了陆宅。纪如真看到他们3个搞得这样狼狈，就知道事情没办成，蹙眉问道：怎么弄成这样？冯氏道：我们都是按照您交代的那样做，可那个小蹄子又言不进啊，白瞎我哭了半天。苏福道：还有他那个夫婿也是厉害的，一开口就问我们要凭证，要户籍文书。苏荣道：那个春枝心思缜密得很，一眼就看出我们几个不是他的家人，不仅不肯认亲，还用板车把我们几个撞了。他还说要报官抓我们。纪如真听到他们3个说话都头疼，当即打断道：所以你们就跑回来了？他报官你们怕什么？有我在这，县令还能动你们不成？苏家3人见纪如真面露不悦，登时闭了嘴。一旁的婢女立马开口道：办事不力的废物，还在夫人面前碍什么眼，还不快滚。他们走的时候，陆老夫人刚好过来看见了。陆老夫人觉得春枝留在临水镇会影响陆景云的名声，跟纪如真一合计，就把春枝后腰上有个桃花胎记的事告诉了他。至于纪如真究竟要怎么做，陆老夫人并不知情。她一边走进前堂，一边开口问道：方才那几人是？纪如真见是婆母，便同她直说了。我原本想让人假装春枝的家人，骗她离开临水镇，走得远远的，免得她再损坏我和夫君的名声。没曾想这3人都是蠢的，竟然被春枝识破了。被春枝识破了，陆老夫人一听这话，心道那还得了？那现在怎么办？纪如真道：能怎么办？反正他们也不敢把我供出来，只是春枝和他那个夫婿一直留在临水镇，临水镇的人一看到他们就会谈论我和夫君，着实恼人的很。婆母，你还有别的法子没有？虽说纪如真和陆景云只是回乡探亲，接上陆老夫人之后就会离开这个镇子，但流言一直都在传，就浑身难受。陆老夫人这辈子最在意就是陆景云，她的前程和名声绝不能毁了。于是陆老夫人想了想，还真想出一个法子来。我担心霍七在家待着养伤太闷，出摊的时候带他一起上街逛逛。霍七跟我来到豆腐摊后，边上卖饼的张大娘笑着说：霍郎君也来了。霍七点了下头，淡淡回道：张大娘好。我有些惊诧，没记错的话，霍七只在成亲那天见过张大娘，只见过一面的人，他竟然就记住了，这是过目不忘啊。陆续有人来买豆腐了，看到我身边坐在轮椅上的霍七，都要问一句：春枝，这就是你新婚夫婿吧？问完了还得再夸一句：长得真俊，比状元郎还俊。我怕霍七尴尬，把腰间的钱袋子解下来递给他：你没事不要坐在这里被人围着看了，去前面转转，有什么想买的尽管买。霍七不接，皱眉道：你赶我走。他都没嫌弃坐在豆腐摊边上丢脸，这个女人竟然让他不要坐在这里。我把钱袋子塞进他手里，我是看你坐在这里无事可做，今早没来得及做早饭，你去前面李记的包子铺，他那肉包最好吃，菜包也不错，你看着买吧。霍七推着轮椅走了。隔壁摊的张大娘转头给我使了个眼色，说道：你这夫婿坐着轮椅呢，还有那么多大姑娘小媳妇偷偷瞧他，小心你家夫婿被别人勾走了。我道：他可没那么容易勾走。张大娘问：这话怎么说？我也不好跟张大娘讲。霍七说我在他眼里只是五官分明，相貌平平，这满大街的大姑娘小媳妇，只怕没有人能入他的眼。正忙着切豆腐，街头忽然来了一队官兵，二话不说就开始砸摊子，把买东西的人都吓走了不说，还大声嚷嚷着长安王巡查南州，所有街道全部清空。我见状连忙收起了豆腐，可霍七还没回来，我怕他一个坐轮椅的被这些官兵冲撞了，有些焦急的往他走的方向望去。卖猪肉的赵大哥走的时候还问了我一句：春枝，你还在这看什么呢？还不赶紧走，小心他们把你的豆腐摊砸了。我一边应声，一边推着板车往霍七走的方向找过去。一个官兵许是见我长得好看，故意拦着我的板车不让我走。我蹙眉道：官爷。霍七就是这时候出现，直接推着我的板车把那个官兵顶了出去，冷冷道：长安王巡查南州，你还敢在这调戏良家妇女，活腻了。
被顶倒在地的官兵爬起来就要朝霍七发难，带头的官兵把那个刚爬起来的官兵按住了，警惕地看着霍七，转头对倒地的官兵说：“长安王已经来了南州，这些天别惹事。”霍七虽然衣着简朴，还不良于行，但这一身的气派确实很唬人。霍七帮我推着板车往回走，一边问：“他们到处砸摊子，你不赶紧收拾回家，来这边做什么？”我说：“自然是来找你，我是要马上回家，可你还没回来，我怎能一个人回去？”我想着今儿是第一次带霍七出来，总不能把他一个人扔在外面。霍七微愣，有危险的时候先管好你自己，不必管我。我半开玩笑道：“那怎么行？我可以不管你，但我不能不要我的钱袋子啊。对了，你买到里脊包子了吗？”霍七没有回答，一路上都不吭声。回到豆腐作坊，我板车推进去后，想帮霍七推轮椅，结果他直接站起来，跨过门槛，又一只手将轮椅提了进来，然后又坐在轮椅上，推着轮子走了。他怎么好像生气了的样子？我追上去喊：“你为什么不理我了？”想了想，我猜测着问道：“是不是因为说可以不管你，但不能不要钱袋子？”霍七哼了一声，我只能解释道：“我开玩笑呢，钱袋子重要，你也很重要，我都要管的。”霍七声音有些冷硬道：“花言巧语。”感觉他心情又好了，我才松了口气。这人太难伺候了，动不动就生气。我看着豆腐筐里还剩下大半的豆腐，我说：“今天的豆腐没卖完，我给你做豆腐宴吧。”霍七不甚在意道：“你随意。”那好，你先把火升上，我去给李大娘他们送点豆腐。反正这么多豆腐，我和霍七两个人也吃不完，还不如分点给平日里互帮互助的邻居。霍七生活已经生得很熟练了，我回来就开始凉拌、油炸、炒煮和做汤。不一会儿，小葱拌豆腐、麻婆豆腐、焖豆腐、炸豆腐丸子、雪花豆腐、豆腐饺、青菜炒豆腐，还有一锅鱼头豆腐汤就做好了。霍七看着这一桌豆腐宴摆上桌的时候，神情颇有些微妙。等吃的时候，竟风卷残云一般，把每道菜都吃了大半。两个人8道菜，最后竟然吃得七七八八。我本是想着留一些晚上吃，没想到霍七这个不吃葱的，连小葱拌豆腐都没有放过。最后只剩下那锅鱼头豆腐汤没有喝完，我怕他吃太多撑着，忍不住提醒道：“好吃也不要吃多，我下次再给你做。”霍七道：“我没吃多，我饭量本就如此。”要知道他在京城的时候，每道菜最多只加3次，因为从小就有人教他要喜怒不形于色，不能在外人面前暴露自己的喜好。算起来活了20多年，他在这破屋养伤的这几天过得最随意。吃完饭后，霍七十分自觉地过去洗碗，现在都不用我叫他了。我在一边叹气道：“也不知道这个长安王要在南州待多久。”霍七回头看向我：“怎么，你不想让他来南州？”我道：“不是我不想，是每次有大官来巡查南州，官兵们就不许我们出摊，也不许寻常百姓上街，好像生怕冒出个当街告状的。”霍七状似随意道：“以前出过这样的事。”我想了想，说：“上次来巡查南州的那位张大人，说是什么张青天，有人拦路告状，那位张大人也接了个案子，可后来没几天，张大人所在的驿馆走水，连张大人和人证物证全都烧了个干干净净。”霍七问我：“此事你从何得知？”我道：“这是整个南州都知道啊。南州是宁王的封地，宁王就是南州的土皇帝，南州所有官员都为宁王马首是瞻。我虽然只是个卖豆腐的，但是西街有人专门收保护费，那些钱其实是当官的授意收的。”霍七又问：“你们就没想过报官？”我笑了一下，这人怎么这么天真，上哪报官？南州之地官官相护，他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我们小老百姓只要日子能过得下去，谁会去找死？霍七张了张嘴，没再说什么。想着最近几天都不能摆摊，我决定这几天先找人把院墙砌起来。2个小工忙活了3天，我看着新砌的院墙十分满意。霍七冷嗤了一声：“修个破院墙，至于这么高兴？”我点头道：“院墙砌好了，我当然高兴。以后你走了，我也不用怕夜半有人翻墙。”刚把霍七捡回家那天夜里，有流氓半夜翻墙进来找我，我到现在都心有余悸。想着，我又去东市买了些花苗种在院子里，等花开，院子就会变得好看了。离了陆家，我也能活得很好。霍七在屋里坐在轮椅上，看着江河送来的消息，听到院子里有锄地的声响，一抬头就看见那个女人在种花。小小一个破院子，倒是真的当成宝。真想跟她说别种了，等我养好伤，带你回王府，以后就做我的厨娘。王府里什么奇珍异草都有，哪样不比这些强？可惜现在还不能说。我歇了4、5天，连小院都整个捯饬了一遍，还是不能出摊卖豆腐。有客人找到豆腐作坊来问有没有豆腐卖，我就想着做好豆腐在家卖，院门口挂个招牌出去。吃饭的时候，我问霍七，要是在门前挂个招牌，叫什么豆腐好？桃花巷豆腐、春季豆腐，好像都有点奇怪。临水豆腐，霍七说这里叫临水镇，你在临水镇卖豆腐。我喃喃道：“临水豆腐还不错，那就这么叫吧。你会不会写字？待会儿用布帛写上临水豆腐4个大字挂门口，就当是招牌了。”霍七冷笑了一声：“你让我给你写招牌？他长安王的墨宝，旁人1字千金都求不来，这女人竟然要他写卖豆腐的招牌？难道你不会写字？”我有些惋惜，你看起来像是读过书的，我以为你会写字来着。那我自己写吧，我的字就是不太好看。霍七闭了闭眼，一字一句道：“我会写。”我不解道：“你会写字干嘛这副表情？莫不是因为你的字也很丑？”他突然说了一句：“闭嘴。”好吧，不知道这人为什么又生气了。用完饭，我找了一块红布出来，喊霍七过来写招牌。霍七推着轮子来到桌案后，起身提笔，却发现墨还没磨，便看了我一眼：“磨墨。”我应声，立刻开始磨墨。不一会儿，霍七提笔在布匹上写下临水豆腐4个大字。我不太懂书法，只知道这字写的真挺好看，于是夸赞道：“你写的一手好字，定然也读过很多书，若是去考科举，说不定也能中状元。”霍七不屑道：“中状元有什么好的？”我奇怪道：“天底下的读书人没有一个不想中状元的，中了状元便能当官，当了官便能飞黄腾达，平步青云。”霍七道：“像陆景云那样。”我顿了一下，也可以不像他那样。霍七看了我一眼，
只可惜我这辈子是考不了科举，当不了状元了。我好奇道，为什么？霍七不说话了，莫不是我提起了他的伤心事？也许他是罪臣之后，或者家族出了什么大事才不能考科举，便安慰道，考不了科举也没关系，360行，行行出状元吗？霍七忍无可忍道，我暂时不想听到状元这2个字。好吧，我转身将写了临水豆腐4个字的布帛裁剪出来，做成旗帜的模样挂到门口，准备第2天就开始卖豆腐。可就在第2天刚开张的时候，一群人凶神恶煞地冲进豆腐作坊来，带头的那个高声喊道，这豆腐作坊是我娘留给我的，现在我来接收了，不管你是谁，现在立刻马上收拾东西滚蛋。来买豆腐的客人都被这些人吓得转头就走。我认出了这人是前房主的儿子吴信，此人好赌，败光了家业，才逼得连这个豆腐作坊都卖了。我道，这豆腐作坊6年前我就买下了，当时买卖双方都以签字画押，去衙门盖过印的。吴信高声道，你说你买了，房契呢？地契呢？我这才想起，当初买这个豆腐作坊的时候，写的是陆景云的名字，房契和地契也都放在了陆家。我微微一顿的功夫，吴信已经高声嚷嚷道，这人抢占我娘留给我的房屋，弟兄们给我砸，今儿一定要把他给我赶出去。跟着吴信一起上门的7、8个地痞混混，立马就开始掀摊子砸东西。我一个人抵挡不住，眼看着整筐豆腐都被他们砸在地上。就在这时，一根拐杖忽然飞了过来，不偏不倚，正好砸在吴信身上，把他和几个地痞混混砸翻在地。我连忙按住了豆腐筐，回头看去，就看见霍七出现在眼前。吴信一手捂着胸口，一边怒声问，谁躲在暗处打你吴爷爷？有本事就滚出来！霍七拄着另外一根拐杖缓步而出，上去又给了吴信一拐杖，用拐杖将人摁在地上，冷冷道，我就站在这里，你待如何？吴信想爬起来反击，但始终动弹不得。霍七居高临下的俯视他，吴信慌了，高声叫嚷道，你们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狠狠地教训这个残废！同行的地痞混混仗着自己人多，又看霍七不良于行，7、8人摩拳擦掌，一起往前冲。霍七不紧不慢地提起拐杖，一句话都没说，把7、8个地痞混混全都打趴下了。原本被吓退了的客人看到这一幕，忍不住叫了声好。我上前把掉在地上的拐杖捡起来递给霍七，那些地痞混混抱头求饶，连连喊道，英雄饶命，我们再也不敢了，都是吴信叫我们来的。他说这个豆腐作坊是他娘留给他的，只要争回来就立刻卖了换银子，得来的钱我们人人有份。我就是来凑数的，方才他们动手砸东西的时候，我可什么都没动啊。霍七对我道，报官。我点头道，我这就去县里报官。吴信叫嚣道，报官就报官，这豆腐作坊是我的，你们强行霸占，就是报了官也得给我还回来。吴信仗着背后有人，被打伤了还越发嚣张。那位丞相之女状元夫人可说了，这卖豆腐的手里根本没有房契地契，就算是报官也得不到半分好处。同来的地痞混混马上道，今日之事与我无关，我们先告辞了。说着转身就走。慢着！霍七嗓音淡漠。那群想溜的地痞苦着脸慢慢转过身来，你还有什么吩咐？霍七道，砸坏的东西照价赔偿。几个地痞混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纷纷把身上所有的碎银和铜板都摸了出来，放到桌子上，我们身上的银钱都在这了。霍七没说话，冷冷地看了吴信一眼。几个地痞混混立刻围上去，把吴信从头到尾搜了一遍，连最后一个铜板都没有放过，全都放在了桌子上，全在这里了。吴信气得破口大骂，我们是来争房屋的，不是来当狗的。几个地痞恨不得把吴信的嘴缝上，对着霍七和我点头哈腰道，我们能走了吗？霍七冷声道，滚，我们这就滚。地痞混混们说滚就滚，吴信也跟着往外跑。我看了眼身旁的霍七，这男人真没白救，关键时候还是很顶用的。本来找上门来买豆腐的人还没那么多，被吴信带人那么一闹，看热闹的人多了，顺便买块豆腐回去。我今儿只做了1筐豆腐，很快就卖光了。就在我准备做第2筐的时候，霍七拄着拐杖走到我身侧问道，不是说要去报官？我叹气道，吓唬吴信罢了，我1天卖豆腐才挣几个铜板，去县衙一趟今年都白干了。霍七道，那下次他们再上门找麻烦，你准备如何应对？我一边磨豆子一边笑道，这不是有你在吗？霍七挑眉道，这时候倒是不提我迟早要走的事了。我笑了笑，今日你把他们都打了，想必他们也不敢再来。霍七闻言问我，你是不是不会写状纸？我愣了一下，小声说，这个我还真不会，去铺纸磨磨，我替你写。我有些踌躇。霍七见状，当即又道，你自告你的，县衙哪个敢收你的钱？我说到这他打住了，原本他想说我立刻摘了他的乌纱帽，但这话不能说出来。我道，你要怎样？霍七把到了嘴边的话硬生生咽了回去，改口道，我帮你要回来。我诧异道，你还有这胆量呢？他好像不耐烦了，说道，别废话，赶紧铺纸磨磨。我迟疑道，可是当时买下这个豆腐作坊的时候，房契和地契写的不是我的名字。霍七俊脸微沉道，没写你的名字，那写了谁的？我小声道，陆景云。霍七笑了，你赚的银子，你买的房屋，写的是陆景云的名字。我看他虽然在笑，但眼里温度全无，隐隐还有怒火中烧的迹象，一时间没敢应声。他没说话，直接拂袖而去。我小声问，你中午想吃什么？霍七没回答，而且进屋之后就没了动静。我磨完了豆子，开始做豆腐。到了做午饭的时辰，霍七还不出来帮忙，我就走过去敲了敲门，霍七，出来生火了。他没应声，我推门进去，你一直待在屋子里做什么？出来啊！一进去就看到他手里抓着一把豆子，
在桌子上排队列阵。这么大个男人们在屋子里玩豆子，是不是刚刚真把他气到了？见他不理我，我就自己生了火。做好饭后，把煮好的面端到八仙桌，拿着扇子往霍七所在的那个屋子扇风。不多时，霍七就拄着拐杖走了出来，我递了一双筷子给他，看他默不作声的吃面，我解释道：买这个豆腐作坊的时候太急了，过户的时候我年纪小，又是外来人，官府不给办过户，而且我那时候住在陆家，觉得自己吃陆家的喝陆家的，应该多回报他们。霍七语气淡漠道：你既然这样想，还离开陆家做什么？他都怀疑，如果没有他在这里，这女人可能早就回去给陆景云做妾了。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我说，而且我欠陆家的早就还清了，现在是他们陆家人欠我的。霍七吃着吃着，眉目渐渐舒展开来了。傍晚的时候，衙役找上门来跟我说，吴信去县里报官了，说春枝侵占他家的豆腐作坊，案子已经呈上去，3日之后开堂会审，你要按时到场。我有些愕然，我还没告吴信，吴信先去县衙告我了。来传话的衙役道，就是这么个事儿，3日之后，你记得一早到县衙来等候县令大人传唤。霍七见我还没回过神，问道：3日后便要开堂受审，你有何打算？我想了想，说我得去一趟陆家，找陆景云把豆腐作坊的房契和地契要过来。他问怎么要，我回道还能怎么要，就直接要啊！人家状元郎如今春风得意，哪里看上我这么个小小的豆腐作坊？霍七却说，要是陆景云不给呢？我忍不住道，你能不能不要乌鸦嘴？他要是不肯给，那我就在陆宅门口一哭二闹三上吊，闹到他给我为止。霍七看了我一眼，说道：我跟你一道去。我摆摆手，不用，这点小事哪用得着你出手？他却说，放心，我不出手，主要是想看看你怎么在陆景云面前一哭二闹三上吊。我跟他说，我一会儿就回来了，没必要让你来回奔波。他却反问，是没必要让我来回奔波，还是你想单独见陆景云？我皱眉解释，我单独见他做什么？我只想要回房契和地契。他淡淡的说，你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只有你自己知道。说完就转身进屋去，直接把门关上了。这人怎么说生气就生气，也太难哄了。我看了看天还没黑，往陆宅去。如今的陆家跟从前不一样，门口还多了2个家丁守着，他们不让我进门，只说陆大人不在。我又说，那我找陆老夫人。家丁回道，老夫人病着，不见客，想来只是不想见我罢了。我心里有数，又说，那我找陆夫人。家丁不屑道，你以为你是谁？我们状元夫人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一个卖豆腐的，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我就打断道，既然你们不肯通传，那就别怪我闹了。我撸起袖子，不再废话，大声喊，我来陆家拿回我自己的东西，你们凭什么不让我进？陆景云欠我的银子还没还清呢，状元郎了不起啊，状元郎就可以欠人银子不还啊。路过陆宅门前的行人纷纷停下脚步看热闹，2个家丁连忙劝我，别喊别喊，我们这就进去通报。不多时，进去通报的家丁出来，把我领了进去。纪如真一副闲适悠然的模样，缓缓问我，你来做什么？我开门见山，我来拿我的房契和地契。他却说，这里是陆家，没有你的东西，在你离开这里的那一天，陆家的所有东西都跟你没关系了。我坚持道，我今日来只想拿回我自己的东西。他问，若是我偏不给你呢？那我就找陆景云要。我说，问问他是不是真的那么不要脸，连我的东西都要昧了去。纪如真一听我要找陆景云，气得不行。我看他的神情，基本猜出他不想让我再见陆景云。我当即说，你不想让我再见陆景云，就把豆腐作坊的房契和地契给我，否则。他一脸警惕地看着我，否则什么？我冷笑，否则我就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新科状元为了娶高官之女，抛弃糟糠妻，还占着糟糠妻的丁点家产，2人都是一对不要脸的东西。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们在乎名声，我可不在乎，反正我什么都没有。你敢威胁我？纪如真当即要喊婢女和小厮把我赶出去。我说，你赶我一个试试。我前脚出了陆家大门，后脚就让大家伙都来看看状元夫人是怎么欺负人的。纪如真一时赶我不得，也拿我没办法。我再次开口，要我走可以，先把豆腐作坊的房契和地契拿来。他却说，我哪有什么豆腐作坊的房契地契，那我自己去书房拿。我说着就往书房走去。他却道，你去了书房也拿不到，陆家已经没有你的东西，但凡跟你有关的东西，我全都让人烧了。你说什么？我折返回来，大步走到他面前，那是我起早贪黑攒了好几年的银钱才买下的。他轻飘飘一句烧了就烧了。就在这时，陆景云回来了，他愣了一下，问我，春枝，你来做什么？我还没说话，纪如真先起身扑进他怀里，夫君，他欺负我。陆景云扶着纪如真站稳，我知道他说我欺负纪如真，他是不会信的。堂堂丞相之女，状元夫人，怎么可能被我一个卖豆腐的欺负？他一手扶着纪如真，对我说，你有事可以直接找我，找我夫人做甚？我说，我来拿豆腐作坊的房契和地契。你这位好夫人说，他已经烧了，全烧了。他闻言眉头微皱，问纪如真，好好的，你烧他的房契和地契做什么？纪如真说，我先前跟夫君说过的，这个家里不该留下的东西，全部都烧了，烧得干干净净。陆景云一时无言。我说，豆腐作坊前户主的赌鬼儿子今日找上门来跟我打官司，要抢我的豆腐作坊，现在地契和房契被你夫人烧了，你自己说该怎么办？纪如真却道，烧了就烧了，还能怎么办？你那个小小豆腐作坊能值多少银子？折合成现银，我赔你便是。高官之女从小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不知道没有一瓦遮头，无处可去的日子有多苦。离开陆家后，我就把豆腐作坊当成自己的家，有他在，我就不至于无处可去。现在连这个地方都要被人抢走，我怒道，我不要折成现银，我就要我的豆腐作坊。陆景云轻轻拍了拍纪如真的后背安抚，然后对我说，你跟我来。我站着没动，纪如真拉住他的手，夫君，你要跟他单独说什么？他低声道，我送他走，春枝，跟我出来。我本来不想理他，可他说，房契和地契没了，还有我这个人证，何时开堂审案？
我到场为你作证，我才跟他走出了前堂。他送我出门，说你我即便做不成夫妻，也有多年同苦的情谊，若你愿意，便将我当作兄长。我不等他说完就打断，我不愿意。这次要不是为了豆腐作坊的房契和地契，我绝不会再踏入陆宅一步。他脚步微顿，侧目看我，我知道他发现我看他的眼神再也没有当初的温柔，只剩陌生和憎恶。他试图解释他烧房契和地契的事，我并不知情。我一边往前走一边说，状元郎贵人是忙，哪里会过问这点小事？吴信跟我争豆腐作坊的官司，在3天后开堂审案，还请状元郎千万别忘了，到时候务必要抽空来一趟。几句话的功夫就到了门前，他又喊住我，春枝，你那个夫君来历不明，你切不可全然信他，要多留个心眼。我没接话，直接走了。霍妻来历不明，关他陆景云什么事？我只是暂时跟霍妻做对假夫妻，又没打算陪上下半辈子。回到豆腐作坊，霍妻又在那摆豆子，也不知道豆子有什么好玩的，他头也没抬，直接问我没拿到。我诧异，你怎么知道？纪如真说他让人把我的东西全烧了，连豆腐作坊的房契和地契也烧了。你说他是不是脑子有毛病？连房契和地契也烧，这可都是银子啊！他拿豆子摆阵，随口说你送给陆景云的东西，他看着碍眼，烧了也不奇怪。我不知怎么的，总觉得他这话里有话。他抬眸看我，那眼神似乎在问，怎么不说了？我转了个身，背靠窗台，低声喃喃，没了房契和地契，还怎么证明这个豆腐作坊是我买的？他问我陆景云和纪如真怎么说？我说纪如真说把豆腐作坊折成现钱给我。他看着我，微微挑眉，你还挺有本事，能让纪如真赔您钱。他一开始可嚣张了，是我拿他和陆景云的名声要挟，他才说折成现银。他问折成现银不是挺好的，你们要？我不想折成现钱，我就想要这个豆腐作坊。我说我后半辈子就靠这个豆腐作坊过活了，折成现钱，我以后住哪？霍妻没出声，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继续说，陆景云说等开堂审案那天出场替我作证，我就先回来了。他问要是开堂审案那天陆景云不来，你准备怎么办？我想说陆景云还不至于那么言而无信，可他连娶我都失信了。霍山又缓缓说，你不觉得吴信上门跟你争豆腐作坊，和纪如真烧了房契地契，这是过于巧合了吗？我转身看向他，你是说吴信上门跟我争豆腐作坊这事是纪如真授意的？他道极有可能。我想不通，可我已经离开陆家，再也不会跟陆景云有任何瓜葛，纪如真为什么要这样做？霍山继续摆弄着豆子，悠悠说道，我猜纪如真是想逼你离开临水镇，只要有你在，整个临水镇的人一看到就会想起状元郎抛弃糟糠童养媳，另娶高官之女的事，他想让你离开临水镇，这并不奇怪。我喃喃自语，可我不会离开临水镇，离了临水镇我还能去哪？他抬眸看我，天下何其大，九州风光各有不同，你就不想去别的地方看看？我说去别的地方看看也得我自己想去，而不是别人逼我离开。他点点头，这话倒是有几分道理。话说回来，你还没说要是开堂审案那天陆景云没来，你怎么办？他把桌上的豆子堆到一起，又把话题拉回来。我说要陆景云不来的话，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房屋买卖在县衙会有流荡记录，要真是纪如真授意吴信来跟我争豆腐作坊，那县里的凭证也可能会烧了丢了。所以陆景云最好还是说到做到，按时出现的好。霍山笑了一声，说道，其实不用陆景云，也还有一个办法，大兴律令，凡是开堂审案时原告未曾出席的案件，当场作废。我想了想，你是说要是开堂审案那天吴信没出现，这个案子就作废了？他点点头，用一种孺子可教的眼神看着我。我想了想，双手合十祷状，神佛在上，请保佑信女心愿得偿，让吴信入门被马车撞，喝水被枪，走黑夜被抢，最好大病一场，几个月都下不来床。霍山捏起一颗黄豆，弹到我额头上，求神不如求我。我睁开眼看着他，求你有什么用？你还能去把吴信打得来不了公堂不成？他缓缓说，或许呢。我没把他的话当真，抬手摸了摸额头，你还是好好待在这儿养伤吧。我明去城隍庙烧高香，希望神仙能保佑我心想事成。说完回屋忙针线活去了。霍山悄然来到院子后面，吹响了哨子。不多时，江河循声而来，单膝跪地行礼，王爷。霍妻吩咐道，找到今日来此闹事的吴信，打断他的腿。啊！江河一愣，以为自己听错了。啊什么？记住，不能让吴信知道是谁打的。是。江河当即应下。还有那个陆家，天干物燥，容易走火。我在院子里找了一圈，没看到霍妻，走到后院才看到他。霍妻，你在这儿啊？我叫你，你怎么不应声？他说刚听到。我把刚做好的衣袍递给他，衣裳做好了，你拿去试试。他伸手接过来，一手拿衣裳，一手撑着拐杖往屋里走。我方才好像听到有人说话，可这里只有他一个人，我觉得奇怪，环顾四周多看了几眼。他进屋后见我还在后院看来看去，喊了我一声，过来帮我更衣。我一边走过去一边说，你先前不是要自己穿吗？先前伤势最重的时候还讲什么男女授受不亲，怎么现在又要我帮你？拿新衣裳给他换上，大小长度都正好，竹青色很衬他，我看了颇为满意，我手艺还挺好的。他理了理袖子，尚可，又是尚可。我忍不住问，在你这儿是没有好字吗？就会说尚可。2天眨眼就过，很快就到了开堂审案那天。我一大早就搭隔壁王大爷的驴车去县里，今天县里有几桩案子要审，一时半会儿轮不到我，我只好在一旁等着。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到了下午，因为原告和证人迟迟没到，告我的案子从第3个推到了最后一个。前头的案子都审完了，轮到最后一个时，因为原告一直没来，这案子没法开审，县令大人只能宣告此案作废。可就在他拍响惊堂木准备宣布时，几个地痞混混抬着担架过来了。担架上那人从头到脚裹了好几层白布，根本看不出是谁。师爷一看，高声问，堂下何人？因何作此打扮？曹名吴信。那人说话都带哭腔，
整个人瘫在担架上，爬都爬不起来。我忍不住心想，莫不是我求神拜佛真有用，都应验了？县令大人难以置信地问：你是吴信？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吴信说：草民昨夜被人打了。县令问：谁打的你？不知道啊。他说：那人打我之前套了麻袋，我没看见他的脸。县令和师爷耳语了几句，师爷问：你最近可跟什么人结仇了？他。吴信用缠满白布的手颤抖着指向我，我连忙说：民女昨日和夫君一直在自家小院里，并未外出，四周邻居皆可作证。吴信却道：他那个夫君看着是个残废，其实能打得很。前些日子我带兄弟们上门要回我娘留给我的豆腐作坊，他那个残废夫君硬生生把我们几个都打趴下了。是他，昨夜肯定是他打的我。我反驳：无凭无据，你凭什么血口喷人？他喊道：我近来不曾跟人结怨，只跟你有争端，谁知道你会不会为了那个豆腐作坊暗害于我？大人，县令大人，您要为草民做主啊！我忙说：启禀县令大人，民女的夫君前些日子伤了腿，不良于行，这些天基本没出过门，而且我们根本不知道吴信住哪儿，如何能将他打成这样？县令和师爷耳语了几句，说道：吴信被打之事暂且不论，今日审的是豆腐作坊归属于谁的案子。你们二人都说豆腐作坊是自己的，请拿出证据来。我回头朝堂外看去，陆景云明明说过他会来替我作证的，可他又食言了。县令拿起惊堂木，当堂一拍，就要断案。门外一声通报：状元郎来了。状元郎还真的来了。县令大人起身相迎，陆景云径直走进来，站到我身旁，说：桃花巷的豆腐作坊是6年前春枝在原户主李氏手中买下的，现任户主是我，房契和地契前些天因家中走水，不慎烧毁，陆某特来此作证。县令给了师爷一个眼神，心里暗暗叫苦，这状元郎和状元夫人怎么不是一条心？一个要他把豆腐作坊判给吴信，一个跑来给被告作证。吴信也很震惊，状元夫人让他来争豆腐作坊，这状元郎怎么跑来作证了？县令大人一时不知该怎么判了。吴信见状，艰难地挪到陆景云身边，低声跟他说：状元郎，是你夫人要我来争这个豆腐作坊的，你怎么能给春枝作证？他被打得伤很重，说话含糊不清。陆景云没听清楚，沉声问：你说什么？吴信又重复了一遍：是状元夫人，就是你夫人让我来争这个豆腐作坊的，你怎么能给春枝作证啊？这次陆景云听清了，他的脸沉了下来，难怪纪如真今天这儿疼那儿疼，拖着不让他出门，原来是怕他出来作证。吴信不知道纪如真瞒着陆景云做这事，说漏了嘴，还以为状元郎会改口，可下一刻陆景云却说：春枝买下豆腐作坊这事，我是人证，还请县令大人公正判案。既然有状元郎做人证，那这事肯定假不了。县令心想，让他们夫妻回家吵去吧，当场把豆腐作坊判给了我。陆景云还顺便让县衙给我补了房契和地契，这豆腐作坊本就是我花钱买下的，先前写他的名字是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我把自己的都当成陆家的，如今我离开了陆家，也该拿回属于我的东西。天黑前我拿到了补办的契书，离开县衙准备回临水镇时，陆景云也走了出来，喊住我：春枝。我回头看他，想起他来帮我作证，于是说道：今日之事多谢你了。他说：你我之间不必言谢。我忙说：这话不要乱说，你已婚，我已嫁，你说这样的话，若让人听见，难免要误会。他眸色复杂地看着我：春枝，你我即便做不成夫妻，也能做兄妹，你何必拒我于千里？我说：你我做不成夫妻，也做不成兄妹，人往高处走，若他早些告诉我他要另娶高官之女，我也能理解，毕竟我一个卖豆腐的，的确配不上状元郎。可他偏要瞒着我，还带着新夫人回乡时说我是家中奴婢，我不是死缠烂打的人，只想要他一句话解释，可他一句都没有，还要让我做妾。10年陪伴，他竟然一点也不懂我。陆景云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天快黑了，你一个人回镇上不安全，坐我的马车走吧。不用了，我说我自己去车行租辆马车就行。他还想再说些什么，我却道：先前你我不见面，你夫人尚且找了吴信来跟我争豆腐作坊，要是我坐你的马车回去，你夫人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他只能说：那你自己小心。我嗯了一声，转身离去。去车行的路上，我买了些卤肉和2坛子酒。到家时，天色已晚，院门前点了灯，我看见霍七坐在八仙桌旁，灯火昏黄，笼罩在他身上，整个小院都暖意融融。他抬眸看我，回来的这么晚，还这么高兴。我笑盈盈地说：县令大人把豆腐作坊判给我了，我当然高兴，还买了卤肉和酒回来庆祝呢。他闻言有些奇怪地问：那个吴信来县衙了？我说：是啊，他被人打得好惨，全身包着白布，被人用担架抬着来的。霍七暗想，低估这些市井小民对银钱的执着了。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把卤肉盛进碗里，点起灶火，快速炒了2个菜，端到桌上，又找出2个杯子，给自己和他各倒了1杯酒。我说：今日县令大人不仅把豆腐作坊判给我了，陆景云还给我过了户，值得庆贺，咱们喝一杯。他看了我一眼，淡淡问道：陆景云还真来定作证了？是啊。我举起酒杯，抬了抬下巴，示意他也端起来。他端起酒杯，又问我：你跟陆景云一起回来的？我才不跟他一起。我说：我自己租马车回来的。说完，我举杯跟他碰了一下，一饮而尽。县里买的果子酿，甜甜的，很好喝。我喝了1杯，又给自己满上。果子酿喝起来甜，但后劲很足。我连着几杯下肚，酒意上头，看眼前的霍七越发觉得俊美可亲。他被我看得有些燥热，你一直看着我做什么？我大概是有些醉了，脱口而出：你好看啊。他笑了一下，难不成你见到好看的人都这样盯着看？倒也没有。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我不会盯着别人看，但你是我夫君。他轻笑道：这时候不提你，我是假成亲的事了。我把食指放到唇边，你还是不说话的时候更好看。我还想喝酒，拿起酒杯却发现空了，拿起酒坛给2个杯子都满上，带着醉意问：霍七，你是不是快走了？说着不受控制往他身上倒去。他没推开我，为什么这样问？我说：不知道，
就是感觉你伤好了就会走。他一时没说话，只是垂眸看我。我靠在他身上，喃喃道：你走了之后还会回来看我吗？来到临水镇这10年，我把陆家当成家；离开陆家后，我把豆腐作坊当成家。我一个人太孤单了，所以把这个捡来的男人当家人。清醒时我知道他是过客，迟早要走，可喝醉后却忍不住问他会不会回来。他说不会。听到这2个字，我忽然有些伤心。不回啊，那就算了。他沉吟片刻，低声问我你要不要跟我走？我迷迷糊糊没听清你说什么，他却没再说第2遍。我越看越觉得眼前这男人好看，抬手捏了捏他的耳垂，笑说霍七，你的耳垂好软啊。他把我的手拿开，你喝醉了，回屋睡觉。我没醉。我说着就要坐起来继续倒酒，结果没坐稳，整个人往后仰倒。霍七连忙把我扶起来，打横抱进屋子。我的屋子还是洗房牧羊，他把我放进红罗帐里，转身欲走，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我知道他快走了，往后或许再也见不到我。在这世间孤孤单单，往后就守着豆腐作坊过活。回来的路上我想了很多，我想有个孩子。我可以没有夫君，但得有个孩子，只有孩子才是这世间与我血脉相连之人，永远不会抛弃我。既然我跟霍七甲成亲，这辈子也不会嫁别人，跟他要孩子也没什么不好。他长得这么好看，他的孩子必然也好看。他回头看我，你做什么？我没说话，不知哪来的力气，直接把他拽到床上，仰头吻住他的唇。他愣了一下，将我按在床榻上，嗓音低沉地问：你知道我是谁吗？接下来这里不好看，我们略过。第2天我醒来时，腰酸背痛，身上什么也没穿，只盖着一床薄被，遮住那些青紫的痕迹。想起那些缠绵画面，轻轻摸上腹部，不知能否如愿。还好他不在屋里，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我穿好衣衫，起身走出屋子，发现他不在，也不知去了哪儿。灶上煮着粥，还热腾腾的。我在院子里洗漱，把弄脏的床褥洗了，挂在院子里晾晒。不多时，老主顾上门买豆腐，是个30多岁的大嫂子，笑着打趣我，新婚燕尔就是恩爱缠绵，被褥都要天天洗。我瞬间脸红，把他送到门口，正好看见霍七一手提着油纸包，一手拄着拐杖回来。我等他进门才问，一大清早的，你去哪了？他没说话，只是把手上的油纸包递给我，李记的包子。我一看就认出来了，有些诧异，你一大早跑西街买包子了？他说，你不是喜欢吃李记的包子，西街现在不是不让出摊吗？我问，你怎么买到的？他说，真想买，自然能买到。就像老主顾跑到桃花巷来买我做的豆腐，李家的包子出不了摊，就在自家巷子里做。霍七出去办了些事，又绕到西街打听到李家买来的。我捧着油纸包，忍不住说，你的腿还没大好，怎么能走那么远的路？我也不是非要吃这个。他定定地看着我，你昨夜抱我的时候，怎么不说我的腿还没好？昨夜我借酒劲拽他上床，那是昨夜的事。今儿青天白日，他忽然提起，我脸红得不行。粥端上八仙桌，我低头喝粥，他也不言语，只定定看我。我忍不住问，你一直看着我做什么？他不紧不慢地说，昨夜你不是也这样看着我？我真想捂住他的嘴，你能不能不要再提昨夜的事了？他说，什么叫不要再提昨夜之事？难道你不准备对我负责？我有些紧张，负什么责？他皱起了眉，一步步逼近我，你说你该负什么责？我慌张道，昨夜是我喝多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他薄唇轻勾，那我帮你好好回忆回忆，你是如何将我拽上床榻的，又是如何缠上来解开我的衣带的？不用了，我打断他，强自镇定。昨夜你我都喝了酒，不太清醒，但总的来说也是你情我愿的，我不要你负责，你也别让我负责了吧。他将我的手腕握得更紧，你是这样想的？那是当然，我只想要个孩子，不想跟男人牵扯不清，所以我不挽留他，也负不了责。好，很好。他松开我的手腕，转身打开院门，头也不回地走了。他不在，我也没什么胃口吃了。从早晨等到下午，才听到门外传来脚步声。我以为是霍七回来了，可到门外一看，却是个行色匆匆的妙龄女子。一看到我就扑进我怀里，春枝姐姐。我有些反应不过来，我是玉珠啊。她抱住我，一双美目水汪汪的。春枝姐姐，不记得我了吗？我惊讶道，玉珠，你的模样同从前大不相同，我都认不出了。小时候的玉珠粉雕玉琢，如今已是个貌美的窈窕佳人了。玉珠比我小1岁，家住陆宅东侧，是我的邻居。我9岁被陆景云捡回家时，周围的孩子都欺负我瘦小，只有他愿意跟我玩。他家原本挺富裕，4年前他爹外出经商遇山贼丧命，家里没了顶梁柱，母亲也病重，弟弟才12岁还要读书，他就把自己卖进大户人家做婢女。自那之后我就没见过他，没想到他会突然找上门。我拉着他往院子里走，一晃4年没见了，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咱们进去说。他跟着我进门，还频频回头看，像怕有人跟着，问我，春枝姐姐，你能不能先把院门关上？我关上门，给他倒了杯热茶，问他，你怎么忽然回来了？莫不是出了什么事？他欲言又止，眼中泪光闪烁，最后还是主动说，春枝姐姐，我能不能在你这儿借住一段时间？小院只有2间屋，我住一间，霍七住一间，已没多余的屋子给他住。可他都找上门了，若有地方可去，也不会来找我。我想了想，在外人看来，我和霍七已成亲，若让他单独住一间，我和玉珠住一间，被人知道了，假成亲的事8成瞒不住。他见我迟迟没开口，问是不是不太方便？我点头答应，你在这坐会儿，我去收拾一下屋子。玉珠经过窗前，看到我睡的那间屋子贴着喜字，挂着红罗帐，问道，春枝姐姐，你成亲了？我点点头，就前些天的事。
他奇怪道：“你跟陆大哥成亲，喜房怎么不放在陆宅？”我刚要跟他解释我不是跟陆景云成亲，院门忽然从外面推开，霍七拄着拐杖迈步进来。玉珠转身跟他打了个照面，我上前说：“他是我夫君，霍七。”他愣了一下，春枝姐姐没跟陆大哥成亲。我低声跟他说了陆景云高中状元后娶丞相之女的事。玉珠听完后打量了霍七一眼，上前喊了声姐夫。我一把将霍七拉到我屋子，商量道：“方才那人是玉珠，我小时最好的手帕胶，他要在这住一段时间，你那间屋子我腾出来给他住了，你这些天跟我住一间。”他嗤笑道：“你不愿负责，还要我跟你住一间？”我立刻捂住他的嘴，低声道：“你小声些。”他定定地看着我，春枝，你敢做不敢当，我也不打算争辩，随你怎么说，反正你原先住的那间屋子我腾给玉珠了，你坐下歇会儿，我去给你做饭。玉珠见我出来，小声跟我说：“姐夫这般相貌，不似寻常人家。”我一边生火一边笑着说：“你还学会看相了？不是我会看相，是姐夫一身贵气，实在不像寻常百姓。”他问我：“姐姐怎么会跟他成亲？”这是说来话也不短，我把自己与爷归家推板车撞了霍七，只能捡回家的事跟他说。至于年满18未婚配由官府强行婚配，这是一句带过，假成亲更是瞒得死死的。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问他：“对了，玉珠，你今年也18了，你做事的那户人家可曾为你婚配？”他脸色微变，我察觉他神色不对，半开玩笑地问：“难不成主家给你配婚的人不好，你才跑出来了？”他含泪道：“我满了18岁，主家原本该给我指婚了，偏偏前2个月我伺候的大公子最后跟我做下了荒唐事。大公子平日里最是君子，那夜却变了个人似的，事后还非要把人找出来。那为妾室，我母亲死前让我发誓，这辈子再苦再穷也不能给人做妾，我不能给大公子做妾。可我这2个月月事都没来，偷偷找大夫看了，才知道自己怀了身孕，被主子最后宠幸失了清白，已是飞来横祸。如今还怀了身孕，他不敢再待在府里，去跟夫人求了恩典，用这些年攒的银钱赎了身跑了出来。可宅子已卖，母亲病故，弟弟在书院读书，他无处可去，只能来找我。”他说着泪流不止。我问他：“那你腹中这个孩子，你打算怎么办？”我离开陆家后，在这世间孑然一身，盼着有个孩子，想让这世上有与我血脉相连之人。可玉珠不一样，她擦去眼泪，哑声道：“我不能留这个孩子，这是大公子的血脉，他还没娶妻，府里不会让他先有庶子庶女。我懂他的难处，孩子是你自己的，你想清楚就行。我这小院虽简陋，但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好了，快把眼泪擦擦，洗把脸回屋歇着吧。我把晚饭做好了，你再出来吃。”饭后，玉珠抢着洗碗，我们姐妹多年不见，在一起说了很多话，直到夜深，我才回自己屋子。霍七躺在榻上看书，我进来时他眼皮都没抬一下。我走到梳妆台前坐下，摘下珠花散开发髻，用发梳梳开及腰长发，才缓缓走向床榻。他翻了一页书，没看我一眼。我本想打地铺，可一想到昨夜我们什么都做了，实在没必要分开睡。他睡在外侧，我直接上榻，从他身上翻过去。他呼吸停顿了一瞬，拿书的手也未降。我见他不说话，抖开被子盖身上，身子往里侧挪了挪。他躺了一会儿，起身去了院子。我跟着坐起来问道：“大晚上的，你去哪儿啊？”他没应声，我有些不放心，起身走到窗边，就看见他打了盆冷水，褪了衣衫，用冷水往身上浇。已是初夏，夜里用冷水沐浴还是有些凉。我想提醒他小心着凉，话到嘴边又开不了口。他连浇了几桶，拿方巾擦了身，套上衣衫回房。我听到动静，早早回到榻上，睡在里侧。他进屋带来一阵夜风，把油灯吹得明明灭灭，衣带都没系，就那么敞开穿。我不好意思看，转身面朝里侧。床榻不大，两人离得很近，我嗓音不太自然地说：“明天还要早起，快些睡吧。”他嗯了一声，随手扇灭桌上油灯，屋子瞬间陷入黑暗，淡淡月光洒落轩窗，隐约可见屋内景象。他把红罗帐放下来，我翻了个身，就对上他的视线。我刚要说话，就被他一把拦过去，揉进怀里，唇贴上来吻住我。这里不好看，我们再次掠过，直到天色微亮，我们才相拥而眠。没多久，我就挣扎着坐起来穿衣衫，他揽着我，天还没亮，得起来做豆腐了。我很困，眼睛都睁不开，就想着不能再耽误生意。他嗓音低哑：“再睡一会儿，你睡你的，我该起了。”我从他怀里抽身，一边穿衣一边起身，连油灯都没点就出去。他跟上来，走慢些。话音未落，我在门槛上绊了一下，他飞掠过来，一把扶住我。都说了让你走慢些，灯也不点，走这么急做什么？卖豆腐一天能挣几个钱？这豆腐不卖也罢，你说的容易。我没好气地说：“不卖豆腐我吃什么？你喝什么？”他说：“跟着我还能饿着你不成？”我不可思议道：“现在可是我养着你，要让你养我，你会做什么？”霍山在原地站了一会儿，他生来尊贵，从不缺银子，也没想过怎么赚钱。他会的很多，但没一样是用来换钱的。看他又走到灶台前生火煮粥，我就在前面磨豆子。豆腐做好时，他的粥也煮好了。玉珠起身时看见我们，上前喊了声姐夫，然后又往我这边来，要上前帮忙。我连忙说：“这些活我一个人做惯了，不用你帮忙。”他这才没上手。在我们3人吃早饭时，就有老主顾上门买豆腐，我时不时起身招待客人，次数多了，在有客人上门时，霍七索性起身：“我来，你先把早饭吃了。”我有些错愕，没想到他会主动帮忙卖豆腐，一连好几个客人都是他招待的。老主顾还打趣我：“有了夫君就是不一样啊。”春枝要享福了，连玉珠也跟我说：“姐姐能遇到姐夫这么好的人，真是缘分天注定。”一上午，老主顾陆续上门，快到晌午时，豆腐卖光了。下午没事，我跟玉珠一起做针线活，霍七又出去了，近来他伤好了大半，开始频繁出门。我不问他做什么去，他也不说，只是每次回来都带些东西，有时是吃的，有时是用的。玉珠做针线活时低声问我：“春枝姐姐，你能不能帮我去药铺抓一副堕胎药？”我正色道：“堕胎药，你想好了？”
我想好了。他话虽如此，一开口先红了眼。这孩子我不能生下来，所以才请姐姐帮我抓一副堕胎药。我说，既然你想好了不要，那就不要，但堕胎药不能乱吃，若吃坏了是要命的事。我带你去医馆，让大夫给你诊脉，看看能不能吃堕胎药再开药，性命最要紧，切不可大意。来到医馆，大夫说是个健壮的胎儿，连安胎药都用不着。但知道我们的意图后，也不得不开了一副堕胎药。回去路上经过人多的街道，远远看见几个小厮模样的人拿着画像问行人：“请问有没有见过画像上的姑娘？如有见过画像上的人，提供线索者赠黄金100两。”路人听到黄金100两，纷纷凑去看画像。我和玉珠路过时，差点被挤开。我扫了一眼，画像上的不就是玉珠吗？他显然也看到了，脸色忽变，连忙拉着我快步离开。我被他拉着，几乎是跑着离开的，到人少时才停下。我安抚道：“别慌。你戴着面纱，那些人看不清你长什么样。”他一把抓住我的手，慌张道：“他们找过来了，他们知道我在临水镇。临水镇这么大，他们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你，而且你家老宅已卖，现在谁也不知道你住我这儿。”我说：“咱们回去再说。”回了豆腐作坊，玉珠生怕被大公子的人找到，急着煎药。可就在要快煎好时，有人敲响了院门，敲得很急。我安抚他：“别怕，可能是霍七回来了，你先回屋待着，我去开门看看。”打开院门，敲门的居然真的是方才街上拿着画像找人的小厮。门开后，几个小厮退开，一个锦衣玉带的公子缓步上前：“我姓顾，来找玉珠。”我说：“玉珠已赎身，早已不是顾家婢女。顾公子这样大费周章找人，究竟想做什么？”他笑道：“我来这儿并无恶意，只是养个称心如意的婢女不易。玉珠趁我不在时赎身出府，连招呼都不打一声，我自然要来问问他。”顾府小厮递上一个箱子，打开后金光灿灿，险些闪花我的眼。小厮说：“我家公子说了，谁能提供画上之人的线索，赠黄金100两。玉珠既然在你这儿，这黄金100两就是你的了。”小厮要把装黄金的箱子塞给我，我不接，刚要说话，霍七正好回来，问道：“你们堵在我家门口做什么？”那位顾公子转身，一瞬间眼中满是诧异。他曾在京城跟那位高高在上的长安王殿下有过一面之缘，谁能想到尊贵无比的长安王会出现在这种市井街巷之中，穿着寻常布衣，打扮成普通百姓的模样。霍七察觉到顾元家知晓他的身份，把刚买的蜜饯递给我，让我先进去。我跟他说顾元家是来找玉珠的，求他想办法别让顾元家带走玉珠。霍七点头让我安心，我这才稍稍放下心，拎着蜜饯进屋。霍七和顾元家在外面说了好一会儿话，之后霍七过来敲窗，说顾元家想见玉珠，让我先出去。我不太放心，反复确认顾元家是不是只看看玉珠，不会把她带走。霍七保证只是见一见，我才安抚好玉珠，走了出去。顾元家朝我微微颔首，从我身边走了过去，步履款款，风度翩翩，任谁见了都得夸一句好一个风流倜傥的卓氏家公子。可这人怎么就酒后乱性，还夺了玉珠的清白？想到这里，我忽然想起自己也是趁着酒醉把霍七给扑倒了，脸颊有些烧得慌。别一直站在这里，放心，顾元家不会活吞了玉珠。霍七坐回八仙桌旁，翩然落座。我自顾自道：“这些贵公子看起来人模人样的，实则吃人不吐骨头，凶残得很。”霍七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问我：“你是不是知道玉珠跟顾公子之间发生过什么？”我答应过玉珠，绝对不把他和顾大公子的事说出去，连忙倒了一杯茶给霍七，转移话题道：“你刚才都跟顾公子说了什么？他答应不带走玉珠了吗？”霍七缓缓饮了一口：“你不愿告诉我你知道的，却要问我跟顾元家说了什么，是何道理？我不问了还不行吗？”目光透过轩窗，落在顾元家和玉珠身上，两人说了好一会儿，顾元家才出来。玉珠起身送他到门口，顾元家回头看了他一眼：“别忘了7天。”玉珠点点头，没有言语。顾元家走到霍七身侧，拱手道：“那我就先告辞了，霍兄。”霍七点头道：“请便。”顾元家带着一众随从离去，把那个装着黄金100两的箱子留给了我。我连忙道：“这些黄金你们带回去啊？”顾元家回头道：“这些黄金说了赠与姑娘，哪有拿回去的道理？姑娘且收着吧。”说罢便带着一众扬长而去。我看着金光灿灿的箱子，连忙将箱盖合上，看向霍七：“这么多金子，他说给就给了，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多金子。”霍七道：“那是你见识少。”忽然我闻见了焦糊的味道，糟了，光顾着说话，忘了那堕胎药还在煎。等我过去的时候，药已经糊得没法喝了，我只好先把药渣倒掉。你怎么忽然要喝药？霍七走过来看了一眼药渣，说道：“益母草、当归、川芎、桃仁、红花都是活血通经的药物，是堕胎用的。”我没想到霍七居然还认识药材，只好低声说：“你别看我们前几天才那什么，不会这么快有孩子的，也用不着喝堕胎药。”霍七嗤笑了一声，道：“这堕胎药是给玉珠煎的。”我连忙捂住了霍七的嘴：“你知道归知道，别说出来啊，这是千万保密。”霍七微微挑眉道：“要保密也不是不行，你准备拿什么堵我的嘴？”我总觉得他话里有话，没好气道：“晚上给你做好吃的堵住你的嘴。”我把药渣处理好，抱着那箱金子去找玉珠。顾元家已经走了许久，但玉珠好像还没缓过来。玉珠，我轻轻喊了他一声：“这个箱子是顾公子留下的，里头有黄金100两，我不能要，还是你收着吧。”玉珠猛地站了起来，神色不安道：“我更不能要。”我见他神色有异，不由得问道：“你怎么了？”玉珠低声道：“大公子让我7日之后回顾府。”我有些气愤道：“你已经赎身了，不再是顾府奴婢，他凭什么要你7日之后回顾府？”难怪顾元家说走就走了，原来是吃定玉珠了。玉珠近乎自言自语一般说道：“大公子说的话没人敢不听，他能找到这里来，也就意味着不管我去哪，他都能找到。”我温声安抚道：“玉珠，你别怕，有我在呢，我不会让顾家人带走你的。”不知道霍七是怎么跟顾元家说的，得先问问清楚。我这样想着，便转身往外走去。玉珠喊住我：“春枝姐姐，堕胎药煎好了吗？”我有些歉疚道：“
刚才光顾着说话，把药煎糊了，我这就去医馆再抓一副药来。不必了，玉珠道，大公子已经知道我在这里，此地不宜久留，我得马上离开。堕胎之后难以行走，他来不及在这剁掉这个孩子了，还是先行离开的好。玉珠说着便开始收拾东西，我一边帮着他收拾，一边担心道，那你把这些金子带上。玉珠摇摇头，大公子的东西我不敢要。那你等一下，我把藏起来的300两银票拿出来，拿150两递给玉珠，这些你拿着，你一个人独身在外，用钱的地方多，记得藏好些，才不外露，知道吗？他眼眶红红的，眼泪一颗接着一颗的落下来。我抬袖擦去他脸上的泪痕，哭什么？这些钱都是陆景云给的，他欠了我的，我就跟他要钱，现在能帮到你也是一件好事，只是我也得留些银子应急，所以不能全都给你。玉珠握住了我的手，这已经很多了，只是你把这么多银子都给了我，不用跟姐夫商量一下吗？我小声道，他不知道我藏了这么多钱啊。玉珠完全没想到我竟然瞒着霍七藏了这么多钱，她擦了擦眼泪，小声跟我说，成亲之后藏些私房钱也是应该的，那些金子姐夫可说了要怎么处置。我道，他说顾公子寄给了我，就让我收着，别的没说了。那姐夫也不是贪财之人。玉珠道，姐夫都让你收起来，姐姐就收起来吧，大公子不差这点钱，他给出的东西是不会收回去的。玉珠也把我给的银票收了起来，满怀伤感道，此一别也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唯愿姐姐和姐夫平安顺遂。玉珠远在他乡，也会日日为姐姐和姐夫焚香祈福的，你我之间不必如此。我道，你先别急着走，我先让霍七到外边看看，顾家有没有留人在门外守着。霍七在屋子里提笔写着什么，抬眸看向我，何事？我道，你速来警惕，去外边看看顾家有没有人留在门外守着。霍七没有立即应声，继续挥笔写着什么，直到他写完一封信，放进信封里。我问他，你忙完了没有？霍七嗯了一声，我再次开口道，玉珠要走了，你去外面看看顾家有没有留人看着他。霍七挑眉看我，嘴边噙着若有若无的弧度，也不说话。我想装作不懂，但他一直看着我，最后我还是抿了抿唇，凑过去在他的唇上亲了一下，刚要退开，却被男人揽住了腰身，又深又急的吻就这样落了下来。霍七将女人抱坐在桌案上，南州诸事烦扰，只有此时才有片刻欢愉，但这女人白日里恨不得离他远远的，连眼神都不敢跟他对视，既然做了他的人，就应该完完全全属于他才是。吻了不知道多久，霍七才放开我，把我从桌案上抱下来，我伸手推他，低声道，快去看看。霍七这才把信件揣进衣袖里，缓步朝门外走去。探查到外面没人后，我让玉珠穿上我的衣衫，打扮成我的模样，到渡口坐船走。看着霍七准备出门的样子，我让他顺路送玉珠去渡口。霍七面上没什么表情，语气也淡淡，不顺路。我无奈道，那你就当为了他专程走一趟，成不成？不成。霍七毫不留情地拒绝道，我为什么要为了他专程走一趟？我道，他好歹也喊了你好几天的姐夫，你这个做姐夫的送妹妹到渡口怎么就不行了？霍七道，你我成亲是假，难道这姐夫就是真的了？我没想到他会拿这话噎我，瞪了他许久，红着脸压低声音道，就算一开始是假成亲，你我如今也做了真夫妻了。玉珠是我妹妹，让你送她一下怎么了？这话不知怎么的取悦了他，他唇角微扬，快点。我立刻回屋带着玉珠出来，霍七抬手打开院门，正要往外走，就看见2个上午刚来过的顾家小厮同时迎了上来。玉珠见状，脸色瞬间煞白，立刻躲到了门口。2个顾家小厮没看见他，上前对着霍七行礼道，霍公子，我家主子让我俩留下，随时听候您的吩咐。霍七沉声道，你们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告诉你们主子不要多事。2个小厮不敢多言，连声应是，便立刻转身离去。我快步上前，伸手去拉玉珠，温声同他说，他们都走了，你别怕，趁着他们这回走了，赶紧去渡口。玉珠跟霍七一道出门去，我关上院门，在院子里做针线。前几天都有玉珠作伴，他这么一走，我一个人呆着，忽然觉得有些孤单。好在霍七用不了多久就会回来，而另一边陆宅，陆景云连着几日都歇在外头，今日午后回来拿了东西，又要出去。纪如真见状，忍不住让婢女拦住了他，上前柔声问道，夫君这几日都在忙些什么？母亲常念叨着你呢。陆景云回头道，最近是有些忙，长安王殿下巡查南州，宁王让一众官员作陪，我也在其中。我听闻长安王不喜喧嚣，到了南州怎么就喜欢人多热闹了？宁王也是的，长安王巡查南州，让那些地方官员去应酬就是了，竟还让你这个状元郎去作陪。纪如真有些不太高兴，陆景云近来对他有些冷淡，细算起来是让吴信去争夺豆腐作坊开始的。陆景云大概知道了，是他授意吴信做这件事，所以对他有些不满，夜里也不回来跟他同寝。陆景云面上什么都不显，温声道，我这几日太忙，没能陪着夫人到处走走逛逛，夫人可是闷坏了。陆景云的态度挑不出任何错出来，但是新婚夫妻连着好几天都不同房，这实在说不过去。纪如真拉着陆景云的手，撒娇一般问他，夫君，你今日就不能不去吗？陆景云有些为难道，我已经答应了宁王，不好不去。纪如真很是不悦，松开了陆景云的手，直接问他，你是不是在怪我？我来临水镇之后，春枝就离开了陆宅，夫君若是真的舍不得，我去找她回来就是了。我没有舍不得。陆景云说，而且春枝已经嫁作他人妇，现在他们过得很好，夫人莫要再去打扰。纪如真问他，夫君怎么知道他们过得很好？陆景云心知失言，当即道，猜的。他不想跟纪如真纠结此事，便说，我是回来取画的，取到了还要回去。夫人若是在家里待着无趣，可以带着婢女们出去走走逛逛。过几日得了空，我便带夫人去南州城。转身吩咐婢女们，你们好生伺候夫人。说完拿着话出门而去。他走后，纪如真气得砸了桌上的茶盏。我母亲说的没错，天下男人都一个样，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婢女们吓得连忙低头去收拾碎瓷片。这边正收拾着，门外小厮来报，夫人，
门外来了个有个自称是您表哥的公子爷，他说他姓周，您一听便知。季如真想了一下，季家在南州的确有一门姓周的亲戚，他姨母的夫婿现在是南州知府，知府的大公子周荣是他的表哥，这个表哥是南州出了名的花花公子，最是好色，在南州惹了许多事，许是长安王巡查南州的缘故。知府大人知道自己这个儿子身上恶行累累，所以把人打发到外头来了。季如真灵机一动，立刻道：“请他进来。我想起上次跟吴信打官司之前，去城隍庙许愿了，后来上公堂虽然有些波折，但是总体来说非常顺利，所以打算去城隍庙还愿。我给霍七留了张字条，拿上香烛往城隍庙而去。一般烧香拜佛都是赶早，傍晚时分已经没什么人，连庙祝都不知道去了哪里。离开城隍庙的时候，天色渐暗。”却在走入某条巷子的时候，突然被人套了麻袋，有人在我颈后中了一击，便陷入了昏迷。霍七回到豆腐作坊的时候，看到了桌上留的字条，他唇角微勾，又去城隍庙上香了，都跟他说求神不如求我，偏不信。天色越来越暗，天黑了，庙宇都要关门的。霍七觉察到不对，提了一盏灯笼出门找过去。城隍庙早就大门紧闭，无人进出了。他在城隍庙前站了一会儿，俊脸微沉，吹响了竹哨。不多时，江河从夜色之中飞身而来，抱拳行礼道：“王爷，春枝不见了。”霍七沉声道：“半个时辰之内查出他的下落。”江河立刻应声去办。霍七顺着城隍庙回桃花巷的几条路都走了一遍，沿路询问，查找痕迹。在醒来的时候，我已经不知身在何处，有一只手在我脸上反复游走。美人，果真是难得一见的美人。我的手脚都被绑住了，只能瑟缩着往后退去。对方那只手又跟了过来，我狠狠咬住了对方的虎口。周荣大叫了一声，把手抽回去之后，反手就给了我一巴掌，骂道：“贱人，爷看得上你是你的福气，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他那一巴掌打得太重，我倒在地上，唇角都渗出了一丝血迹。周遭灯火通明，屋子里摆着不少值钱物件，眼前的年轻男人穿着锦衣，腰悬玉佩，一看就是富贵之人。几个小厮在边上站着，其中一人劝道：“公子小心手上的伤。”另一人道：“公子好不容易得到这样的美人，可别打坏了。”周荣甩了甩手，捏着我的下颚，用手背抚过我红肿的脸颊。美人，你识相些，乖乖的从了我，以后荣华富贵你享之不尽，要是你不识相，可别怪爷拉手催花了。滚开！我朝他吐了一口血沫子。我夫君知道我来了城隍庙，要是天黑之后我还没回去，他一定会找来的。我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为什么要把我绑来，只能寄希望于霍七会来找我。我壮着胆子喊道：“我夫君武功高强，你们最好快点把我放了，不然等他找到这里，你们都没有好果子吃。你夫君再厉害，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这里来。等我把你享用了，他即便是找来了，也不会要你了。”周荣笑着说：“所以你还是乖乖从了吧，别自找苦吃。”我张口还要咬他，周荣一把掐住了我的脸颊。这么喜欢咬人是吧？待会儿我让你咬个够。来人啊，拿药来。不一会儿，周荣按住我，把红色的药丸塞进了我嘴里。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欢情丸，吃下去之后，烈女都会变成小可爱。你现在不愿意让我碰你，待会儿就会求着我碰你。周荣狞笑着解开了绑在我身上的麻绳，我起身就要跑，却被几个小厮挡住。逃！你尽管跑，我看你能跑到哪里去。周荣上前一把将我的衣袖撕烂了，我强撑着东躲西闪，却被周荣猛地压倒在地上。我咬紧牙关，把下头上的银簪扎进了他的胸膛，血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周荣一把拔掉银簪，冷笑道：“你以为就这么一根簪子就能要了爷的命？爷今夜非要把你说服。”话声未落，一直紧闭的门就被人一脚踹开。霍七踏跃而至，大步行来，一把将周荣拎起来，一掌打飞出去，然后脱下外袍把我裹住。我已经吓得六神无主了。看到男人的那一瞬间，眼泪便夺眶而出。霍七一把将我揽入怀中，别怕，我带你回家。就在上一刻，我还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霍七了，他就这样犹如神奇一般出现在我面前。霍七一手抱着我，一手给我擦眼泪，低声安抚道：“别哭。”我浑身都难受，还被欢情丸弄得意识不清，一个劲儿的在霍七怀里拱来拱去，轻声呢喃着：“霍七，我好热，好难受。”霍七哑声道：“别乱动。”说完，打横抱起我往外走去。周荣被霍七一掌拍飞之后，猛地吐出一口血，他强撑着开口道：“拦住他们！你们都是死的吗？竟然让人就这么强闯进来！”几个周家小厮见状，慌慌张张地跑上前拦住我们的去路。霍七冷笑：“找死！”声落，一掌拍飞了挡在面前的两人。江河带着一众暗卫解决了外头所有人，然后狂风一般冲进来，解决了几个喽啰，带血的长剑直指周荣：“你们竟敢直接杀人！”周荣直到现在才发现自己碰上了硬茬。他身为知府公子，在南州一向横行霸道，何曾遇到过敢跟他正面叫板的人？周荣慌乱不已，连忙跪求道：“我是南州知府的儿子，我有钱，你们想要多少银子？开个价！别杀我，别杀我！”哟，没穿衣服，你是知道今夜你张虎哥哥要来，所以特意脱光了等我是吧？张虎说着就往下摸去，忽然间，床上的人一把捏折了张虎的胳膊，将他踹飞出去。张虎重重撞在墙上，口吐鲜血。你不是春枝，你到底是谁？滚！床上的男人沉声喝道，只一个字，便气势逼人。男人，春枝，你竟然在屋里藏了男人！张虎一边喊，一边手脚并用的翻窗离去。床上的男人抓起枕边的药瓶，当作暗器飞出去。正挂在窗户上的张虎应声倒地，连连喊道：“好汉饶命，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早知道您在这，我也不敢来啊！”张虎连滚带爬的跑了，我才悄悄掀开帘帐走出来。床上的男人听到动静，一把将我拉过去，掐住了我的脖子。你是何人？为何鬼鬼祟祟？我被掐得生疼，勉强发出些许声音来。是我救了你，你救了我。男人冷声道：“
我只是晕倒了，不是失忆，明明是你推着板车把我撞了。话虽如此，但他还是很快松了手。我立刻后退，抬手揉了揉脖子，那也是你原本就重伤在身，若你身上没伤，就板车这么轻轻的撞一下，还能把你撞伤不成？我怕男人死在自家门口，若是官家的人过来问话有理也说不清，这才将人扶进门。现在男人醒了，张口就说是我撞的他，撞是真的撞了，但真正造成男人昏厥的是他身上的伤，不是板车撞的那一下，话还是要说清楚的。我说我原本可以将你扔在街上不管的，大雨天的没人出来救你，你淋一夜的雨，说不定明天就死了。现在你好端端的躺在我床上，还有力气掐我脖子，怎么不算我救了你？我又摸到桌边，拿出火折子，点亮了油灯。灯火亮起的那一瞬间，男人立马抖开被子，盖在了身上，不悦道：“你忽然点灯做什么？”我也是在点亮油灯，看清眼前景象之后，才想起他身上什么都没穿。可他一副被我占了便宜的反应，我被气笑了。你反应这么大作甚？先前给你上药的时候，你身上都被我擦遍了，还差多看这一眼吗？男人皱眉轻斥道：“乡野之女，不知羞耻。我是乡野之女，你又是哪里来的大人物？要换做平日，我未必跟他争，偏偏我今日气不顺，当即反驳道：救命还分男女，早知道就让你躺在街上等死。”男人俊脸微僵道：“伶牙俐齿。”我冷笑道：“那你离开吧。”男人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再次开口道：“我衣裳呢？”我指了指床前那堆破布，捡了，还没来得及烧掉。他闭了闭眼，去给我找套干净衣裳来。这随意指使人的做派，真当我是他家里的小婢女？我白了一眼，我这没有男人穿的衣裳，等天亮之后去给你买套。好半天都没听到男人回答，我转身一看，才发现男人又晕过去了。探了探他的鼻息，比先前平稳多了。虽然这人不知好歹，但张虎是他赶走的。我在心里权衡了一下，这男人谈不上好人，但也算不上恶人。第二天我去成衣铺买衣裳时，掌柜钱三娘见到我就问：“春枝，你一大早来买新衣，莫不是想好好打扮打扮，把状元郎的新夫人比下去？小镇不大，一点事不出半日就传得人尽皆知。”三娘说什么呢？昨日有个亲戚来投奔我，连身像样的衣裳都没有，我这是帮他买衣裳来了。我笑着说，想到那男人的金贵样，粗衣麻布实在不合适，我挑了身靛蓝色的圆领袍。钱三娘送我到门口，等人走远了，她嘀咕道：“不对，春枝是陆景云捡回家的孤女，哪来的亲戚啊？衣裳拿回家。”男人还在昏迷，我又收拾一下出摊了，毕竟生活还要继续。今日的队伍排得有些长，很多人是来看我热闹的。众人见我不哭不闹，觉得没趣，也渐渐散去了。今天不到晌午就卖完豆腐了。回到家，那个男人已经醒了，穿上我买的那件靛蓝色圆领袍，站在那里，让我这小小的豆腐作坊蓬荜生辉起来。见他已经可以下床了，我上前赶人，让他离开。男人却以伤得太重，走不了为由，执意要留下。我小声说：“你有武功在身，又受了这么多伤，谁知道你是不是作奸犯科，被官府追捕？”男人见眉微皱，脸色变得有些凶，沉声道：“我绝非作奸犯科之人，你不必这样防着我。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不防着你，难道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吗？我对你一无所知，连你从哪来，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男人微微停顿了一下，说道：“我叫霍七，从来出来。”这个名字一听就不像真名，后面那一句更是说了等于没说。忽然间他话锋一转：“你这墙头这么矮，什么人想翻都能翻过来。我走了，你准备拿着剪子跟人拼命。”我回头朝矮墙看去，先前那些人忌惮我有一个状元之才的未婚夫，所以不敢来招惹。可现在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开口道：“那你又如何保证你就不会对我起歹心？”霍七注视着我，一本正经地说：“我见惯了角色，你在我眼中也不过五官分明，相貌平平。我长到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我相貌平平。不过这男人生的确实好看，他母亲和家中姐妹定然都是难得的美人。”想了想，我道：“说好了，你住柴房，伤好了就得马上走。”收拾完柴房，我带上围裙，来到灶间煮面。霍七就站在不远处，一直看着我，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做好面叫他来吃，他还是站着不动。我刚想问，他在我的注视下，有些艰难地迈开了一小步，我才想起他伤了腿，就是因为不好走路，所以才一直站在窗边。我到隔壁小屋推了一把轮椅出来，这是我攒了许久的钱，给陆老夫人买的。她每逢阴天下雨天腿就会疼痛难忍，只是我还没来得及送出去，就被赶出陆家了。霍七几乎是被我半推半按的扶到轮椅上的。他吃面的速度很快，一碗汤面见底了，还问我再要一碗。看他对我的厨艺这么捧场，我还是挺欣慰的。吃完以后，我跟霍七说：“你熟悉这把轮椅，我出去给你买点伤药，衣裳也得买2身才好换洗。最重要的是，我要去衙门看看告示，打听最近有什么犯事的人在外潜逃。若这个霍七是逃犯，我可不敢留他，得尽快报官抓人才是。”揣了几块碎银出门，我先去了衙门，告示上的画像的确没有霍七，这才松了一口气。捡回家的男人不是逃犯就好。从县衙离开之后，我去了李记药铺买伤药，药铺掌柜认得我，奇怪道：“你好端端的，买伤药做什么？陆状元不仅抛弃糟糠妻，还打伤了你，南州知府的儿子是吧？”江河先是往周荣身上捅了一剑，然后一把将人拽了起来。“你们周家大祸临头了。”方才那一剑不伤要害，但周荣疼得要命，又听见眼前之人说周家大祸临头了，他又疼又急，颤声问道：“你们究竟是什么人？”江河沉声道：“要你命的人。”暗卫上前拿麻绳把周荣五花大绑。暗夜之中，周家老宅门户大开，院外倒了一地的奴仆小厮。漆黑的院中只有月光洒落街前，霍七踏着月色把我带回到豆腐作坊。我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屋里的油灯被夜风吹得明明灭灭。霍七把我放到床榻上，嗓音低沉地问：“你看清我是谁？”“你是霍七。”我太热了，难受的直哭，在榻上扭来扭去。
把裹在身上的外袍都挣开了。霍七沉声问道：“周荣给你吃了什么？”我现在脑子混沌成一片，只知道胡乱地亲吻着霍七的胸膛，然后一点点往上亲吻他的喉结，最后才吻上他的唇。这里不好看，我们跳过去。直到天光大亮，我又累又困，艰难地睁开眼睛，看到睡在身边的人是霍七，才暗暗松了一口气。再来。霍七见我睁眼，嗓音低哑地问道：“不用了。”我抓过被褥，胡乱盖在自己身上。别说再来了，我现在躺着都腰酸背痛的。霍七也没有起身的意思，就这样躺在我身边，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嗓子也哑了，轻声问他：“你能不能回隔壁那屋去睡？”霍七眸色幽暗，怎么睡完了就翻脸不认人？我只觉得他的视线无比灼热，难以与之对视。你别这样看我。霍七挑眉道：“你昨晚可不是这么说的。”我耳根有些发热，昨晚我被喂了欢情丹。霍七道：“但我替你解了药性总是真的。”我一下子说不出话来。霍七又道：“你用了我一整夜，就这么报答我？你把我当什么？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我低声道：“昨夜你能来救我，我很是感激。”霍七道：“就只是感激，自然不只是感激。”可我也说不出来。第一次是因为喝了酒，又想着要是能跟他这样好看的人有孩子就好了，却并不是多么喜欢霍七这个人。可昨夜那人要侵犯我的时候，我甚至想宁死不从。原来我不是跟谁都可以，是只有霍七才可以。可我不知道怎么跟霍七形容这种不同。霍七一直目光灼灼地看着我，我硬着头皮转移话题：“昨夜你是怎么找到我的？”霍七只是说：“我有个至交，在长安王手下做事，这几天刚好在临水镇，我就请他帮了个忙。”我不疑有他，又问道：“那你那个至交岂不是个当官的？”霍七含糊其辞道：“算是吧，你还有当官的朋友呢。”我低声嘀咕着，我只模模糊糊记得昨夜霍七闯进来的时候，跟好几个人对上，有些担心地问道：“你昨夜没受伤吧？在周家老宅的时候没受伤？”霍七给我看背后的抓伤，这些都是你抓的。我实在没忍住，拿被子蒙住了头。霍七伸手拉下了我蒙脸的被子，眼下已经入夏，别闷中暑了。我刚想说话，肚子就咕咕地叫了起来。昨天晚上就没吃，又折腾了一夜，我这会儿已经饿得不行了。霍七看了我一眼，便伸手掀开红罗帐，起身下榻。我开口问他：“你做什么去？”霍七不答，反问道：“你说我做什么去？”我试探着问道：“做早饭。”霍七没回答，也没把罗帐挂起来，反倒是垂放下来，遮住了外头的光亮。我眨眨眼睛，两眼一闭，很快就睡了过去。而另一边，昨夜陆景云回来过夜，却没碰纪如真。纪如真愈发心生不满，跟陆景云一起去给陆母请安的时候，都没个笑模样。陆母给陆景云递了几次眼色，陆景云也当作没看见，用过早饭便要出门。正好这时候，纪如真派去周家老宅打听的小厮急匆匆地跑了回来。“不好了，夫人不好了！”纪如真一听这话就恼火，慌什么？小厮慌张道：“周家老宅死人了，死了好些个人，连周大公子都被人绑走了。”什么？纪如真站了起来。陆景云知道南州知府是纪如真的姨父，按周家在南州的地位，怎么会有人敢到周家杀人，还绑走了周荣？陆景云心里思忖着，纪如真却明显有些着急了，对那个小厮急声道：“那你还愣在这里做什么？还不赶紧去南州城将此事报于知府大人知晓？”陆景云道：“夫人莫急，我正好要去南州城，不如夫人与我一道去。”陆景云和纪如真夫妇二人带着小厮婢女一道去了南州城。周家老宅出的事很快就在临水镇传开了，谁也不知道周荣究竟犯在谁手里，堂堂的知府公子竟然被人给绑了。而此时的周荣正被一众暗卫严刑拷打，逼问他和他爹这些年在南州做的不法之事。我拖着酸软的身体起来时，看见霍七在院子里打拳，男人英姿勃发，气势不凡。我倚门而立，看了好一会儿，直到霍七收了事，转身问我：“不是说饿了还不吃？”我今天穿了一身新衣，竹青色的，先前给霍七做袍子剩下的衣料，我也给自己做了一件小衫，刚好霍七今天穿的就是那件竹青色的衣袍。我这就去盛。打开锅盖之后，我才发现霍七不仅煮了粥，还烙了鸡蛋饼，这会儿还是热的。我有些诧异道：“霍七，你还会煎鸡蛋饼呢？看你煎过几次，看也看会了。”霍七说得很随意，他盛了2碗粥，一并端到了八仙桌上。我吃了一个鸡蛋饼，喝了大半碗粥，没那么饿了，才想起问：“昨夜绑我的人是谁？你知道吗？”霍七沉声道：“南州知府之子周荣。”什么？他是知府的儿子？那咱们会不会在临水镇待不下去啊？我有些吓到了。霍七道：“不用怕，你忘了我那个至交也是当官的，我不知道他那个至交到底是谁。”便问他：“那他的官有知府大吗？”霍七之说道：“就算他的官不够大，不是还有长安王在南州？我觉得长安王这样的人物离自己太遥远了。可长安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会帮咱们吗？”霍七言简意赅道：“会。”我有些奇怪道：“你为什么这么肯定？”霍七顿了下，说道：“长安王代表朝廷而来，原本就要查南州诸事，肃清案件，所以他一定会法办周荣。”我想了想，这样说来，长安王是个好王爷。你现在又说长安王好了，你先前不是还埋怨长安王来了南州之后，害得你都没法出摊做生意了？我心道，先前是先前，现在是现在。吃完了午饭，我又有些犯困。霍七起身道：“我那至交说，法办周荣要有人证到场，这2天我得去南州城随时听候传召，你好好在家里待着，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我有些不舍，现在就去，这么急？霍七不急不缓道：“原本昨夜就该过去，只是那时候你缠着我不放，实在没办法才拖到了今天。我想起昨夜，就脸颊发热。行了，我知道了，你不用多说，快些去吧。”我忽然又想起出去办事不能这样走，又叫住他：“你身上有钱吗？”霍七不解道：“
问这个做什么？我听说官场上都要拿钱打点的，你找你那个至交帮忙，怎么能一点好处都不给人家？你在这等着，我去拿银子。我说着就往屋里走去。离开陆家那日，陆景云给了我300两银票，其中一半给了玉珠，还剩下150两。这里有150两，我把银票递给霍七，你拿着，要用钱地方不要省，该花就花，该给你那个至交的好处也要给，让他帮着你打点1、2。霍七心里忽然涌现出一种难言的情绪，150两，卖了你这个豆腐作坊都不值这个价，哪来的？反正不是偷来的，也不是抢来的。我不想跟霍七说是从陆景云那里要来的，你安心用就是了。虽然我很在乎钱，但这次霍七是为了救我才惹上周荣的。若这次的事情不能顺利解决，对我和霍七来说后患无穷。顾源家给的黄金100两，我还打算还回去，所以不准备动。霍七接过我给的银票，收进袖子里。我伸手抚平了他的衣襟。好了，你去吧。霍七嗯了一声，转身往外走去。霍七，我忍不住又喊了他一声。他停步，颇有些无奈地笑了笑。你还有什么话，一并说了吧。要是你那个至交也拿周荣没办法，你就走吧，走得远远的，别回来找我了。你我本来就是假夫妻，你没必要为了我赔上性命。周知府在南州权力极大，他儿子周荣先前在南州城里欺男霸女，糟蹋了不少良家女子。后来那些女子的家人去讨公道，全部都无疾而终，最后不是举家搬离南州，就是忍气吞声，甚至有几家还被灭了口。我不希望他为了我赔上性命。霍七走到我面前，低声道：我不会有事的，你也不会有事，乖乖在家等我回来。说完在我唇上亲了一下，我走了。我低声道：你走就走，亲我做什么？霍七含笑离去，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我准备关门，就在这时，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你怎么又回来了？我以为是霍七忘记带什么东西又回来了，打开门才发现推门的是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我吓了一跳，连忙将门关上。别关门！门外的中年男子却直接伸了一只脚进来，抵住了门。姑娘莫慌。对方连忙开口道：我是来买豆腐的，不是歹人啊。我道：今天没有豆腐卖，而且我家豆腐只在上午售卖，下午一向不卖的。我知道，我是南州城最大的酒楼醉仙楼的管事，我们东家是临水镇人，先前回来的时候尝过你卖的豆腐，觉得比旁人的好上不少。正好南州城最近来了贵客，东家特意派我来请姑娘去醉仙楼做豆腐，一天给您这个数。中年男子说着，比了2个手指给我看。我问道：2钱银子？2钱银子的确不少。醉仙楼的管事连忙更正道：是2两银子。我们东家说了，醉仙楼进来要招待贵客，不管什么东西都得用最好的，这才让我来临水镇请姑娘去做豆腐。要是姑娘觉得2两银子太少，价钱咱们还能再谈。南州城有个大酒楼叫做醉仙楼，我也是听说过的。但霍七刚走，我为了2两银子，立马就答应这个中年管事去南州城，这多少有点为了钱不要命。我摇摇头，这不是多少银子的事。那是什么事？中年管事有些急了。我们东家说了，无论如何都要请姑娘过去，明天的宴席可是给长安王准备的。长安王？我听到这里，想起霍七那个至交就是在长安王手底下做事的。要是我去醉仙楼也能见到长安王，那公堂传召的时候就能上堂作证了。我可是苦主呢。最后中年管事给了我2两银子的定金，我答应明儿一早去醉仙楼做豆腐。可我看到那被众人簇拥进醉仙楼的长安王，背影怎么有点像才与我成亲没多久的霍七呢？要不是在人群里被踩了一脚，我就能看到长安王的模样了。回到桃花巷的时候，我看见那位新科状元陆景云站在我家门口，我径直从他跟前走过，不想与他再说一句话。陆景云喊住我：春枝，你当真连一句话都不愿意同我说了吗？我头也没回地说：对，你可以走了吗？他苦笑了一下，低声喊：春枝，你能不能不要这样跟我说话？我单声回答：不能。说罢便径直入内，想关上院门，可陆景云却先我一步，直接走了进来。我冷了声音说：陆景云，别以为你当官了就能为所欲为，你再敢上前一步，我就去衙门告你私闯民宅。陆景云闻言站在原地没再上前，我只是想问你，前天晚上周荣是不是来找你了？他有没有对你做什么？他这话问得有些艰难。回到南州的这些时日，他作为协查，自然知道周荣是个毫无廉耻的好色之徒，但凡被他看上的女子，几乎无一幸免。前天晚上的事，你现在来问，是不是太迟了？我一点都不想提那天晚上的事，只要一想起周荣摸我的脸，撕了我的衣裳，我就无比恶心。霍七带我回家之后，就再也没提过那天晚上的事。偏偏陆景云还要找上门来问这事，我冷声道：而且那天发生了什么，与你何干？我为什么要告诉你？陆景云的眼神变得有些难以言喻。周荣死了，他不能说周荣会找上你，都是因为我新娶的夫人在背后指使。他也没脸说什么。我没想到他会忽然来这么一句，一下子都没反应过来，片刻后才缓缓说：那真是太好了。陆景云继续说：周贺、周荣父子俩为祸南州多年，长安王亲自审案，判了2人死罪，查抄府邸，以慰民心。说完了吧，你可以走了。今儿陆景云来这趟，我就当他是来送消息的，不跟他计较。陆景云看着我，真的不能让我进去坐一会儿吗？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我说不能，而且我也没话跟你说。陆景云还想再说什么，一辆马车从巷口驶了进来，停在豆腐作坊门口。霍七缓步而出，看见我和陆景云在院门前说话，微微挑了挑眉。我看到霍七回来，快步迎了上去。你回来了。霍七唇角不自觉微微上扬，伸手将我抱了个满怀。看到我回来这么高兴，装作寻常车夫送王爷回桃花巷的安慰见状，都不敢多看，生怕王爷以后回京城要杀他灭口，默默地将马车掉了个头，先行离开了。我笑盈盈地说：我听说周荣死了。霍七问：听谁说的？我抬头看了陆景云一眼，
状元郎怎么来了？霍七语气不咸不淡的，但他看陆景云的眼神并不友好。陆景云苦涩道：“我来看看春枝。”霍七说：“看完了吗？”陆景云哑声说：“看完了，我先告辞了。”霍七嗯了一声，揽着我往里走去。刚走了2步，我就嘶了一声，倒吸了一口气。霍七问：“怎么了？今天看热闹的时候被人踩了一脚。”我低声说：“可能踩伤了，有些疼。”霍七闻言，直接把我打横抱起，大步朝屋里走去。刚要离开的陆景云回头看向我们，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才离开桃花巷。霍七抱着我进屋，把我放在床榻上，让你好好待在家里，你跑出去做什么？看个热闹还被人踩伤了脚。他找来药和白布，一边帮我包起来，一边说：“这2天就不要乱走了，豆腐少做2天也饿不死。”我瞪着他：“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没钱日子怎么过？”左欧霍七去南州城的时候，我给了他150两，那么大一笔钱，我要做多少豆腐才能赚回来？霍七从袖子里取出一沓银票来递给我：“这些你收好。”你哪来的这么多钱？我接过那叠银票，反复数了3遍，其中150两是我先前给霍七的，因为藏在黄豆罐子里，银票上都带上了黄豆味，居然还多出来500两。我满脸诧异地看着霍七，又问了一句：“你说话啊，这么多钱哪来的？”他随口说：“长安王给的。”我不解地说：“长安王为什么要给你这么多银子？”因为我帮他扳倒了周家父子。我有些难以置信，所以你非但没花钱去疏通，反倒赚了500两。霍七点头，嗯了一声。这位长安王也太大方了吧！我把500两银票反复看了好几遍，我以为去醉仙楼一趟，做了一筐豆腐，赚了8两银子，已经是血赚了。没想到霍七去一趟南州城，竟然赚了500两回来。霍七说道：“今日长安王在南州衙门审周家父子的案子，判了他们死罪，查抄州府，抄出来的家当拿来补偿苦主，大贪官家里金银成堆，其他人拿到的更多。”我不疑有他，拍手称赞道：“长安王可真厉害！”他眼里都有了笑意，还行吧？我双手合十，对天一拜，多谢长安王惩治周家父子，还我们这些平民百姓一个公道。对了，霍七像是想起什么一般问我：“陆景云来找你做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他就跟我说周荣死了。我又问道：“长安王今日刚判了周家父子死罪，周荣今日就死了，行刑这么快，是挺快的。”霍七说：“因为周家父子是长安王亲手了结的，一箭双杀。”一箭双杀，还是长安王亲自动的手？我差点把眼睛瞪圆了。周家父子罪无可赦，竟然劳动长安王亲自动手。霍七点了点头，这是周家父子该得的。我长长的呼了一口气，跟霍七说：“其实我今天差点就见到长安王了。醉仙楼的苏掌柜说今日要招待贵客，找我去做豆腐。我忙完准备走的时候，在门前看到了王府的马车，好像有2位贵人一道来了醉仙楼。我站在人群里，想看看那位长安王究竟长什么模样。原本马上就要看到了，结果有个身形特别高大的大哥挤到我前面来，踩了我一脚。一低头的功夫，长安王就进了醉仙楼。霍七眼底有着异样的情绪，皱眉道：“我不是让你好好待在家里等我，你怎么又一个人出去？”我坐在床榻上，轻轻晃了晃腿，我想着你在南州城，我去了能赚些银子不说，或许还能碰见你。霍七面无表情地问我：“多少银子让你忘了刚被人绑走的教训？”我小声说：“整整7两银子呢，我在临水镇卖2个月豆腐都攒不了这么多。”霍七忍不住扶额：“别说了，这些银票你收好。”我说：“这500两长安王给你的，你为什么给我？”他反问：“我住你的，吃你的，用你的，难道不该给你钱？”我说：“那也用不了这么多啊，而且当初贾成亲的时候，是我亲口说要养他的，这才过去多少时日，就变成他赚钱养家了，用不了就存着。”霍七说：“我没有吃软饭的习惯。”我小声嘀咕：“可你前些日子吃的挺香的啊。”他目光如电的看向我：“你说什么？没什么，没什么。”我连声否认。那这些银票我先帮你收起来，等你要走的时候再拿出来给你做盘缠。他眸色如墨的看着我：“你很想让我走？”我抬手摸了一下鼻尖，低声说：“倒也不是，可你迟早要走的，不是吗？”我觉得这些时日跟他相处的挺好，尤其是被周荣绑走的时候，他犹如天降神明一般救我于水火之中，说片刻也不曾对他动心，那是骗人的。但我也无比清晰的知道，我与他终有一日会分开，而且那一天不会很远。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霍七没说话。我又问他：“你饿不饿？”我饿了。他语气有些生硬地说：“不饿。”今日在醉仙楼，霍玉摆了盛宴，恨不能整个南州城最好的东西都摆上桌。霍七却无心宴饮，只想着早点回到临水镇，回到这个小小的豆腐作坊，告诉这女人周家父子已经伏诛的消息。陆景云先他一步来了桃花巷，他心中已有3分不悦，此时又听到那句迟早要走，3分不悦变成了7分。那我去煮碗面吃。我说着便开始穿鞋袜。霍七伸手拦住我：“刚跟你说不要随便走动，等着。”我哦了一声，看着他走出屋子，来到灶台前，开始生火烧水。等他端上来2碗面的时候，我看着2个煎糊了的鸡蛋，还是咬一口吞了下去。霍七看我咽下去之后，才开口问我味道怎么样。我说还行。霍七微微皱眉说：“只是还行。”我立刻改口说：“挺好的，你也赶紧吃。”霍七咬了一口煎糊的鸡蛋，又尝了一口面，把我的筷子抢了过去：“别吃了，我出去给你买。”霍七出门后，在巷尾隐蔽处吹响竹哨。江河没想到自己一个暗卫有一天竟然要给一个小小的豆腐西施当跑腿，看自家王爷的眼神变得很微妙。霍七扫了他一眼，速去速回。是。江河立刻应声而去。等等，霍七喊住他，沉默片刻后又补了一句：“去找头驴来。”江河乍一听，还以为自己耳朵出毛病了。王爷，你要驴干什么？霍七不悦地说：“问这么多作甚？是属下多嘴了，王爷莫怪。”江河给了自己一个嘴瓜子，属下这就去办。江河刚离开，就有另外一道身影来了巷尾。
霍七转身看去，就看见顾元嘉带着2个随从朝这边走来。顾元嘉朝他行了一礼，霍兄。霍七问：我让你办的事办好了？顾元嘉接过右边随从手上的一个半大箱子，双手奉上，这是顾某这些日子收集的罪证，每一样都跟宁王有关，请霍兄过目。霍七点头道：罪证我收着，你先回去。顾公子笑了笑，霍兄交代的事我已经办妥，今日我要带走我的人，还请霍兄莫要阻拦。霍七不甚在意地说：你的事我不插手。说着就端着箱子走出了桃花巷，这些罪证不能留在豆腐作坊，得让人送到驿馆去保管。顾元嘉看他径直离开桃花巷，没有回豆腐作坊，就让小厮去敲门。我单脚蹦过来开门，看见顾元嘉站在门外，下意识就要把门关上。嫂夫人，顾元嘉道：玉珠可还在此处？我说她不在。顾元嘉闻言也没觉得惊讶，只问道：那玉珠去了何处？嫂夫人可否告知于我？我说无可奉告，玉珠就是为了避开这位顾公子才不得不离开这里的。别说我现在也不知道玉珠去了哪里，即便是知道也绝不能告诉他。顾元嘉有些无奈地跟我说，我并非恶主，只是与玉珠相伴数年，舍不得她一个人流落在外，想给她一个容身之所罢了。嫂夫人何必像防贼寇一样防着我？你在这等着。我说着单脚蹦着回屋取来了那个装着黄金100两的匣子，还给顾元嘉。这是你上次来的时候留下的，我不能告诉你玉珠在哪，这些还你。顾元嘉不接，说道：这些黄金给了你就是你的，你不要尽管扔了，不管玉珠去了哪里，我总会找到她的。我说你一个名门公子，想要什么样的婢女没有？长得好看的，性子好的，做事细心的，还不是你想要什么样的就能有什么样的。你别找玉珠了，你和她主仆一场，相伴数年是缘分，但人和人之间若是缘分尽了，便不该再强求。顾元嘉却说，玉珠于我而言与旁人不同。我问他哪里不同？顾元嘉说，这点不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言罢，他拱手行礼，今日叨扰嫂夫人了，告辞。我看着他们走远了，才关上院门，抱着匣子回到屋子里。跟谁过不去都不能跟金子过不去，我嘀咕着，把匣子藏在床底的香笼里。刚藏好黄金，院门就被人推开了。我单脚蹦着来到窗边，看见霍七左手拎着几个油纸包，右手牵着一头驴。我扬声问霍七，你从哪弄来一头驴？买的。霍七一边应声，一边把驴拴在院子里。好端端的，你买驴做什么？霍七把那些油纸包放在桌子上，把我扶到八仙桌旁坐下，随口说，帮你干活。我说我只是被人踩伤了脚，又不是腿断了，用不了几天就好了。这驴挺贵的吧？你花多少银子买的？赶紧牵回去退了。霍七道，钱货两讫，退不了。我不结，你刚给了我500两，哪来的银子买驴啊？他皱了皱眉，道：我那至交想让我跟着长安王做事，为表诚意，支了我3个月的月俸。我诧异，让你跟着长安王做事，还提前给你支月俸，天底下还有这等好事？霍七嗯了一声，没再言语，只打开那些油纸包，拿来筷子递给我一双。边吃我边跟他说了刚刚顾公子来过的事，他也只静静地听着。吃完之后，我蹦到新买的驴面前看，霍七擦完桌子，在那洗筷子。我喊了他一声，霍七，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就叫来才怎么样？他洗完筷子放进筷笼里，回头说随你。而另一边，陆宅自从知道周荣出事之后，纪如真就难以安睡。今日得知周家父子被长安王当堂斩杀，周府被抄，纪如真更是心悸不已，实在撑不住午睡了片刻，也是噩梦连连。他被噩梦惊醒，吩咐婢女去把陆景云找来。陆景云在书房梳理周家这事的来龙去脉，被奴婢请回了房，见纪如真长发披散，额间还出了不少冷汗，让婢女取了锦帕来，亲手为纪如真擦拭，温声问夫人这是怎么了？我做了个噩梦。纪如真说，我梦见长安王斩杀了姨父和表哥之后，还要杀我。陆景云深知纪如真心中有鬼，才会做这样的噩梦，但他没有当面说破，只温声安抚说，噩梦罢了，夫人不必放在心上。纪如真做了坏事心虚，也不能跟陆景云说，靠在陆景云怀里，轻声说，夫君，我们还是早些回京城吧。陆景云高中状元之后，入了翰林院，因为他是丞相的女婿，所以才得以破例告假3月，衣锦还乡。至少在纪如真眼里，事情是这样的。实际上，陆景云是奉了皇帝密旨，暗中协助长安王巡查南州。但陆景云中状元的时候，长安王在北州巡边，刚回京城，又被皇帝派来了南州。陆景云至今没有跟这位长安王碰过面，连对方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今日长安王在南州府衙斩杀了周家父子，周贺是宁王的心腹，动了这个人，也就意味着过不了多久，长安王就要对宁王动手了。看来他是要去见一见长安王了。事情到了最关键的时候，陆景云不可能在这当头回京城，他只能安抚纪如真。我回南州时日尚短，刚刚才同宁王世子结交上，此时回京城实在有些可惜。只要我办完了南州这边的事，便立刻带你回京城。霍七去长安王手底下做事，开始每日早出晚归，我还是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干活，有了来才帮忙拉磨磨豆子，我轻松了许多。只是霍七夜里所求无度，我几乎只能眯一会儿就要起来做豆腐，好几次都差点睡过头，只能在下午没什么事的时候补觉。这样的日子一转眼就是1个多月，转眼就入了夏。霍七每日在南州城和临水镇之间来回，偶尔也会有事情太多回不来的时候。跟霍七相处久了，他偶尔不回来，我竟然会觉得家里空荡荡的，少了一个人，就好像少了人气似的。我有时候会跟来财说说话，有时候也会去街上走走，买些东西，又扯了2匹布，准备给自己和霍七都做一身新衣服。而陆景云那边，这位长安王殿下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管他递了多少次信，求见了多少回，都没有任何回音。直到宁王百寿宴那天，所有南州官员乡绅、非富即贵之人都登门贺寿，陆景云作为新科状元，被众人夸赞不已，当众为宁王做了一首祝寿词，一声长安王到，压过了所有喧嚣。
宁王笑着让世子带众人出迎，陆景云同一众官员乡绅一同上前拜见。陆景云跪伏在地，抬头看了长安王一眼，顿时吓得脸色大变。霍七怎么会是长安王？他甚至怀疑是自己眼花了。宁王父子奉长安王为座上宾，叔侄几人相谈甚欢。宁王笑着问七郎：“你看我南州的美人如何？可能如你演的，本王送你2个。”霍七说：“不必了。”宁王世子霍玉笑道：“七郎不近女色，在京城人尽皆知。父王啊，这天底下若是有能让七郎动心的女子，那必然是仙女下凡。”这话一出，众人都笑了，唯独陆景云笑不出来。他甚至等不到散席，就率先离席。陆景云敲门的时候，我正在屋里点灯做针线，听到动静，以为是霍七回来了。一开门，却看到陆景云站在门前，脸色苍白，像是遇到了什么大事。我一看是他，立马就要把门关上。陆景云见状，大步上前，一把按住了门。春枝，他的表情有些凝重，别急着关门，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我冷着脸说，你我之间没什么可说的。不，陆景云推着门，一脚跨过了门槛。这是非同小可，我必须要跟你说，我不能看着别人骗你。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人已经进来了，我也关不上门，索性放开门板，有话快说，说完赶紧走。他问我，今日宁王寿辰，你知不知道我在寿宴上见到了谁？我忍住翻白眼的冲动，有话直说，不要卖关子。霍七，我在宁王寿宴上见到了霍七。陆景云说，你知不知道他？我知道啊。我说，霍七如今在长安王手底下做事，跟着主家去赴宴，有什么好奇怪的？陆景云知道我想岔了，开口道，他不是在长安王手底下做事，他就是。也就在这时，一辆马车飞驰而来，停在院门前，霍七先连而出，他大步走入院中，一把拦住我的腰身，皱眉看向陆景云，我的事轮不到你来管。要换做先前，陆景云肯定要跟霍七理论一番，但现在他沉默了。霍七在宁王寿宴上见到陆景云，就知道事情不妙，原本想着散席之后敲打2句，哪知道这人居然半路离席。听到暗卫禀报之后，他立马就快马加鞭赶了回来。我小声跟霍七说，你把他打发了，我去给你煮面。言罢转身进了屋内。霍七此时已经换回了寻常不一，但上位者的气势一点也没有消。陆景云朝他拱手行礼说，殿下。霍七沉声道，我的身份我自会相告，你不要多嘴。陆景云沉吟许久，才开口说，春枝是个好姑娘，她待人以诚，最讨厌别人骗。殿下身为长安王，想要什么样的美人唾手可得，还望殿下高抬贵手，别玩弄她。霍七冷笑，你一个负心汉，让我别玩弄她。陆景云说，我是负了她，但那并非我的本意，我也是无奈之举。霍七声音沉了沉，行了，废话少说，你从哪来回哪去，以后再也别来打扰她，否则休怪本王对你不客气。说完转身进了小院，还关上了院门。我煮好面端到8仙桌上时，往院子里一看，霍七就站在驴棚前面看着来菜。听到我喊他吃面，他大步而来。他接过筷子之后，我就欲往屋里走，霍七一把握住了我的手腕，坐下，陪我一会儿。你说就是了，抓我手腕做什么？我回到桌边坐下。你今天不是去宁王府赴宴了吗？怎么还这么饿？霍七顿了一下，又是陆景云告诉你的。我道，陆景云说他在宁王寿宴上看到你了。我说你现在跟着长安王做事，陪同主家一同赴宴也是常事。这宁王寿宴又不是只有他状元郎去的，你也去的。霍七一边吃面一边问我，陆景云还跟你说什么了？没了啊，话还没说完你就回来了。我观他神色看不出什么来，但陆景云说的话着实奇怪。霍七，你有什么事就直接跟我说，不要骗我，知道吗？霍七不语，只是一味的低头吃面。我说，不管是你跟着长安王做事，还是替别人做事，只要你不是为虎作伥就行。霍七正色说，我绝不为虎作伥，你放心。霍七吃完面，把碗洗了，又到院里打了井水洗身子。他带着一身早豆香进屋子时，我还在做针线，他直接走上前来，将我打横抱起，笑道，天色已晚，该安歇了。我手里还拿着针线，无奈说，小心扎到你。成亲这么久了，红罗帐依旧鲜艳如初，不知为何他今日格外凶。又过了几天，霍七越发早出晚归。这一天，我给李大娘包豆腐的时候，忽然觉得一阵恶心，干呕了好几下。李大娘见状，当即问，春枝，你成亲也2个多月了吧？是不是有了？我有些错愕。上午卖完豆腐之后，下午就去了医馆，老大夫把了好一会儿脉，跟我说脉如滚珠，是喜脉。我想要一个跟自己血脉相连的孩子，已经想了许久。我做了10年孤女，即便被陆家收留，把陆景云和陆老夫人当作家人，也总是少了一点血脉亲情。如今跟霍七在一处，也知他迟早有一天会走，只有这个孩子是完完全全属于我自己的。回去的时候，我又去钱三娘的铺子里买了几匹好料子，准备给孩子做小衣裳。我抱着布料刚进了桃花巷，就看见一辆奢华的马车停在自家院门前，马车前头站着一群仆从婢女，一看到我回来，目光全都落在了我身上。我想绕过他们，却听到其中一个婢女转身掀开车帘，躬声禀报说，世子，人回来了，让本世子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美人勾住了七郎的心。霍玉迈步而出，手中折扇轻摇，他下了马车，一边打量着我，一边笑道，果然是个难得的美人，金钗不群，难演人间角色啊。他说着就朝我走来，我往后退了2步，那些随从婢女立刻就挡住了我的去路。霍玉继续上前，美人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强装镇定问道，你是什么人？霍玉笑道，我啊，我是宁王世子，七郎的堂兄。霍七这些时日频繁来往于南州城和灵水镇，霍玉派人跟踪他许久，终于查到了他在桃花巷安了个家。长安王巡查南州，不管他和父王如何利诱，都不肯上钩。霍七此人简直油盐不进，霍玉没办法，只能另想办法，这不就找到了。
我没见过宁王，却也知道他是南州最大的主。眼前的年轻男子自称宁王世子，看这架势不似有假，那他口中的七郎难道是霍七？我想过霍七或许出身富贵，但从未想过他会跟宁王那样的大人物扯上关系。霍玉笑着凑近我，怎么，七郎跟你提起过我？我往边上避开，刚要说话，便听到身后有人策马飞驰而来。霍玉，霍七翻身下马，一把将霍玉从我身边掀开，他挡在我身前，沉着脸问：“你来干什么？”霍玉险些被掀翻在地也不恼，含笑说：“我当然是来看七郎究竟藏了一个什么样的美人。”霍七转身对我说：“你先进去。”我想问他究竟是什么人，但当着这么多外人的面，我还是忍住了，低低的应了声好。哎，别走啊，美人！霍玉还想追上来，被霍七拦住了。霍玉收起白折扇，笑吟吟说：“七郎，别这么小气嘛，你金屋藏娇，不对，应该是草屋藏娇，还舍不得让我看啊。”霍七语气如常说：“寻常姿色，没什么好看的。”话不可能这么说。霍玉笑道：“这样的美人，放眼整个南州城都屈指可数，若非难得，七郎你偏偏往这草屋跑什么？”霍七面无表情道：“与你无关。”他说着就要往院里走，就在这时，一众官员从巷口快步冲了进来，齐刷刷跪了一地，高声喊道：“下官拜见长安王。”刚好走进门的我听到这声拜见长安王，转头看着那些身着官服的官老爷们一个个跪伏在霍七面前，大脑一片空白，我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霍七回头看我，上前一步喊道：“春枝！”我在退后，直接关上院门，上了栓。霍玉走到霍七身侧，笑道：“七郎，你这是被关在门外了，你藏的这个美人脾气有点大啊，要不要我让人把门撞开？”霍七沉声道：“不必。”霍玉笑道：“那你好好哄哄美人，我先回了。”没什么好哄的。霍七抬手示意众官员起身，一众南州官员连声道：“多谢长安王。”他翻身上马，对一众官员道：“你们几个跟本王走。”霍玉也登上了马车，他问霍七：“那这美人你不哄了，也不把美人带回南州城去，你打算怎么安置她？”霍七面无表情道：“乡野之女，玩物而已。”说罢，他便策马离去。霍玉说了声有趣，也进了车厢，吩咐车夫回南州城。原来在霍七眼里，我只是一个玩物。2个多月的相处，我以为自己跟霍七即便做不了夫妻，也能好聚好散。许是这段时日过得太过平静安稳，才让我忘了先前陆景云的背叛，渐渐地对霍七动了心。我抬袖抹去脸上的泪痕，对自己说：“还好，我也没有很喜欢霍七，我只是想要一个孩子而已。”我抬手抚上腹部，没关系，我只要有这个孩子就够了。霍七走后，我依旧忙着泡豆子，准备着第2天做豆腐，把那件快要做好的袍子拆了。拆了一会儿，觉得有些累，连剪子带针线都收了起来。屋里的红罗帐和门窗上的喜字，此刻看来都很是碍眼。我把所有喜字都撕了，红罗帐也换回了原来的轻纱帐。这一忙就到了晚上，我没什么胃口，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也要好好吃饭。霍七不在了，来才还在，我逼自己吃了1碗米饭，然后站在驴棚前，跟来才说了许多话。天色越来越暗，我准备回房的时候，院外响起了敲门声。若是往常，必定是霍七回来了，但今日亲眼看到那些大官跪在霍七面前，称他为长安王，他那样轻蔑说乡野之女，玩物而已。这会儿不管来的人是谁，我都不想开门，索性转身回屋，关上门，灭了灯，躺在床上，闭了眼却难以入睡。院门的敲门声持续了好一阵，才停了下来。有人翻墙而入，又翻窗而来，2、3步就到了榻前。我抄起剪子，朝往床榻靠近的那人扎去。来人一把握住了我的手腕，低声道：“是我。”是霍七的声音。我没有松开剪子。长安王，你还来干什么？霍七取下我手里的剪刀，取了桌上的火折子，点亮了油灯，火光一点点燃起，照亮了周遭的一切。门窗上的喜字和床榻上的红罗帐都不见了，变回了一开始的模样，质朴而沉静。他定定看着我，说道：“我的确是长安王，隐瞒你非我本意，我的确姓霍，单名一个征字，排行第7。我说我是霍七，并非全然骗你。”我哑声道：“即便你骗了我，我又能怎么样呢？你是高高在上的长安王，我不过一介乡野之女，你我本来就是假成亲，我留你在这养伤，你帮我瞒过官府，各取所需而已。现在你已经恢复身份，自去当你的长安王便是，我依旧在桃花巷卖我的豆腐。”看着几步开外的霍七，不应该是霍征，我强忍着没有落下泪来。霍七，你我缘尽于此，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霍征语气有些急，即便我是长安王，也不会丢下你不管，我会带你走，不管是南州还是京城，我都不必了。你我身份悬殊，云泥之别，本就不相配，注定要分开的2个人，就不要再做无谓的纠缠了。我冷声道：“你走吧，我不想再看见你。”春枝，霍征还想说什么，我直接打断了他：“够了，你什么都不要说了，赶紧走，立刻走。即便我是个无人在意的孤女，也不会给权贵当玩物。先前那些荒唐的日子，只当是做了一场很长的梦。”霍征张了张嘴，低声道：“你现在正在气头上，什么都听不进去，我不在这惹你生气了，过2日再来接你。”霍征凝眸看了我一会儿，知道说什么都没用，只能转身走了。一夜无眠，因为昨天很多大官来了桃花巷的缘故，今日都没什么人敢来买豆腐，一连几日生意都惨淡。我索性摘了招牌，准备换个地方卖豆腐。如今怀了孩子，若是被人发现，这个孩子肯定是留不住的。像长安王那样的贵人，定然不许子嗣流落在外。若是知道我怀了他的孩子，要么逼着我打胎，要么抢走我的孩子。我想离开这里，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生下孩子，开始新的生活。来才是带不走的。豆腐作坊若是卖了，霍征就知道我要走了，所以也不能卖。我花了3天的时间，想好接下来要怎么办。我自己有将近200两银子，还有霍征给的500两银子和顾元家给的黄金100两，拿着这些钱，不管去哪都能过得很好。我把来财签给了隔壁的李大娘，让李大娘好好带来财，别把他杀了吃肉。李大娘诧异极了：“你做豆腐得靠驴拉磨，
你就这么给我了，而且买头驴得好些钱呢，不是给你，是暂时养在你家，给你用。我不想跟李大娘说这次离开临水镇就不回来了，只说我想去找我的家人，要离开临水镇一阵子。昨天那么多大官跪在豆腐作坊门前，李大娘隔着门看着阵仗都被吓着了。她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小声问：你要离开临水镇，那你那个夫君？我跟他分开了。我只简单说了一句。李大娘叹了一口气，当初你要是嫁给我娘家侄子就好了。他虽然生得一般，家境也不算特别富裕，但是为人简单。我没有跟李大娘多说什么，交代她好好养来才之后，转身回到了小院，开始收拾行李。离开之前，我把豆腐作坊里的东西都摸了一遍。刚买下这个豆腐作坊的时候，满心喜悦，以为能靠它过上富足的生活。这些年，我靠自己的劳作的确过得还不错，从未想过有一天要弃了这个豆腐作坊。然而，我一打开门就看见了陆景云。你怎么又来了？我有些吃惊地问，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来的。陆景云没有回答，反问我：你要走？要去哪？我冷声道：不干你的事。春枝，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看着你吗？你走过去这道门，立刻就会有人报于长安王知晓，你根本就走不了。陆景云道：我是来帮你的，若不是我，你也不会跟长安王纠缠不清。我知道你恨我，我只是想帮你。我沉吟片刻，说道：我要去渡口。真没想到，不久之前我替玉珠安排的出路，这么快自己也要用上了。好，陆景云立刻答应下来。你等一会儿，我这就让人引开那些盯梢的人，你把院门关上，待会儿从侧门出来，我让马车在侧门等你。我不知道陆景云是怎么让人引开那些盯梢的。马车经过街道，到处都是熟悉的景象。我在临水镇生活了10年，有很多不舍。陆景云低声说，长安王只是来南州巡查，过不了多久就会回京城的，你以后想回临水镇还是能回来的。他不觉得长安王会把我看得多么重要，等他回了京城，娶了娇妻美妾，自然把临水镇的春枝望到天边。见我不说话，陆景云从袖子取出了300两银票，这些银票你拿着，就当是我欠了你的，你孤身在外要好好照顾自己。他说着，将银票塞到了我手里。陆景云曾对我指天发誓，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嫌7万两金。离开陆宅的那天，他给了我300两，如今加上这300两，总共有600两了。我把银票收进了袖子里，说道：你辜负过我，今日又冒险帮我，你我就算扯平了。陆景云却说：我欠你良多，这账扯不平。我抬眸看了眼陆景云，扯平扯不平都没什么意义了，你我日后应该再也不会相见了。陆景云愣愣地看着我，不知道在想什么。说话间，马车已经到了渡口，我走了。我立刻起身，掀帘而出。陆景云掀开车帘，喊了我一声，我没有回头，找到渡口的船老大，买了一艘乌篷船，自己撑着离开了渡口。临水镇是水乡，我从9岁开始生活在这里，早就学会了撑船，而且我身上带了不少金银，乘大船怕遇到劫船的，买艘小船，自己想去哪就去哪，就算有人找来了，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1个时辰后，南州驿馆内，暗卫急匆匆赶回禀报，启禀王爷，春枝姑娘不见了，不见了。霍征原本在跟几个官员商议如何扳倒宁王，听到暗卫来报，登时站了起来。霍征问：什么叫不见了？暗卫说了自己被人引开的事。1个时辰前，陆景云去了桃花巷，他走之后，春枝姑娘不见了。霍征闻言，心口发闷的厉害，他最清楚春枝有多讨厌陆景云，而现在为了避开自己，他宁可跟陆景云尽释前嫌。霍征俊脸微沉，陆景云离开桃花巷之后去了哪？暗卫道：最后好像去了渡口的方向。霍征心口一紧，备船立刻去临水镇渡口。长安王麾下人手众多，又是打着官府的名义行事，很快就查到了渡口船老大那里。今日风大，顺风顺水，船行得极快，可不一会儿却变了天，江河起浪，风雨欲来。我游河入江，看着天色忽变，准备靠岸的时候，却见远处江面上忽然出现了几十艘船，那些快船乘风而至一般，眨眼间就追了上来。我站在船头，被狂风吹得摇摇欲坠。最近那艘的快船，船头上站着锦衣玉带的霍征，即便行色匆忙，也依旧龙章凤姿，是陌生的霍征，不是我熟悉的霍奇。只一眨眼，霍征飞身而起，掠过水面，跃上了我的乌篷船船尾，沉声问道：春枝，你要去哪？你别过来。我后退一步，站在船头最边缘的位置，手抖了一下，撑船的竹竿就落入了江水中。好，我不过来，你小心些，站稳了。他在船舱前站定，没再上前。我看着几十艘快船不断的追上来，很快就逼近了。这么多人，要是被霍征带回去，再想离开便再无可能了，腹中的孩子也定然留不下来。这般想着，又往后退了半步。马上就要下暴雨，江面上风浪越来越大。我水性极好，若是天气好的时候，在江河游一圈都不带怕的。可偏偏今日变了天，我回头看了一眼风浪，这时候若是入水，只怕生死难料。春枝，霍征喊道：你过来，你别再往后退了。他的嗓音有些发颤，我望着他说道：霍七，我只是救了你，又不是杀你全家，你何故逼我至此？我是想要好好活着的，不管是被陆景云辜负，还是离开霍七，我都能活得好好的。如果他没有追来，我一个人走得远远的，生下孩子，好好将孩子养大，继续卖豆腐也好，做点别的小生意也行，怎么都不会苦了孩子。霍征道：我不逼你，我只是担心霍玉会对你下手。春枝，你乖一点，风浪太大了，别站在船沿上。他说着，又试图靠近我，你别动。我看出了他的意图，又往后退了一些。霍征一手按住船舱，说道：好，我不动，你也不要动。我很害怕，江面广阔无边，这样大的风浪，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行。但那些快船都在朝我所在的这乌篷船靠近，等他们将船围住，我就是想走也走不了。咬咬牙，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对着前方道：霍征，再也不见。然后转身一跃而下。跳入江水中的一瞬间，霍征扯掉了我的一截衣袖。王爷，
一众暗卫乘快船迎风而至时，眼睁睁看着王爷跳入了水里。江河吓得几乎魂飞魄散，立刻道：“会求水的，跟着我一起下去。”半数暗卫跟着往水里扎，两炷香后，霍征被江河等人救上了船，他浑身湿透，整个人狼狈不堪。第一句便是问：“春枝呢？”江河硬着头皮回话：“王爷，春枝姑娘还没找到，没找到就接着去找。”霍征怒吼道：“暴风雨来了！”看着江面上浪涛滚滚，霍征还要再次扎进江水里，江河连忙将人按住，跪求道：“王爷，您是千金之躯，万不可再冒险了。”江河说着，立刻吩咐一众暗卫们在找会求水的暗卫身上绑了绳子，让船上的拉着，然后一个个再次跳入水中。霍征在船上待不住，又起身入水。江河见拦不住他，只能劝着王爷绑上绳子，若情形不对，至少能立刻将王爷拉上船。霍征和一众暗卫在江水里搜寻了整整一夜，有暗卫低声道：“王爷，已经找了这么久还没找到，春枝姑娘怕是……”霍征哑声道：“住口！”他几乎已经脱力，但还要再次入水。江河拼死将人拦住，属下再让人去找王爷，且不可再去了。若王爷在这出了什么事，南州之事就全都付诸东流了。霍征双目猩红，挣扎着起身，却猛地吐了一口血。王爷！江河大骇，连忙伸手去扶。霍征强行站稳，抬袖擦去了唇边的血迹，哑声道：“春枝生活在水乡，水性极佳，不会这么轻易出事。他一定是不想见我，故意躲着我。”江河想劝王爷看开点，江面汹涌，这么大的暴风雨，即便是水性再好的人也难以生还。接着找。霍征嗓音已经嘶哑，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可直到第二天晚上，暗卫们也一无所获。经过不断的打捞，暗卫们也已经筋疲力尽，谁都知道这么长时间还没救上来的人，必定是有去无回了。可是谁也不敢说。陆景云闻讯冒雨赶来，冲到霍征面前，给了他一拳，怒声道：“你为什么非要逼他？他都要走了，你为什么不让他走？”霍征没有还手，神色麻木地看着陆景云。江河见状，连忙冲了过来：“陆大人，王爷面前休得放肆！”陆景云打完了一拳之后，忽然有些后怕。他得知春枝被霍征带人追上之后，宁可跳江也不肯回去，不由得满心愤怒。你知不知道春枝有多惜命？他只是想好好活着，你为什么要把他逼上绝路？为什么？陆景云近乎咆哮，他后悔了，后悔为了前程辜负了春枝，后悔让春枝有机会跟长安王纠缠不清，赔上了青青性命。霍征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春枝为了不跟他回去，宁可跳江。他被陆景云辜负的时候没有寻死，知道被他欺骗的时候也没想过死。可这次他为什么宁可跳江，都不愿跟自己回去？他怎么都想不明白。陆景云竭力挣开江河的桎梏，淋着暴雨，冲霍征喊道：“你究竟对春枝做了什么？你都跟他说了什么？”霍征依旧不言不语。江河怕陆景云太过激动，会刺激到王爷，直接一个手刀劈在陆景云颈后，将人打晕了。他满怀担忧地劝道：“王爷，你查了宁王那么久，眼下正是收网的关键时刻，切不可因私忘公，耽误了大事啊！”霍征却什么都听不见，看着茫茫江面，风起浪涌，他一步步走向船头，正欲再次下水，一众下属见状，死死拦住了他：“殿下不可，万万不可啊！殿下，连南州水师都调出来了，只为搜寻一个女人。”霍玉得到消息后，便带人赶了过来，看到霍征这般狼狈不堪、失魂落魄的模样，还同他说：“七郎啊，你不是说乡野之女，玩物而已吗？怎么没了个玩物？你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霍征神色冰冷，一把掐住了霍玉的脖子：“都是你！要不是霍玉忽然跑去桃花巷，他和春枝不会闹成这样。霍征，你疯了！”霍玉冷不丁被掐住脖子，喘不过气来，脸色很快开始泛紫。随行的宁王府众人见状，连忙冲上前去：“长安王，快放开世子！世子是来帮你找人的啊，本王不需要他帮。”霍征手上的力道越来越大：“王爷，手下留人啊！”江河赶紧拦了一把：“宁王世子是该死，但不能死在这里，更不能死在王爷手里。”霍征几乎已经失去了理智，一掌将霍玉拍得半死，让暗卫们将他绑了。“长安王，你这是做什么？我们世子可是你的堂兄啊！来人，快来人，回府禀报王爷，长安王疯了，他要杀了我们世子！”霍玉的随从大呼小叫的，让后面船上的人赶回宁王府去。霍征沉声吩咐道：“谁也不许走！南州水师听令，扣住宁王府众人。”他咽下喉间的腥甜，让暗卫留下继续沿江搜寻，自己带着南州水师杀到宁王府。宁王在府中饮酒宴客，一众宁王党羽在宴席上提起长安王，都笑他为了个乡野之女，跟着跳了江，沿江打捞了一天一夜。有人笑着说，京城那些官员都说长安王行事最是沉着稳重，我看不见得。他要是真沉稳，怎么会为了一个卖豆腐的乡野之女狼狈至此？为了一个女人，不惜调动南州水师封锁江面，真是荒唐至极。世子去江上看热闹了，这会场面定然很有意思。这消息若是传回京城，朝中那些叫着喊着立长安王为太子的大臣们还有什么脸？哈哈哈！皇帝派长安王巡查南州，宁王对这个侄子忌惮已久，从霍征到南州境内的那一天起，就派人刺杀。可是谁也没有想到，霍征失踪了几天之后，竟然安然无恙的出现了。他带人住进南州驿馆，不管哪个官员求见，都拒而不见。宁王一开始还担心霍征在闷声憋大招，哪知道他是被路边的野花迷了眼，沉溺温柔乡了。众人说说笑笑间，有个小厮跌跌撞撞的跑过来，大声喊：“不好了，不好了！长安王带兵包围了咱们王府！”什么？宁王拍案而起，霍征不是在丽水江上捞人吗？世子呢？世子去哪了？话声未落，外头就传来了兵歌相击之声。席间众人吓得酒醒了大半，有人颤声道：“世子，世子至今未归。”宁王的脸色越发难看了。又一人开口道：“难道长安王跳江寻人是假，实则是为了在王爷眼皮底下调来了南州水师？”宁王沉声道：“慌什么？霍征再有手段，还敢杀了本王不成？”